阴虽盛，不得过于阳；虽大，不得超于阳。此天地之分也，尊卑之序也。故阴太盛，阳必与争，而后成战。战者未分胜负也。阴虽盛，不得无阳；无阳则阴不独存，以坤之成干而后行也。今不成干而欲亡之，是无阳也。无阳则天地灭绝，神形灰烬。故象辞虽当亡阳之际，不谓无阳之名，乃假称为龙。名其有阳在也，龙阳也，而被阴破，下战于野也。虽胜负未分，其所伤必大，故曰其血玄黄。曰血者，以阴虽变，未离其类也。何以言之？则血未有形也，阴类也。坤上六阴虽盛，然非变为阳，则虽与龙战，而人见其血，龙无血也。以假阴为阳，牝马拟龙，则有血焉，故称血，名其假龙也。虽宜于阳，非真阳也。夫血皆阴，而龙皆阳，今称血玄黄，谓天地之杂，则四阳亦有血也。盖由于龙非纯阳，血为杂品，以天之气，杂的之形也，故称血玄黄。玄非血色，而杂于血，故曰天地之杂也。天之色，皆的之色也。因阴凌阳而战，战则俱伤也。虽阳有损，阴又甚焉，故玄黄，皆以血称。可见阳之所损，人应受之也。阴不得强于阳也，此先后之分，尊卑之序定也。坤虽有德，不先于前，有用不过于前，以其为地道也，期道也，成道也。此亦以见前矣。而上六众言之者，谓明阴阳之意也。夫士之战争，亦类于事，必以下逼于上，逆凌于顺，挟害于正，道增主人，民怨其上，使其干戈，而成杀伐也。不必固执君臣之分，官民之极，但是所处之地，所行之德如何耳？坤之类阴也，阴不胜阳，则德不先天；若非坤，则不现矣。故阳为上，为善，为正，为仁，为大忍，为君子。所至必胜，所处必极也。坤之上六征战，就在阴也。阴不守其分，反逆行道失，是以所伤大也。此文言明指其过也。贤于无阳，亦如一字。函数一言，谓坤至亡阳，而道不得无阳也。谓阴逼将无阳，而圣人不许其亡阳也。此人道济天之穷，而立辞定民之含为义也。圣人亦教之止，故如是。综上所论，凡文言之旨，皆先人道，而重在以人和天地之德。其过也退之，不及也进之，以终为本，以和为用。由真于坤之六爻。坤爻有当位，有不当位，有阴阳交而成文，备而为害，有顺有逆，有得有失。故于此由详言之。
以立人道规范，而是人事从为也。故文言者，义教所见也。学者须三复焉：宗主、父主、夫子所讲，皆立教之旨，谓儒教之本旨。中庸大学莫不由此推述者也。言教而志在中，言德而道在内。如黄中通理，即干正性命也。故曰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此理自一义，即大学格物之事也。格物致知，即通理也。此道公彻始终功夫，道家黄庭内景，亦指是也。得之则成黄中通理之道，失之则离其血玄黄之哉。一在尽性，一在训育，君子小人之分也。又曰：易坤卦文言之义，君不出前所讲者，而最要在文字间之命名设辞，一字一句，皆有深意，不独谓是卦爻也。盖辞与象，二者相并成义，而象有所不达者，即辞以明之。故同一字含数义，同一语有数解，非如他经之文也。前已略述其例，今更深明之。如用六力永真五字，合为一语，分有三义。力真即四德之二，永者不习也，即无疆之意。而是文以大中三字，亦有分合之意词。以大者干之用，中者坤之德，力争坤之道，不习干之行。以坤能反于前，而并干之故，此大中之称也。而大中恰与干之始亨对，始对中，亨对大，文字之相匹，以是乾坤之相成也。为干有始亨之德，以成其前元之用，则坤有大中之用，以见其坤元之德。二者相交以合，相配以行，故此谓名其象。而文字乃指其去也，天地之道也，乾坤之行也，皆以合而为用，配而为功。干主大始，坤主至终，乾以元亨，坤以利贞。天在高而地居下，天包外而地处中，故二者之道交而后成德，偶而后全用。苟失一，则有却矣。故四德分属乾坤，而始终分诸天地，非未必如是分也，乃先后之谓也。干先元亨，坤先利贞，乾以始始，坤以终终。干谓之先，坤谓之后。干谓之刚，坤谓之柔。其气然也。故辞义必有重轻也。而合则对言，分则独言。凡文字之合成文者，皆与对卦相交之用所见也。若一字一义，则其本卦之德也。盖卦不孤用，辞不单举，合中有分，分外有合，果循义之，可以知矣。文字为义最精最简，而含义绝非简单者，必尽纵横之用，方通常变之规。故此者如有所指，而不离象，象亦以交错为用，变化未得，苟不求其通，则至于现象，而无以得其神妙矣。于此则有要也。因今人以辞事象，往往就一义而判全局，
执一语而移他方，非志即昏，非物即脱，疑乎不足以窥天地之秘，解数命之神也。今因是昆闻言，特复皆出，以为学者告，彼之所留意焉。又曰：乾坤二卦讲义详于各卦，除在二卦讲义外，各卦上时时引及二卦者，亦未讲明二卦之用，因权益各卦，无不出于乾坤也。故在各卦讲义，有关乾坤处，人当会通参考，以见义道之大，义教之广，而其原本，人归于义也。传所谓乾坤为义门户，即此义，无人独义，必先明此志。虽64卦，各具其用，而无不溯源推本于乾坤。而各卦，爻不离阳爻图、阴爻图组成，阳爻图、阴爻图即乾坤本体。如人生百骸，虽各不同，而莫不因气血以生以存，以动以用。气血亦如卦之阳爻图、阴爻图也，一阴一阳，互为其根，而性命主之。性命则乾坤之源也，故合全义。正如人全体，生则同生，化则同化。生化虽万变，而本来无二象，此所谓太极是也。太极以乾坤成用，人物以阴阳成形，此天地生成之道。而一身所包者亦如是，独义必先尽辟于己身，方知全义之用，方明乾坤之道耳。讲述乾坤大志，复甚讲述，义道至大，而包罗无尽，以其因象致用也。象本于数，数真于气，气归于道，道始于一，一生而万，分而无尽，谓始终之象也。故全部意象一天的宇宙，无物不涵盖之，书卷之也。此义卦有限，而用不穷；义道至简，而德莫大。非圣之不足以探索其旨，解析其意，而辞则详其大概云耳。要知义之代用，本于乾坤，而乾坤之象，始于阳爻图、阴爻图。乾坤为其成形，阳爻图、阴爻图则其秉气，气在形中，形以气喻，此后天之定则也。又莫不有其数焉，数者所以别也；莫不有其名焉，名者所以记也。后天之物，必由阴阳交合以生，分散以化。阴阳为天下父母，即义之乾坤，乾坤之阳爻图、阴爻图也。干主阳，而其原为阳爻图；坤主阴，而其原为阴爻图。故有乾元、坤元之名，有96之数，其实皆阳爻图、阴爻图也。此天下之大本也，亦权益之大本也。无阳爻图、阴爻图，则生化无由见，而权益卦爻无由成也。故阳爻图、阴爻图者，为大化之枢机，万物之本根，而权益之基爱也。其用不单行，故见于乾坤，亦以变为主，变则求其繁。故由阳爻图、阴爻图进而成干三爻图与坤三爻图，复由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
进而成干六爻图与坤六爻图。于是乾坤之象成矣。八卦之象由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变化而成。64卦之象则由干六爻图、坤六爻图变化而成，则权益各卦莫不出于乾坤，而乾坤又实为变化之原体也。乾与干无变化也，坤与坤亦无变化也。其有变化，必起于相交，交则变矣。故乾坤为变化之主，亦变化之原体，又由其相交，而后有变化也。故乾坤二卦为权益之本，亦生化之本也。后天之物，最大者，则天地也；最近者，则男女也。皆以相交，而成生化，则乾坤二卦之所向。故同谓一阴一阳之和而已。天地人物，莫非阴阳之和而后生者，而有所实焉。天地则最始也。乾坤之象，纯阳纯阴，初为和也，而有其和者在焉。数之所含是也。干卦六位，数有阴阳，坤卦亦然。此纯阳纯阴中，亦有其所合矣。然爻皆异也，人是为未合也。若合则爻变矣。自先天言，天地有晚出；自后天言，乾坤乃始成。而异者，以后天为主，故以乾坤为始也。干见其阳，坤利其阴，两仪并行，分合以成。此64卦，无非乾坤所出也。干阳交阴，其变有三；坤阴交阳，其变亦三。故出变生六子，而八卦成也。八卦虽出于乾坤，就为其他各卦之先世，则以三化之卦，为合六位之前。其气犹单，其数犹简也。然六位既成，八卦既合，则64卦随之俱出，亦气属自然而然者。此64卦，莫不奉乾坤为父母也。父母为人生化。
之本，世代子孙均自此出，则其观重要，亦可知矣。此圣人设辞，必独详于乾坤也。且乾坤二卦，二游异也。以干之变必为坤，坤之变人为乾，循环往复，始终上下，一气所至，则乾之阳爻图者，变为坤之阴爻图；坤之阴爻图者，变为乾之阳爻图。气至象亦变也。干虽为天下大生，而无坤不见所生之物；坤虽无成代中，而非干不得其生成，以后天之生化，必二气交至也。故凡干之德，皆坤之用也。乾德虽广于坤，非坤所能成者，则人不见之，以人生立在此土也。德外有物，人谓之见也。即或有之，非人所当见者，不在卦用之内，以卦之用，人谓之主也。人居天地中，远于天，近于地，则所见者，皆的所载也。故卦以坤为人事之始，而因坤以服乾，因地以顺天道也。故干卦之辞，谆于人道者，皆复见于坤辞焉。坤虽易乾，实即干之镜象也。乾以坤为形，而克显其生成之功；坤本干之用，而克成其变化之德。故论天道，干先于坤；论人事，坤切于乾，以后天。行者而气难见，象明而数不易之也。盖坤之用，即人道之本，亦人道合天之途径也。故人道备于乾，而真于坤。此圣人立教，以坤济干之为义也。不然，由干至坤，其道远矣。先天之谓，可以引证也。若后天八卦则易事。后天者，即变之象，故坎离代乾坤，为九宫之次，非复前两仪四象之序也。变者以用为主，故不求其体。周易之序，亦以用为主，其先后皆依动变为次，不似前之有一定统系也。然动变亦自有其统系，盖准一阴一阳之道，相得有合之意而生者，乾坤相次，即此意也。夫乾坤二卦相交成用，相应成变，相参五错综以成生化，则其为德，不在各卦本爻已耳。卦之六爻，有四象，有三势，皆相通也。干之极为坤，坤之极为干，虽六爻中，自成乾坤，而六爻外，有干之坤，坤之乾，两相应对者也。故六爻之上即变矣。爻变而卦未变，盖必六爻全变，乃为卦变。则所谓干之坤者，干之变坤，非坤卦也，所变者爻耳。坤之干亦然。干之爻名阳而数九，坤之爻名阴而数六，其变也，九六一耳，阴阳换耳。故六爻之卦，自具其变，而干之用九，自有六存；坤之用六，自有九在。何以见之？则用九用六二爻辞是也。
用9在上9之外，用6在上6之余，爻位既无，象辞悉具，而竟有辞象此辞者，则可以之所指为变爻也。乾坤在卦，本位独立，而后天不得独立者，以生成万物之本在乾坤也。不得独立，必有与合，则干必合坤，坤必合乾，合而后其用见，此用9用6之名，特以用称也。用9乃干合坤之用，用6乃坤合干之用。乾坤大用，乃在6爻之外矣。然9者干爻也，6者坤爻也，虽在6爻外，仍不出本卦，则象有限，而气无止境，谓有尽，而用无穷奇。此天地之异乎万物，而乾坤之殊于他卦也。阳气偏行，阴气偏沉，二五构精，妙合而凝。此用9用6，为天下大用，生化之本也。生化无尽，天地不与焉，得用无穷，乾坤不动焉，故待用在6爻外。乾坤未尝变也，且干之与坤，为权益之本。无论何卦，莫非由乾坤交合变化而成。64卦，莫非用9用6之所见也，则用9用6，不独为乾坤2卦所有，乃64卦之所共也。盖卦不离阴阳之气，奇偶之数，则万物原一体，万用原一致。用阳者，必用9；用阴者，必用6。不以乾坤现也，各得乾坤之一耳。万物各殊其身，而莫不得天地之一体。余卦各异其象，而莫不得乾坤之一体。故卦有异名，爻无异称。阳皆9，阴皆6，则9、6即各卦之精魂，而用9用6，亦各卦之得用。所谓一阴一阳之道，中始一致，干始之，坤终之，在其间者，不得外思道也。故干交坤，坤合乾，自成其德用，不为万物，而万物皆受其德，化其用，此所以为大也。以一用而通天下，至于无尽，为道方知。故曰道。道贯于气，外见之于理，内存之于性。无不同此理，同此性，则无不同此德，同此用也。故道能通一切，而用9用6，能通全意。全意用虽无穷，未尝出乎乾坤9、6之用也。前乎9、6者，必以9、6为归；后乎9、6者，必以9、6为本。9、6盖数之总数也。天地系焉，日月行焉，人物生息变化焉，事业成败出入焉，是曰终极之地，而生死之门也。故阳极于9，阴老于6，阴阳往复，不出9、6之途。气数变迁，不离9、6之要，为其握得用之纽，居造化之中，司二气之均衡，五行之橐越也。天地之数，共55，9、6之乘54，所差者不用之数，元数也，谓化之源也。
故非后天所用。有数无名，有名无相，谓道之先，义之谓利也。故义利于二，一阴一阳，是谓之二。由二乘四，由四乘八，由八进而至64。莫非二之所谓。二者偶也，有偶始生，有合始成。故义不孤立，数不独用，用九用六，亦相虚而行，非独用也。要知后天之物，必以阴阳相偶成用。阳者以阴用，阴者以阳用，此定序也，义利也，数也。为此者，不成用，且害志，谓其始终不全。刚柔失中，则乖太和之道也。故阳体阴用，阴体阳用，相调相济，是曰道行。如刚盛必折，柔盛必屈，有始无终，有终失始，皆害道也。天地上不孤行，况其下乎？故干之用成于坤，坤之用成于乾，而乾坤之和，则全得矣。干有四德，坤亦如之，而所先不同，所至不同，则知四德之成，必二卦之和也。故干上坤下，干外坤内，一阴一阳，乃见天地之道。若失一，则皆失之。此性情之欲，德业之说也。人以全德，亦如乾坤之和，故内外兼治，道德并立，乃为君子，乃称大人。以其明明德而止至善，内立其诚，外治其德，中有所守也，则物不害身；行有所立也，则性不悖道。人之以道称者，即由于本末始终不去道也。道该上下，备形神。未有偏而明道者，则人之行不全者，乃被生生之责也。故乾坤大用，和而为天地大德，复于人，为人之至德。人皆本此大用，以成道达德。斯称三才之名。三才虽三，合之则一，异于道耳，而真于人。故用九用六，人之用也。人用之以成其德，以成其谓欲，而后与天地参。此圣人立象摄辞之本旨也。故六爻以人爻居中位，各辞以人道见终极。所谓善恶吉凶福祸毁救者，皆人受之，则义之待用。人外将安用？人之用义，义自乾坤九六始。九六为二气之极，即人事消息之道也。人用之，大则平治，小则成正，内而性情，外而德业，莫离乎九六之数也。故阴阳之道，实备于一人，而乾坤之用，实存于一心。此心无孤立，无独行，此身有穷通，有贤否，皆相虚而成者，亦由乾与坤也。乾坤之象，最大者天地，而最近者即性情也。以物喻之，凡男女雌雄，神形道气之类，皆可象乾坤，而最为妙，又切近者，实由人心中性情也。性情一物二名，
性不可见，而见于情；情秉于性，而有欲。故中庸比之中和。中者性之体，和者情之正。人之修道者，必致力中和。故重在养性事情。干辞亦曰：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乃立真。立真者，性情也。传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是皆足以明圣人乾坤欲性情之旨。盖干纯阳无物，人之性也；坤纯阴有守，人之情也。苟求性情之正，得中和之道，必于二卦悟之，不独象也。此以备焉。而人之修养，犹必效乾坤之用，以干变坤，以坤复乾，循环之间，始终俱至，而后性道全，德行立矣。故道家在先天，必取法乾坤，以其行于不习，成于安贞，纯乎内功也。内功成也，成则明矣。此明德必止善也，而尽自概括之矣。干生而不动，坤动而不生。干为坤生，本不义也；坤为乾用，德不乖也。故性为情所依，情为性之用。情不为性，则泰和存焉；性不失情，则大中见焉。此诚为人生至行，亦人道至教，亦象本古圣立教之作。而守者之乾坤，即遥相观之，亦可得其妙谛。以奇偶交用，上下相报，内外互因，中谓不失，足以知所至利矣。则用九用六之意，岂独急于事物矣哉？弘教复著，复圣所讲，重在民用，以乾坤大用，即天下大用，亦人生大用。无论出处人己，皆同此用，而吉凶在其中矣。果明此大用，则吉凶先知，乾坤相对而行，逆之则凶。故顺九六之数为吉。九六即奇偶阴阳之道，多少之数，虽异，实相等，以阳顺阴逆，其中始相合在此耳。乾坤在人谓宜太极，极心也。和之是也，乃成德用。性无用，用在情，事业皆生于情，亦败于情。唯的中和，则生成，而无夭败。故有吉无凶，有利无害矣。述圣讲述，乾坤二卦，以相交成用，以变化成义。周易全象，皆自二卦参五错综而成。其卦交为坎离，以干交坤成坎，坤交干成离。干之用见乎离，坤之用见乎坎。离坎即乾坤也。其卦爻交错而为咸恒，咸主乎上，恒行于下，咸恒亦乾坤也。其爻相交谓济谓济，干下交坤谓济济，干上复乾星号谓谓济，济谓济亦乾坤也。乾坤半交为泰否，泰谓交而合，否谓分而塞，泰否亦乾坤也。此其变，皆自乾坤来，而卦爻有一耳。故周易上经
始乾坤，中坎离，下经始咸衡，中继未继，而以太否分合其间，以明天的大开合，宇宙大始终也。干主大始，而坤主代中，故干起至未继止，未继之穷，即坤之大中也。乾坤虽交而气星号似乎有物绝，故从坎离之象。坎离者，后天之乾坤也。交则生化成，分则人物尽。未继以离坎分道，而世界大中，以见乾坤之不交，而生化遂止。未继虽三阳三阴，相见成卦，实则阴阳离散，乾坤背道之象也。故乾坤大用，必阴阳交合，而后天生化，必水火互济，此一定不移之理也。干虽未大始，非坤不见其功，故见其用于坎。坤虽未代中，非干不成其德，故见其用于离。离坎之代乾坤，实乾坤所自化也。参无错综，人物以生，咸衡乃成。咸衡谓更对正巽四卦之交合，亦乾坤之所生，坎离之所出也。故咸衡为人物最繁盛之象，亦天地生化最茂育之时，时后天中最的气之际。故下经以之始，名乾坤代用之成也。乾坤既属二体，本有分合，分则否塞，合则太亨，此太否之象，时与二气上下，而乾坤生化中始，亦由二卦可见。故乾坤之用，必以太否分明，而始终之数，则以继未继该括之也。继未继，以坎离分合，是生化始终，足见乾坤之所以始终者，即由二气分合来也。合则始，分则终，而干之大始，气之始也，非即生化之成也。必合坤而后成其生化，故卦必以坎离代乾坤，以水火日月，明阴阳之功，天地之用，其意至明显。盖有形者，必有生化；有名者，必有始终。乾坤之纯也，不足以资形之成，名之利，故有事用，而未见于物；有事气，而未立于气。其所处悬高，其所至明渺，人或谓之察，故必记其功用于坎离焉。故言后天之意，虽乾坤亦以坎离为主，乾坤自退居于位也。乾坤二卦，有先后天之殊，而亦以后天为主。自从周易，卦以先天为本，当素伏羲。其辞则两者参合，以生其意而通其用也。如干之纯阳，先天之数也，而其功用在交坤，则后天矣。先天主长，后天主变，长则至一，变则无尽，故上而反于太虚，以接太极之出。元者，先天之用也；下而化为全意，以穷万物之变者，后天之用也。而人道介乎中焉，人道自在天地之中，有所自来，有所自去，既同万物生化，复报太极元精。上
下共通，神形具备，居天之下，而气达于前先，履的之上，而得周乎坤表，故用包全意，而窥探隐为，治周万物，而指定中一，不相悖也。艺术以人道为主，乾坤大用，人自合之；生化大术，人自达之。非有神奇，乃性情之故。性情者，亦由乾坤也，由气之先后天也。而推之至于动静事物，则权意之象也。格物致之，乃反本复始。故曰：形上谓道，形下谓气。在生之时，莫外物欲，莫逃气化，则后天之生，人以水火为主也。其积则济为济，以治大中；其盛则咸恒，以成大用；其反则乾坤，以归大一；其逆则太否，以见大循环也。故变者自变，长者自长，久者自久，夭者自夭，物数自然，人道立乎其中矣。果随物数生化者，是物数也，非人也。人自有离物数者在，性命是也。故干辞曰：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乃立真。此名指人道之异乎物数，能行干之变化，而保干之中和也。即在正性命三字，性命处变不变，随化不化，是名二元。乾元坤元，永不变化，乃能主变化，人道所立，在此意矣。故乾坤在变化言，即64卦皆其用也。在不变不化言，则为乾元坤元，行于权意，悠然如故也。而人道象之，不得以变化而忘其本，故不得以事物而忘其性命。性命之正，则乾坤之元永存；性命不正，则生化之数糊底。故言乾坤二卦，重在二元；而人道喻之，重在性命。性命非生骸之比，生骸变化之物；性命非我有，亦非天有，非有我者，言不正，乃为变化所役；非天有者，言果正，则变化不得而干之。故性命必待人自正也。如乾坤二元，乾坤不使之变化也，虽穷极犹如初也。在物数言，是二元未变，而时变在物数，无与二元也。六爻至上位，变化之时，而二元乃见，以长者自不随变也。乾坤皆以变化为用，皆主变化，干主气，坤主形。而二者之变化，则以交合成用。此由后天之物，必合气形，而后见变化也。如水与火，为变化之源，而水中有阴阳，火中亦有阴阳。坎离系以交合之乾坤也。若纯干纯坤，则不见其变化之机，物之生也，必因日光之热，水泉之盖，而后生。若徒有其一，不能生，生亦不能育。此可见后天生化之非纯气所为也，物之化也。亦如之。
必由一暴一寒而后化，一火一水而后变。天下之生化，莫不由是成，则乾坤之生成变化，时必合而后见。故占变化者，必占其合；而取乾坤者，必取坎离，乃常理也。为人道不然，有合而变化者，有分而主变化者。人道之乾坤，取其纯，而坎离取其合。故研修者，必使坎离，而还于乾坤，即由变化达于不变化，以不变化而主变化也。事物万变，而心永长；言行万途，而道德一致。此象乎乾坤之用，而能保其乾坤之源也。为圣人治焉，乃正性，命之功也。故道家研修，必归先天，而必自坎离着手。乾坤未成，乾坤之外，即坎离；坎离之先，即乾坤。合先后天八卦方位观之，则了然矣。亦教言乾坤，为事物生化之初，亦人生修持之果，为天地变化之始，亦人物本源之书。乾坤在后天言，尚无他物数之杂；在先天言，已绝有形气之分，向此所指，实该上下，而人道立极，当于此时。自此以下，皆属既变之象。而在此二卦中，则犹见其初变未变之时。此乾坤二元，皆其不变之真，以为天地立极，即为人道立极也。夫卦之为用，本以测天道，而定人事。天道长而有变，则实谓之书也；地道变而有常，所以奉天时也。人立其中，则应变以常，居常达变，方谓道行。传曰：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。来往者，常变之事也；神志者，天人之分也。神以知来，非神不知，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何以知之哉？则在能通神，能明干之行也。何以得之乎？则在能用智，能施坤之道也。坤，地道也。神之行于无形，者于有象；志藏发于有象，潜于无形。此天地之和，而人道之准也。干故以易事人，而人莫穷其繁；坤故以简事人，而人莫惜其运。谓其有神志也，常也，变也，神志之所通也，而见真于象焉。谓其思天地生化，人物变迁，有其序也。序何在？在卦爻。卦爻者，时位之所平也，常变之所判也。相合而生，相分而化，相交而变，相敌而迁，皆由时位所为。此人道之所本也。故知干者必知坤，求之干不得，则求之坤。坤之于干亦然。未有不能通而知变者，亦未有通而不达变也。常变之术，即神志之所明也，而为通者得之，通于乾坤也。人谓乾坤阴阳大义，天地玄绝，安能通为一耶？
此不明义者之言也。夫变者，反常者也。反常则阳而阴矣，阴而阳矣，则干变而坤矣，坤变而干矣。乾坤之间，即来往之机；乾坤之内，有常变之途。而行乎此者，气与理耳。气以奉神，理以御行。故神之不知者，气所属也；治之不用者，理所谓也。理以恒乎治，则坤藏用，而无不用；气以明乎神，则干行玄，而无所玄。盖由人之合天地也。合天地者，正性命也。性命者，神志所寄，亦显亦隐。隐者显之，显者隐之。斯谓通矣。谓通其变也。显变而隐，隐变而显。斯神以行名，行以神藏。其妙用，无尽矣。故来非不可知，得神之用自知，往非必藏，得志之用自藏。以其为乾坤代用也。干用以神，坤用以治。干则治来，坤则藏往，合之以用，天人之道备矣。故乾坤之象与辞，发乎隐，止乎显，明乎人，通乎天，常也变也，莫能外也。此之谓圣之之所谓交也。干之辞以大称，坤之辞以广称。此天地之德也。人道法之，亦有待与广之用。而乾坤之广大者，以其道也，以其神智也。人之施法，亦如其神智，如其道，方称三才。若有不及，不足称也。故卦六爻中三四属人，而辞盖众人，明是人所以配天地也。天在上，德在下，无论何卦皆然。而乾坤尤明显者，以乾坤象天地也。然干有天地人，坤亦有天地人，则天地之内，故有人在。即可见天道地道之中，无不有人道存也。人道所以为人，亦所以明天德之道。天地之道，为而玄，深而大。而人道时抚养之，左右之，以共成其三才之称者，实为人无以着天地之用也，无以明神智之妙也。无人者之明之，于天地无伤。而天地亦合与于人，则亦可无作矣。而圣人作之者，众人知者明天德之道，且以天地之道成人，又以人之道成天德之用也。天地有以人用，况下此者乎？故全亦皆人道也。皆天地之所示人者，即圣人之所以教人者。人习义，必求于此志，必能合乾坤之意，以为人之德用，以达人之神智，述乎尽意之用，通天地之心，而克称三才。不然，卦爻何独贵中爻哉？吉凶祸福，何谓言哉？直来者，谁命之神？藏往者，谁明之至哉？何以见干之大，坤之广？又何以通干之意，坤之简哉？故亦谓人道立也。而守着其止于乾坤，学者读乾坤，
要当神皆至运，于乾坤之中之有人也。虽乾坤卦六爻，要无非人道所上下者，人事所终始者。神治故人之用，天地一人之身，益之减之，大之广之，皆人之德也。圣人虽言神，而民之存乎人；虽言义，而用之在乎人；虽言气与理，常与变，而通之一之由乎人。故乾坤二卦之辞，必配之大人君子也。不言天神的旨，而独指大人君子也。弘教附注，卦用常变，各有异同，而文王亦纯主变立，与伏羲之易书用，故乾坤二卦相连为用，而八卦方位反以坎离为主。坎代坤而为阳，离代干而为阴，以明乾坤交合成用之意。虽曰坎离，实乾坤也，不过以交合之乾坤，非纯阳纯阴之乾坤耳。故后天之象，以水火为主用，以日月为主体，其取一权一先天，为其变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，首页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上经第5册屯卦蒙卦艮卦宋卦师卦。屯卦正下坎上，宣圣讲义。周易卦序。乾坤之后，继之以屯，以象天地生化之序也。后天生化，皆自天地始，万物之生，必在天地既定之后，故屯在乾坤次也。自先天序言，则乾坤之后应为正，以木道为物始也。而屯之象，始于正，其意亦洽。万物之生，必因于水，故屯为正和坎。坎为后天八卦居坤之位，待干之正，则屯之取向于坎正，亦是伏先后天生化之序也。震动于下，坎润于上，此纯物生之本相也。以分言，则半正半坎；以合言，则少干成坤。故屯即乾坤，实天地生化定序，不独象物之出生也。夫屯之为卦，二阳爻，四阴爻，上下皆阳，而伯仲义次。卦属阳，而其气多阴，以行于阴也。有动则有得，有生则有功，有得则善恶备，有功则以显分。屯之象，内刚外显，内动外阻，以阳虑阴，而为阴所制故，以用为道，而处道之艰难。故其卦象，本身之始，而又切于身；本行之初，而又难于行。如草木之萌芽出着，其生机犹未畅也。阴阳不相得，而贵贱殊类，动静不适调，而屈伸易图。求生而反屈，求贵而临贱，求生而不直生，求动而弗利动。盖处震之地，行坎之方，沉雷之分，遇水之限。其卦实该二义，而为物之始生，天地生化之初见。其象故如是也。然促的生成，
不进艰险者，则赖其禀刚而制动，成阳而达生，因天地之阴运，的乾坤之合欲，故虽难而成，虽屈而生，虽险阻而不害，虽折辱而不侵，乃见其本乎中正之性，至乎中和之道也。就卦爻言，阳卦多阴，而以少为贵，以阳主动，而能御阴也。故阴爻中随阳用，以成其功。不过有时谓之别，而有从为之殊也。然以内外卦言，62位坤正位，95位乾正位，适当其位，乃昭其德。故屯卦之纪乾坤，能见乾坤之用，以其德不移，道不易，则克有所守，有所畏。此屯之待用，一体乾坤而不失，是以为生化之始，万物之初，足为一切经世也。故屯卦爻虽益乾坤，而功用则少乾坤而立其始，自有其象可执也。学者先观其象，自得其意，虽合坎正之名，以服乾坤之德，则谓道义大矣哉。六爻之所至，内外之所向，二气之所行，生成之所见，则其次乾坤者，故有其意矣。文王之序，大都以义名相，以象正义，初非如后人所测，未任意变迁，亦非人前意之规，未有心错综，盖皆本后天之序，依物类之身，而却乎不拔之定则也。以下各卦皆如此，唯屯未有者焉。至于屯卦之辞，屯者，屯也，有所积而欲发也；难也，有所动而不易行也；生也，而未能遂生；始也，而不克尽始。故其自行，如草木之芽，出浊而未放；如蛰虫之动，出如而未及生。有所见，而不离其居；有所畏，而不去其位，故名曰屯。气序而未通，行利而未明，生机急而未透，待用欲而未彰，如仓乡之屯盈而未起，如江河之屯满而未泄。故以象天地生化之气既至于物，物遭之而皆有其生意也。故曰屯。盈也，物之始生，以盈于天地间也。天地以其气盈而生物，物以其生而盈于天地。盈者生化之本也。不有盈，安有生？不有生，安有盈？故屯虽难而人易，虽见而人不失其居也。以气之与行，成循环往复之道，而屯之与乾坤，具盈虚消息之德也。盈之为虚，息之为消，此屯之所以谓盈也。洪教复注：屯卦为64卦之始，以其属子卦之始也。在八宫卦属于坎，而其反复卦为解，其对卦为蒙，其比肩卦为鼎，故其象与辞，皆有关于各卦。不独为坎震之交，见云雷之和也。而所最要留意者，则乾坤之初化，以知代世生化之机；而天地之初交，以知代见人物之欲。
权为二五阴运之所运，父母精血之所凝，在气未出生，在形未出成，将分离而未分离，将化育而未化育，故人保有乾坤之正，循行阴阳之交，以接续于乾坤二卦，而引言于人物万类，故自屯以上无物也，屯以下物乃盈矣，屯以前为生化也，屯以后生化乃无尽矣。此后天64卦从屯始，而周易上下经之序从屯起。乾坤八纯卦，木也，不可以其余生化，同于物类，故言生化，言物，必自屯始，而屯又足以见乾坤生化之功，交合之用。此夫子言之颇详细也。屯，元亨利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见侯。宣圣讲义，此屯卦之彖辞也。元亨利贞四德，全如乾坤，而用乃殊，以位虽当，而时不同。卦虽正，而爻有差也，故勿用有攸往，而利见侯，以其阳也。得备而不能尽用，有志而不能自往，则其难，可以见矣。而道中正，居其位以成其德，则利见侯，王者之事也，以处事顺也，必显行仪，去奸事讳，此其成人之德，有别于自用也。故屯辞之意如此，其概述也。虽难不难，以盈而善持之；虽深不深，以动而善处之，有是义也。彖曰：屯，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，中大亨贞，雷雨之动满盈，天造草昧，一见侯而不宁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指屯之象，为阴阳始合，而生化始见，以其始也，故难；以其动也，故险。为始于下，而生于上，故不易生；为动以阳，而阻以阴，故动未显。难者，不义也，不顺也；险者，有限也，有志也。而屯之行也，不失其首；生也，不失其宗。虽难而足达，虽险而自全，故曰中大亨贞，以服四德也。不失谓曰中，能生而盈曰大，难而特达曰亨，全其始终曰贞。此屯之以四德称，而有中大亨贞之用也。屯之母卦，以坎合震，雷上之水，集于水也，故曰雷雨之动。偏于天下，配于地上，乃有满盈之象。此天之开造草昧也。天地混沌之始辟，清浊之初分，大地皆水，生物才萌。所称物者，为苔草之类，出生之芽。此天地生化初际，故曰草昧。草至其物，昧止其实。芒昧之间，草率之地，亦足见其难生，而动乎险。斯困屯之所以明也。而人因之，则一见后而无宁。见以服天造，侯以服特达，见侯以服草昧，
而成中大亨真之德，以天地上至于生动，不避乎难显，则人亦宜无宁，以成其所成，行其所行也。故此止以象民意，以闻民教，此君子之有位，而顺乎天地者也。象曰：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，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全卦象之用也。经纶者有位也，以阴阳交而为文，以生难而为功，以动显而为行，以见侯不宁而为中大亨真，以顺乎天造草昧。初九，盘桓，立居真，立见侯，宣圣讲义。此屯初九爻辞也。辞义亦如其象，而异其用，以阳爻的位，足以服全卦主用。盖屯本阳卦也。本爻与彖辞大同，即此意也。彖辞勿用有攸往，即盘桓之意；而立居真，即勿用之旨。盖屯以阳行阴，以坤为首，以干为动，故用而不自用，动而不自往，取坤之意也。立见侯者，得民建国，以能下人，人自归之，取干之意也。以屯六二同于坤，九五同于乾，兼乾坤之用，而见交合之德，故勿用有往而立见侯也。而在初九亦然，虽非正位，乃属主爻，以阳主阳，初九阳爻阳位，故能服全卦大用，而以其在下也。阳由至，未由卑，时由早，虽当主用之地，而难为直用之行，故生之以盘桓，戒之以居真，明其不可造次，不可失其手也。然有其中者，必行于外；有其德者，必逢其功。故虽盘桓而人达，居真而人亨，是以有见侯之力，而见能得民之心也。象曰：虽盘桓，至行正也，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未见侯者，非自立也，民自服焉；非自大也，民自从焉。屯以居真之行，而成见侯之功，此是文称其正而得名，大而有功也。天下之能见侯立国，载至河山，而民不以为泰者，必其信于民心，悦于民志，如水之归下，其势沛然莫之欲也。故有云雷之象，而后见其经纶之成，正如天之开造草昧，万物莫不欣欣向荣，如的之履显行间，万类莫不悠悠同化。其所以经纶者，皆为人，而非自谓也。故见侯之基于的民，成功之由于居真，虽行之如难，动之如险，而事实以正，居位以中，成德以大，致用以亨，合乎乾坤之志，兼乎刚柔之行，则其为道至顺，而君子之所以成名也。故屯出九一爻，以见王道之本矣。六二，屯如战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昏垢，女子贞不自，10年乃自。宣圣讲义，
此屯六二爻辞也。本爻当坤正位，福因本行，其所以未用者，多同坤卦，为其上下一阴，大小殊宫，故称为女子真不自。而象为马之难行，马者坤之聘马，故难行，以御坎也。女子坤之至阴，以为交，故物自也。而下卦原属正，正常难也。虽未交而终交，必其以10年，谓其难也。10年之期，亦有深意，以其属于正也。如父与仪，皆正在下，皆有10年之辞，故正之数所定。以屯六二，阴爻阴位，阳气至为，虽欲进而不克进，欲交而不及交，刚柔悬殊，强弱大异，必待其际遇，其以状，而后乃进乃交也。此生化之定理也。且屯六二之象，处难险之中，而急于进，逢中正之位，而难于的合，故有乘马而不免征战以般如，明其所虑之多，所行之不易，然乃设辞寓意，观象寓情，故曰如。言其未定也，犹或自异。地屯六二，有可为之时，有可成之事，虽踌躇而莫进，还委屈以求全，故当抵吾之初，如遭匪寇，而抵成功之日，反是婚姻，其免人以无畏无内，而促其使情使胜之旨，端在4字。故生之以女子之手真不自，必待10年之期；见夫人之手正不阿，必有一招之欲也。象曰：六二之难，成刚也，10年乃自，反常也。宣圣讲义，此名爻辞之意，见战象之精也。盖以柔成刚，欲刚而不能自已，以下动上，为上而不能自成，唯有顺应其时，磨砺其志，贞洁其行，动之以正，出之以坚，以犯难而越险，却疑而明为，使敌未亲，反仇未爱，则成德达道，必本非常之人，而取未用时，必合反常之事。故10年之字，虽迟迟而无伤，生归之真，时悠悠以自得。人之欲立大功，成大业者，正如真女之自始也，而赖乎其行之勤衡，心之坚韧，善用其事，而无废于中途，善推所尾，而克屈其阻碍。此明天的生化之始，亦足见创造开辟之不易为也。故屯六二之辞，实明人事之教，计时之间，度的之险，恰如乱世之盛，必有以整天下之机逆，而致民于任席也。63. 及禄无余，唯入于林中，君子己，不如舍，罔令。宣圣讲义，此屯63爻辞也。本爻之用，较六二位异，而其险未全去也。故喻之于田猎，以我逐兽，兽乃为鹿，鹿之善走，不易追也。然以田猎而逐鹿，所持者必利，所同者必众。
以追逐虽劳无忧，故曰无余。唯鹿走入林，必得其所，我从之，必见其间。故逐鹿虽无余，而入林必自舍。舍者止也。舍也，以其地之险，行之难，不得尽逐之，则不如其舍。此君子之知机也。若昧其己，则遭罔令之害，以其罔之不利也。逐鹿无害，而是以险以定罔之，此知己免令之道，亦因时必穷之方。故以君子称之，为君子之能舍也。盖六三以柔履刚，实未多为，虽得其事，不与方俱；虽至于德，不履忧于，以可未尽，不失之迂；以己未舍，不失之疏。尽止之己，君子所如，无余先例，罔令后害，利害之为，君子所戒也。象曰：及鹿无余，以从禽也。君子舍之，罔令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夫从禽者贵德，禽者禽也，以鹿之可禽也。待入林中，禽乃为放，以行之阻，是必舍也。贸然罔逐，履道之穷，其令必矣。辞名义，而闻声义，重在知己，名于取舍。虽挟所欲，勿昧于时；虽凭所胜，勿追其亡。故入林之鹿，不可逐也。小人殉禽，反利未害。此屯六三爻辞大志，而喻之以田猎也。推而言之，夫获得失，莫不如是。彼及鹿，亦是也。而林中，则难得矣。无余，顺势也；而罔令，则道穷矣。处难易之间，辩穷通之理，则在乎知己。知者君子，昧者小人。其判然矣。鹿字，亦推作鹿鹿解，由后人逐鹿之喻。余字，亦有指于官者，谓的义，可无待于官也。舍有上去二音，亦有指舍二解。禽有禽兽禽获二解，穷分指实的之象，含义如是，皆可通也。64. 乘马班如，求婚媾，罔极，无不利。宣圣讲义，此屯六四爻辞也。六四与六二相应，二四同宫异位，以皆阴爻也。而屯，阳卦也。阳本乎生，月上月达，故六四利于六二也。然屯全卦，不外艰险之象，则爻辞，不离难阻之文。地静而见简，深而见亨也。乘马班如同也，而征战则易，婚媾痛也，而吉利则易。六二上有匪寇之疑，六四则直求之矣。六二上有10年之限，而六四则往极无不利矣。故六四之用，以别于六二，而进行之道，艰险之差，于是文中已可见之。如乘马之班，言阴阳之杂，而急于求和，故婚媾以求而得。虽往亦吉利，又异乎六三之往令也，为其处时之宜。
因势之顺，所以往求无不利也。象曰：求而往，名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六四众因贵阳，阳贵而明，因时而明，以宾主之气，升降之和，故谓明也。明自日月相对，一阴一阳，阳其阴偶，恰相配合，故成大明。言日系皆明也，以升降相直，来去相协，如月之与日，乃成旦夜之明。而六四之爻，因动而往求，因合而昏垢，乃和明也。虽乘马之班，若不俱进，而往求之极，则无不利。此昏垢之贵乎相得，以其恰配也。若六三，则不配，故不以往从。故虽一卦中而爻有异用，虽一爻中而动有殊途，或往或来，或昏或敌，其事既别，即令思分。六四之辞，实以见屯生之以成用，而天地生化之象治世更有合御之观。盖自此爻以入外卦，得见其表，其用以彰，其德以显，故亦有明之意。又不独以其之实而往求，合照而为要之称明也。以利人事，贵乎事实，小然往来，判其离合，则明哲之道，君子之所行。夫屯全卦，皆以阳行阴为例，以阴及阳为宜。故六二、六三、六四三爻，越进越有功，越上越得利。此阴阳相得之道，亦后天生化之理。若过此例，则多争讼，以其刚柔失度，顺逆为行，必有所伤，而成为令矣。95. 屯其高，小贞吉，大贞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屯95爻辞也。本爻虽居外卦正位，当阳气大用，而有吉令之分，以明其二德之难合也。故此有屯其高，小贞吉，大贞凶之战也。屯95阳爻，阳行阳位，以太刚也。刚则静躁，故贵于高。高，高则也，之也。又高之谐高也。处高贵下，在上贵以德则明。屯其高，将以成其人也。而屯基业，亦难基业。是之不易基而必基者，德也，仁也，善也，皆阳也。处高者，由赖是以保其生民，免于为殆。故曰屯其高，而民人得之以早基，高则之以普及也。且以阳及阳，其下无助，最为艰险。临思位者，必以真守。真者，正也，静也。而行有大小，则得有吉凶，此由其分合与其顺逆判之也。故小贞之吉，大贞之凶。小以自持，小心翼翼，以守其正，自律于吉；大以自傲，大言炎炎，以示其正，自离于凶。虽正而有凶，贞而不吉，则可见居上位之不易，临下民之多余也。然此贞字，含义尚多，
真会为对，内外之意也，动静之情也，去来之道也，上下之阶也，各有所合，故真之反即会，以失其正。虽正亦邪，故同一真，而大小异其吉凶也。屯九五由外卦言，谓正位；由内卦言，谓非正位。下有六二与之对，复有六三与之并。三五同宫异位，其所行皆殊，故有大小之不同也。阴阳相失则凶，相得则吉，苟不合，则有一仇，故刚柔贵相应也。而九五一爻，为屯之主位，故名言屯字，以见卦之主用。象曰：屯其高，师谓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见阳德之基，必以高则下于民。正位之居，必有光辉备于外。以屯九五为德而实至，而有以德师之谓光为虑，则可见保其元亨者，必基于积德；而全其生化者，必普其恩师。如天造草昧之时，必有云雨春风之预许；而君子见侯之日，必先功德仁政之栽培，非可侥幸致之也。故是闻生之以师为光，而断其必屯其高也。夫屯积之而师用之，所以幸于天下者，皆其德业之光，与其恩泽之化。此如日之生物，以其光热而温育也。阳有日也，不臻于光化，不足以见其功用。本谓之所至，时之所宜，而虑其师之谓光，德之谓化，则谓其事亦自傲，其地亦自高，高且傲焉，反得为过。以屯艰险之事，止宜勤劳不宁；征战之途，止宜真静之力。故谓光之师，谓小争则吉，谓大争则凶。以明乎德之不达，恩之不广，虽有其位，不能大其用也。而此亦足以明屯之为屯，有益乎干之元亨也。干之德全道大，故无谓光之贤；屯之德先恩殊，乃有大凶之戒。是在象阴内外之意，有真毁之殊，而在此有上下之为，分吉凶之变，方知人事，犹宜自勉。慎勿以为光之师，犯大凶之境，反而体肤艰险之意，推其屯高之心，则行之以达于见侯，治之以辟于生化。谓凶为吉，谓大为小，端在人事之自珍，而不得委之于数矣。上六，乘马班如，泣血连如。宣圣讲义，此屯上六爻辞也，亦颇难解。以上六之爻，阳气上升之极，升则易服，急则易变。服之为亢，变之为反。亢则难进，反则不达。升而未降，阳而未阴，进而未退，生而未化，喜而未悲，得而未失。以行艰险，则入于险；以动于阴，而陷于阴，生于坎，而归于坎。故其象未穷，未反，其辞未立未否也。
乘马具，六爻三见，而一皆别，以爻异也。上六之乘马，乃达于终极，虽欲前不可得矣。故有般如之象，而立马驰除。欲罢不能贪其前功，欲行不得，故泣血连如。达然以悲，惨然以恨，血随望而下，气随思而清连如者，如水之滴也。坎为血，为忧，为水，而血泪如水，明其极而反也。且生者为下沉，阳者为阴惨，喜者为悲酸，皆反也。言其不能待也。屡尽艰险，不克自立，望夫居贞之戒，徒为穷极之行，乃过犹不及也。般如者，非竞马也，人亦随之，心已乱矣。欲自成而不得，欲自反而未能，欲进则道以穷，欲止而为不顾。心因事杂，神因思伤，不知气之何从，血之自出，故其辞之迫切，以明其象之变也。心主阳而藏神，血属阴而主情，神乃自伤，目中泣血，阴见于阳，屯以阳用，而为阴所加，则其用之节也。故生化相推，成败相随，马力之促，心死所悲。屯难之所以为难，险之所以为险也。象曰：气血连如，何可长也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极则必变，不能少待。虽本阳德，不能再生，乃反于阴，以同物化。此兴亡之相续，而屯蒙之相继也。故阳极为阴，生极为降，往复循环，生化所向，不独屯未然也。全亦皆如是，是在智者知其用耳。屯卦总义，宣圣讲义。屯卦全卦，象乾坤出交，得阳气之先，而行于坤，故其动而不息，生而不已，以阴尤甚。在草昧之时，得气混沦，虽动而多阻，生而多难，势必蓄积以出之，奋勉以行之，故曰屯。而其欲疑难不自切，逢险阻不自避，以居贞之力，达元亨之途。是以君子立谏侯不宁，创国而责备其民，屡位而得见于下。此虽难险，而有吉利；虽迟滞，而达成功。可以恤夫多难之时，有志之士，以成德达道之方也。为事有成败，数有隆替，大而天下，小而身家，莫不皆然。故静止有常，动静有度，过犹不及。君子贵乎知己，取舍之间，分合之际，必因其位，宜于时，以明其吉凶。小于真讳，则生化之主宰在我，而祸福之机亦明。是以天道之为，必先尽人事。气数虽变，必自处有常。义之立教，端在于世，不独屯也。全亦皆同。故卦象其所向，而辞指其所知。
人身不离动静静止，则所以为凶为吉，为利为令者，要必决之于理，而后恒之以术。理者术之福，人事者天道之乐，尽其在己，而后顺天，则近者可推远，险者可达为，不待师归，而早料然矣。文王为此义者，纯取后天为主，一切皆与伏羲之历书，屯之纪乾坤，而居60卦之首者，实是人以草创之道也。物极则反，干乃为坤，故屯蒙相交，而卦爻互对。由屯卦分合言之，有解与鼎，谓其比对卦，而相互；有离艮2卦，以2至4爻，3至5爻，5至初爻，各成卦也。不独正坎坤3卦也，且卦分内外，4爻上爻，为交与吉之位，所观较大，故其辞较疏。果读者详细玩味，自知古人设辞之由来也。亦知辞义，含蓄深广，必旁通发挥，使尽其情。今特于屯深言之，使之一词读法，非但为屯事，而一字一句错杂反复，各有其意。以卦爻不为义而设，则卦辞不偏为一方解，如同一事，有主宾之意，有动静之意，有左右之意，有反正之意。合者所合，乃作合事。或于此大吉，于彼大凶，于进为利，于止为害，皆在此一字一句中推察得之，故非常恍无定也。要在观者，会通不逆耳。宗主附注，一词是义，前已举其大概，或尚未明其旨，有误为圣人立言，不当如是含混者，一字一义，何可包纳许多解释？遂至一猜，此时不知古人原意也。夫古时文字最少，文辞最简，一字数义，一句数解，本非其意。如尚书古诗及诸译本中，恒见其例，而义辞未有者，盖亦以卦事象，以辞明义，象其气与形，非一物所尽，明其理与数，非一事所穷，故以卦名象，而不以物名；以辞示义，而不以示现。此故古人不得已之作，亦为义之用，疏于他经也。故屯之辞，言用则有难显之情，而包盈机之意；言物则为生化之始，而喻草昧之间；言事则有见侯之功，而兼缔造之苦，皆非一意所能尽也。如6·2征战之不尽，而人自叙其事，由前之盘桓也。而班如有班回之意，有班不之象，有通作班杂之解，有事为班白之劳，其所指故有数端也。匪寇亦有2义，非寇也，匪寇也，以对举言，则匪寇而辩昏垢；以一面言，则非寇而实昏垢，其义皆具，不得指此失彼也。又即禄，禄字谓受名，亦谓禄，谓禄，禄以民劳而无功之情，
本可通也。即如山路之路，亦可会通解之。古人路，常通用，且有与路流通者，如辘卢、六轴之类。于字亦然。于涣也，虑也。而山则之官曰虞，亦以其防患而虑事也。而邻亦互用。己字尤多义，如知己、己希、恕己、忘己，乃己度己人。或推及积各义，皆字中可通事者。舍字有止舍、居舍、是舍、恕解、如舍、易解、不如舍，又易解，而令止不利。亦指自色，止有所习，亦指行而致色也。此皆以个人所占，各事所执而解之，非尽一义也。唯圣人立教，必先就其主义言之。故夫子所事详于主，而略于宾，然非不可通也。要将古文辞熟读，使得其变化之用，切勿执一而不能会通，偏见而忘于正旨耳。蒙卦，坎下艮上，宣圣讲义。蒙卦，未上艮下坎，山水相交，阴多阳少，以阳为贵，而阳反在上，其气下行，与屯相悖。屯上蒙下，屯进蒙退，一往一复，一降一升，而成循环。是气之自然，理之自治，天地转轴，生化推移，物之定序，数之定力。此周易蒙以纪屯，实有故也。天地交而后万物生，水火分而后生化健。屯以水成于雷，成雷雨之象。蒙以山加于水，为山泉之行。有动必远，有招必至，有辟则有合，有息则有消。故水行于空者，下流而为泉；气动于地者，中止而为山。通者节之以塞，生者皆之以化。险阻者有所止，草昧者有所循。此蒙之所以为蒙，而其意以自象中见矣。夫蒙，内坎外艮，坎为中南，艮为少南。以阳从阳其阴为消，阴起于下，阳止于上，中承重阴，而互以震动，动而育阴。人屯之象，变而为离，难而易明，有自知之意。故六爻相错，内外疏关，往来疏情，生化疏用。其象杂而异者，放观有备民之志，回祥多避障之思，故命曰蒙。以其由尽草昧也。蒙之卦象，四阴二阳，而交错不当，内刚外阻，而升降不相得，故动静疏滞，体用易得，欲行且止，欲流不移。此其所以为蒙也。蒙之对卦为革，比卦为简，而变相亦随其互交而异。其反则屯也。故屯蒙为一循环，一往复之象也。屯为进，蒙为止；屯为升，蒙为降。虽阳体而阴用，故其道逆行，乃阳中之阴也。气自屯复故也。蒙者，昧也，闭也，相隔也。
有障也。其气不扬，虽出身而功未大成，犹同盟也。故虽往来而有所避，虽流动而有所障，其所欲之不实也。谓克也，谓敬也，谓所执也。故如物之出身而蒙昧也。物生必化，极则反。理数所然，内互坤正，外互离，皆相杂也。虽内刚而不尽其志，虽骄明而不得其光，此所以多变而不能自尽也。故蒙者，猛而不克微，蒙而不全愈，处乎昏暗之事，而不能独明；生乎避障之时，而不能独达，乃受其类也。此观卦而知象，见象而知义，必先择其所得，而早谓之备也。盖不能久蒙者，必求脱乎避障；不能安于昧者，必思至于光明。此将有所序也。所序为何？德行是也。夫阴阳交而生化始成，奇偶合而功用始见，此权益之大则也。蒙以阳卦而应用，阳爻仅二与上爻，以屯比之，恰成反例，则阳之舍身而降，实地位所限，以阳居上位，更无所进，欲不下达，将无所用之。此以降位正用者，乃义之变也。以变为常，则反顺为逆，故蒙之体用，成常变二例，而卦之气数，成来往两途。自卦言，常从下上，以顺为正；而自阴言，则从上下，以变为常。盖阴道逆行，合图定序，阳顺阴逆，乃的循环，以尽其度，而生化不息。故蒙卦为屯之反，恰如屯之逆行也。然气逆行，而卦自顺利，则其始终相疏，主宾不类，动静个别，吉凶乃分。故言蒙卦恰如屯之反者，以屯之正顺，为蒙之变逆。气所自治，理所治当，然非卦之罪也。如人战之，则宜于中辨其主宾，知其体用，以定其顺逆，而因其正变焉。故卦辞谓我与同盟二人，以明主宾之一人也，而设来往二道，以判体用之殊途也。故观六爻，各有二义，各分刚柔之当否，辨阴阳之宜否。一爻之中，有吉有凶；一室之内，有正有反。此故不独蒙卦如是，而蒙则其首立也。以屯正蒙变，为周易第一开合，为易循环。世界之大，人物之众，如此循环，以至无尽，而屯蒙先起其端。此圣人立卦是其立也。苟明此立，则以后60卦，皆可循势以得其道。数不至为一象有所拘泥，而无以通乎常变也。故蒙六爻之用，要分别其所属，而后可明其所至。若以为与屯同者，则无怪其蒙矣。蒙者天道，明者人道，不先自明，安求发蒙？此观象必之所先物也。以阳至身，
处于不可生，则为反而求之，以服其志。此往赤之循之意也。故阳与阴交，而贵在和；阳与阳阴，而贵在服。不和不服，虽交不和，虽阴不称，不利且害。此君子所以重自反也。自反求诸公，则得之矣。此盟之为交，而欲于同盟，而民其有我在，谓同盟师也。卦爻之意，故见于辞，而辞之未尽，又当求之卦爻。如盟之阴阳交杂，而不当位；奇偶互错，而不服阴。盟昧无知之状，障必难尽之事，亦足以小然于辞之所指，与圣人立教之所有矣。欲明其详，当更读夫辞。辞指教显，学者易于探索也。盟卦辞义，取盟昧之象，亦盟喻之形。故盟字上有草，下未茂，而中藏始，明其外谓草昧，上备壁障，中如使之蠢然欲动，以其内同似而外昏暗，心蠢动而行粗律。草草然之象，昧昧然之思，冒烟求出，徒耳以生，如草木之萌，其势勃焉；如布仆之茂，其见没焉；如渔望之处，其行止乎焉。故曰盟。而义则包备也。沿水流山下，有所压迫，生于地上，而不见光明；动于水中，而不可游泳，故曰盟。由人之盲目，或以物避其事也，以阳从阴也，以顺就逆也。故暗行不得达，而茫然忘其师。又如草木生于土，悠然忘夫日光；虫豸行于山，因焉忘夫温和。其生之未达，则所求也必切；其动之无味，则所处也必通。故盟之为盟，而不为害，以其自安于盟也。自安则亨，自知则明。此盟之名，虽若不足，而其行也亦服于亨，止也服于力争。此彖辞之备三德也。盟亨，匪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。出世告，再三读，读则不告。力争，宣圣讲义。此盟卦彖辞也。本卦亨利贞，三德皆备。独却远者，以盟为屯反，阳而阴用，故元德不招，而亨在前，利贞在后。不连举者，以亨属天道，利贞属人事也。大地元亨非人力所致，必天所与。利贞则人道之本，己修所及，故人事必先利贞，而天道则守元亨也。盟之为用，重在己之修德，以时常孽愧。道当盟昧，处世之阻，行德之困，上无可进，前无可畏。故以积德为宜，立行为本。立贞者，德行之基也。人战此，必先知之。道有龙屋，行有顺逆，达则进取，塞则反修。此故天下之达道，世界之公利，而人犹贵焉。人而为之，
将自失其平一，虽有才美，弗可成也。故君子以术致用，以义力行，非有求也，将以免救；非有贪也，将以全身。免救曰利，全身曰真。利真之称，君子所以成德也。故蒙亨天道，必由利真治之。利真不失，自达于亨，分为始终。治夫道之顺逆，别于上下，明乎行之先后也。蒙卦之气，与屯相悖，而数理亦如之。苟名顺逆，则利真之近于亨，亦以贯之矣。匪我二据，以蒙之道有顺逆，则其行也有主宾，蒙之为同盟，此正也。而我因同盟之求，以为之失，则变也。正变之间，主宾之义也。行变以为主，循正以为宾，此逆道也。逆而有成，故不为道，乃属夫亨。我不往求，同来求我，此故正道。亦由变之正也。人处乱世，顿亦为正，即变之正也。故行乎变，而道不失乎正。此我不求同盟，而同反来求我也。出世告，再三读三句，名蒙昧之事，人无所尊，必求之神。神告人以道之正变，而得循乎顺逆，此有资于世也。然神者不可独，由师者不可暇。暇则不成，独则害信。诚信之差，神不降临。故出世则告，再三则不告也。告者是也，是其道也。神者，人之师也。神以人蒙而是其道，必依于诚。人以神告而得夫道，必本于信。诚者不二，信者不疑。志在至三，人且已矣。平一以失，神人悉通。其不告者，非神不灵，人自乱其志也。故不告者，乃神道之志，亦人道之当也。同盟求我，我由神也。出世之求，诚信皆服。故盟者即盟，而求者有获。此君子正行也。而必始于利真，见乎性情。性情之正，利真之德，神人之通，同盟之养正也。此圣人通天神而济夫时穷，正教养而成乎同盟也。我自指师，亦指圣人，亦指神，而当其位者亦指之，故称我。而因有来求者，有蒙于前者，故称我。求之道多矣，而最切者，为弟子求师，人之求神，皆以不知而求之也。故彖此举为例焉。又蒙卦六爻，为二上两爻为阳，中隔一坤，亦如屯，而上下疏，则其道义，内坎外艮。坎为阴，九二在中，是内刚也。阳以刚行，而止于艮。艮阳在上，阳明下照，故有亨象。而内刚宜利贞，外明宜达亨。上为阳明，宜是神；下有其阴，宜得闻道。此同盟有求，而出世的告，
然阴阳杂处，上下不当，远近相违，虽名于上，而下茫茫；虽刚在中，而外昧昧，故异于昏迷，时生疑猜。乃有在三毒不告之语，明其决疑不可自疑，去蒙不可自蒙，必小于正辩之途，胜于顺逆之道，以力争之行，成民亨之官，方不困于蒙，而能养其正也。彖曰：蒙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。蒙，蒙亨，以亨行时中也。匪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，至阴也。出世告，以刚中也。在三毒，毒则不告，毒盟也。盟以养正，圣公也。宣圣讲义，此事彖辞也。言盟以坎险而欲更止，行之顺逆不逆于物，故曰时中。时中者，至道也。天下之至德也。人之所以成圣者，在乎时中，未能以时而终也。直义则乖时中，故君子中庸，必以时中。时顺则顺，时逆则逆，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，出无所至，而复不失中道，乃曰时中。蒙之能亨，即以行时中而永亨也。同盟求我，乃至所感应，以盟由辩之正，由盟而明，必两相应，乃见其功。我不往求，而同来求。正因逆顺道义，正辩情疏，以往义来，以明呆暗，两至相得，有如伏骨，故曰至阴。以行止皆当，欲合相从，无曲折逢迎之嫌，无尾蛇追逐之类，故称至阴。而见盟之所行也。出世以刚中而告，以服至阴之意。人之与神，正如同之求我也。再三不告独盟者，谓独神位自疑，疑则越盟。本求名而越盟，安用是谓？故曰独盟。谓其独而盟也。如人有不知，师以教之，乃疑师言，而再三问询，必越曲越惑，越辩越昏，此所以谓独盟也。神者聪明正直而义者也，义则不得二之，况再三乎？即卦象言，上下二阳，差相呼应，若更分之，将安以和？神赖人臣，而传其灵，分杂之思，人无诚信矣。故出世告，再三则独而不告矣。盟之所以用者，在此一耳。义也，忠也，直也，道义所以者也。合义与治，乃为正字。忠道以行，正义以守，此君子之于盟，有所养也。故曰盟以养正，圣公也。夫盟之难者，以其杂也。其行之顺逆，道之正辩，不异别也。故必有养焉，养其用，辩未正，处逆未顺，则由盟而明，由同入圣，由人合天，斯义教之大旨也。而独招于盟，以同之求之，惑之求辩，乃是盟之有养，则民夫圣人之功，
在立人道，以尽其天性，故曰圣公也。养正者，谓养之以复于正，以其当变；或忘正也，以其当蒙；或不见正也，故贵在养。因蒙欲养，有上下之别，在上曰教养，在下曰修养，皆蒙之所先也。而其意取于物之出身，的养始欲，不得其养，不全其身，为圣人谓欲，并天地生成，故养正之功，称曰圣功。由之养生之功曰天德也。蒙而求之，惑而求变，此养正之极时也。时而不养，则终蒙惑；养而不正，亦终蒙惑。为养正之功，斯所以谓圣矣。此蒙彖辞大义，不外是圣人义教主旨，而最宜之者，则蒙为处变以守正，顺时以行中，成己以敬于神，立志以明于教学，敦行以尽其性情，成业以达其道德。术者之意，概括彖辞中，而中庸少数之。学者读此，当并集焉。弘教附注。此文所指最精，要细读。蒙卦为易经代用之例，亦重在战吉凶，测顺逆，故蒙此有出世三读之语，皆举例也。名义之所以致用，即本于蒙；而64卦之变用，即首于蒙。蒙即屯之反，和权亦反正共36卦，上经18，下经18，以符周天数。此文王义之大序，而先者其止于蒙。蒙屯2卦，11卦。屯为阳之正，蒙为阳之变。变则阴，故用阴；阴逆行，故蒙之行以逆。此后天亦先天者也。先天无此分别，皆顺行；后天则顺逆并行，各有所宜。此夫子明主宾之别，动静之殊也。即按之用事异同，时蒙昧以极。而我与同盟所处异地，不可错我为同盟也。若失其主，则反为同盟所弄，此指圣明。故以二求字，指主宾之用意也。而问神亦是其道，出世告，再三不告，亦以蒙之义必也。蒙者，由人道以启天道。若人道失主，则不独不能启天，反受其弊。故此文明言之，而更坎之何？犹见其禁止之有疑否？此山下出权，必待君子之果行欲得，德行不足，权之出山，将安为乎？又曰：此文所包最广，而为权益最要之例。上古人道立教之始，即此意。故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。所谓神道设教，乃至卜筮以辨蒙惑也，乃为开明志，非谓于民也。而今天子谓迷信，臣后诬圣人，盖不独义，不知神道二字之意，以所隐形怪而疑神道，岂非妄乎？象曰：山下出权，蒙。君子以果行欲得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蒙卦象，明人道之应天时。
而有所谓也。盖蒙之象，谓山下泉流。泉者，水也；动也。山者，土也；静也。水在土下，静居洞上，此其为蒙也。生而不畅，行而有阻，昧然未明，蠢焉莫达。如物之蒙昧，而气之不充，神之不用，则茫然无可谓，同然无所知。是欲动而未能静，欲明而不见光，则其所持之不盈，所本之未足，必有其培育之道，有其之方，以反求诸功，而实立其德，乃可以因夫时，以善其道，因乎地，以治其功。故圣人于此，而序人以果行欲得也。夫行有不达，蒙也；果则蒙绝而无不达。德有不充，蒙也；欲则蒙开而无不充，以己所能，解时之困，超得之障，则君子之道也。故果行以求名，欲得以求用。名则无昧，用则全身。此君子处蒙而不害，且因蒙而成其亨，以全其力争也。力争者德行之始，亨者德行之成。此果行欲得谓蒙卦中必有之意。不独君子所行，凡人道无不如是。设欲蒙而不果之欲之，德行无成，将何以发蒙耶？蒙之为昧也。将以求名为障也。将以求通，通明之道，本乎德行。德行既立，则道行在我，用成在时，而动静闲宜，水土自在，不相悖也。故彼之同之求师，人之是神，有其指引，则不离于险；得其训敌，则不困于弊。故圣人因蒙而以神道设教以服天下。谓神之心有德，主有诚，诚信既服，德行不爽，则人能通神，同能济师，出坎而登，识艮而行，则蒙亨之象，正由屯之全德，而有坤之后，离之明，为光未用，恰得其时的矣。故君子一语，义之教也，人道之纲领也。事有治乱，术有通塞，君子履之，毫无所至。此象辞之旨，是人以处世之道，而指其顺逆之途；告人以应时之方，而归于力争之行也。弘教附注。蒙为离宫四变卦，屯为坎宫二变卦。二与四对，二卦皆二阳四阴爻，而屯以阳为主，故从阳爻之二。蒙与屯反，以阴为主，故从阴爻之四。此二卦之别，有顺逆之分，乃内外之意。凡卦皆然，皆取相对而成循环，故离坎二宫，二四两变，相次之屯蒙，为后天循环之第一例。学者必留意焉。初六，发蒙，利用行人，用说治故，以往令，宣圣讲义。此蒙初六爻辞，名初爻之用，而指所宜也。以蒙之求名，必之求通，则有动也。必先发蒙，
出爻之动，乃发蒙之始。由夫无知之众，出的所起应也，故曰发蒙。其所及于蒙者上为，不过发之而已。而利用行人，行以仅有罪，正所以发蒙也。罪人必由无知，以蒙犯法，其害必至困顿。唯以行正之，使知其罪，而悔其行，则蒙发矣。故利用行人，非以治故人，乃为托之也。说托古一字，皆出也。行其一，则其余不离治故；行其往，则其来不离治故。是行之，即以托之也。治之者，蒙而至于困顿也。蒙之甚矣，虽行以发之，使托治故，不在蒙也。此法之正，而行之人也。故者行人，必欲其教。杀之所以生之，罚之所以全之，皆人也。于行为义，义者人之用，仁者义之体。由是言之曰义，由心言之曰仁。行义而重的全，行精而后的深，则深全之德，行之所与，故谓仁也。而是则义，故曰利用。利者义之和也，以形成其深全。辩也，义也。辩而反于正，逆而同于顺，此蒙之道，而行之止也。利用行人，成其发蒙之用，用说治故，成其深全之功。在夫因辩而不失正，行逆而不悖顺，此经全之道，而有主宾之分，故不可往。以往则令，以其不同于常情也。虽有行动不可以往，必待自治，此蒙之用，相同蒙求我也。虽自我发之，而不及往，往则令也。往有二义，去也，既往也。行法不能自行，故不往；行罪不追既往，故不就以往。行之为深全，皆择其来也。其往令，不亦宜乎？令者，不正也，不宜也，不直也。故发蒙不以往取令，而重在顺逆之变，常变之分也。象曰：利用行人，以正法也。宣圣意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法以率众，正法以发蒙，彼民有尊也。蒙出六以用至公，而欲教于行，欲德于法。行立则教举，法行则得成。虽言行法，实民得教。得教者，所以发蒙之具，而不直用得教，则变逆之所谓也。故曰：蒙道与屯反，以宾主之意，实谓之差，不得不反。反而人归于正顺也。故必先自反而果行欲得。盖利人必自利，达人必自达。人蒙而我欲发之，不先自明，将何发哉？故行人者，必自守法，而用行，即所以正法也。民之所服，必自此始。92. 包蒙吉，纳富吉，子克家，宣圣讲义。此蒙92爻辞，明其用之得当也。92居内卦之正，
的阴阳之君，阳爻阴位，刚行柔阴，两相配合，乃为吉也。包蒙云者，蒙之言必也，如物备果也。包者，蒙且果也。凡物之蒙，必有其因而包蒙，则以外有所果也。蒙卦大义，以阳从阴，阳在外则包阴。92阳居阴爻，亦包象也。而全卦久居上位，未蒙之得名，皆阳在外也。而不言包者，以外卦之阳，自然成蒙。独内卦92，阳居阴位，阴过阳气，两相环绕，乃成包蒙之象。故包蒙之称，以其在内卦也。虽包而蒙，如物相附，辗转相逐，有不离之意。故包蒙人吉，不以其蒙而少之也。卦爻之吉凶，恒是夫刚柔之德否，阴阳之乖否，不皆逆于此也。蒙虽多令，而包蒙则吉。全卦多不宜，而92则有和。此卦爻之意，即刚柔之差也。阴阳相报，是谓之包。包即报也。故本一字，报蒙之意如上述，而其象则有如母之抱子，鸟之抱卵，又如夫妇之和好，雌雄之匹侣，相从不二，相合以生，此其所以为吉也。夫包蒙者，一刚一柔，一阳一阴，相抱相亲，正相投气，由强者之语意懦弱，智者之提切昏庸，以过即不及，以多易寡，以能即不能，以忠教不忠，则天地之要道，人物之大序，礼之所至，情之所协，为德之成，为行之至，则其吉也。不亦宜乎？故虽蒙而不害于蒙，虽包而反益于蒙也。此包蒙之蒙，以92之正用，而得相济相成也。故欲之于夫，则应纳父之吉；欲之于子，则有克家之财，以其正相求也。夫以求父，父乐其夫；家以旺子，子大其家，皆相应相感也。盖以阴阳合德，上下同心，贵贱和情，内外同治，则蒙者得所保育，而昧者依其提思。此包蒙之功，有养蒙之道也。故曰包者抱也，犹抱子也。是之最亲者，莫若母子；最爱者，莫若夫妇。而母之于子，不以蒙而弃之；夫之于父，不以昧而远之。而蒙者得教，乃克成其业；昧者得保，乃能服其情。故纳父必吉，而欲子克家也。克家者，能成亲之志，任亲之事也。父母之保育其子者，必忘其克家；而子之报其父母者，亦必以克家为志。此教化之始，成德达才之基也。而蒙92欲其义焉，则圣人重家教之为义也。家教者，始于夫妇，成于父子，盖人伦之本，人道之初，孝顺之道也。蒙卦全德，在民顺逆，不顺则逆。
反逆则顺。故蒙之无知不足忧，惟无教之忧；蒙之逆行不足患，惟其顺逆不分之患也。故褒蒙之相，在守明教于家人，而家人之臣德达才，即圣人蒙以养正之功也。此爻辞之意。权取抱持与包含之意。为抱持乃亲之，为包含乃爱之。亲之欲其身，爱之欲其成。包含其盟，而启迪于无形；抱持其盟，而养育于未明。此为家人父子之间，足以敬之，而德有所因，道有所同，则生者必全，成者必达，皆感之所因，志之所至，礼之顺也，情之宜也。象曰：子克家，刚柔节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节者发而终节也，阴阳相当，而包蒙相应也，故曰刚柔节也。虽指子克家一句，实括全爻辞也。而因子克家，足明其相的有功，子能取恩，则父母之教不孤矣，以见阴阳相感，恩德相报，人道之本，天理之正也。而包蒙之辞，犹见其道之广大，如天之父，如德之载，以其不弃蒙远蒙，而包含之，抱持之，以身之诚之全之也，则其所得者，亦必如之。圣人以此立教，而守自家教，其不仅为是卦象也歟。宗主父主，蒙者气数，掩蒙之辞，则人事也。人事必顺天时，而定静止。故圣人假蒙以立教，因蒙以明数也。盖人事自有顺逆之分，果当不利之时，必求其所立之道，不得无备于平日，而悉侥幸于一时。故天数如何，皆以人事因之，趋吉避凶，去蒙救民，乃人道之本旨。亦教之大则，无问天时否泰，运属包覆，其所处之宜者皆吉，不宜者皆凶。盖所谓吉凶，皆人事宜否所致，不以天时为救也。此人道谓济天之穷，而见人事之重要，非仅空言修救义也。读义者必先明此义，庶无备乎圣人立教之为义耳。又曰：蒙卦位上艮下坎，而其关系卦则有屯，有革，有家人，有父。盖一卦有先后天之殊，有升降之别，有比类，有对偶之差，即如卦爻辞。92所谓包蒙子克家，谓其有关各卦之意也。以艮之先天对兑，而后天变巽；艮之后天对坤，而其本位未正。此包有地雷复之象也。坎之先天为坤，而对离，故有风火家人之象，而其正对则是火革。以山则水火为八宫正对也，故有革复之意。子克家，克者，革且复也，家人也。纳父亦属家人，而兼同人之象，以天火之阙先后天也，艮之位也，坎之对也，故不曰成家，
而曰克者，以其有所格，有所负，由克己复礼之意。克乃负也。是文谓刚柔节也。节亦作接，其义通也。凡有节者，必有所接，必介于两者之间，如竹之节，谓上下接也。以蒙九二，阴阳在抱，刚柔相接，而得其度，乃不失其节，以不过也。又无不及，恰得其中和而和好，恰得其身权而感应。如夫的贤妇，家的孝子，虽蒙于先，必名于后也。故有克义，而重在胞蒙，胞而得中道也。故曰包含抱玉，皆由人得成之，则所化者，亦贤孝矣。慈孝相成，和顺相应，一家之福，及人类之幸。此圣人言教，必始于家，而言治平，必始于其家也。家道成，而人道立矣，则蒙养之为圣公，于家教犹可见焉。此九二之极，十大极矣乎！63. 勿用娶女，见今夫，不有功，无忧虑。宣圣讲义，此蒙63爻辞也。凡卦爻吉凶利害，关乎阴阳分合。如蒙九二，以刚柔相得而皆吉，虽蒙无害。至63则不然。3为阳位，6为阴爻，处内卦之上，失应辰之时，故不利于行，以其不相得也。爻辞所称，盖明其不当也。以阴行阳，阳之为，欲阴之盛，阴不自巽，而藐视乎阳，又欲阳之有气，浪荡牵引，乃是阴不自固，亦失其守。是以彼之父不守贞，而现今夫也。夫妇者，从义而终，贫贱不怨，此所以谓贞也。贞者，信也，固也。守信自固，乃妇女之德。今63之象，应当岳阳，不有其德，由妇女之不贞。但求华富美好之欲，而忘其洁净之身，则谓之夫者，其的家道之正乎？故不用娶女也。娶妻之娶，故同娶。娶女而逢当妇，则夫妇之不和，可以喻之。不用娶女，正以女之失德也。盖63之蒙，女之媚也。更之变训，有女而无妇德，以今夫之可慕，望玉体之无殿，乃以功训才，以行逐欲，蒙之诱蔽，陷之弥深。其事欲之所及，则乱家亡，国而有余。初不止夫妇之失和也。故曰无忧虑，言无所利，则有所害。利害相随，害之所至，必因物欲，以欲求物，害莫大焉。然不曰害，而曰无利者，正妄人之自恶其欲，而误迷于女色也。此以是交也。勿用者，境界之语，虽有来求者，亦勿尽也。为其蒙之甚，而不能自喻其德，此则贵我之行果。果以绝之，则不致害，不过无利而已。
觉之不果，而逆其色，则将随而丧生辱家，宁止无力矣哉！此圣人未尽之意在言外矣。以六三之不得因，而上九之不相配，故成此象。因缘乐阳，而必出于正。今舍正道而求私情之通，是逆也，不顺也。阳者上行，阴者下降，一升一降，乃成悖逆。故妻被其夫而别贪所好，此卦爻本义，一人道之变也。变者贵反于正，六三越变越离，其逆可知。象曰：勿用娶女，行不顺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，言失其顺应之正也，以其逆于道，悖于德，而图求其欲，则丧钟仆上之行，将何以善其后哉？此有介于娶女者也。夫人之情，必正于性，方为中和之德；天地之气，必依于理，方服阴阳之道。干曰利贞者，性情也。贞以为利，则性以治情之道。果不贞，安有利？果忘性，安正情？情欲横流，乃灭其性；贞洁不顾，乃失其力。故六三之无忧虑，以无贞也。屯之所以未顺者，女子贞也；蒙之所以不顺者，女不贞也。不贞之女，乃害其家，则无忧虑，必胜于其始也。以失贞德为王本，本亡则身不全。蒙之出身，先折其本，将何以自全乎？故不贞，又不独女子之害于而家也。人之不贞，丧身败民；政之不贞，失国乱世。皆以蒙昧之极，图之殉情逐欲，更无求名之心，逆行道失，以气为王而已。故六三之战，乃蒙之过，而无论何事，皆不利，以其行之不顺，变之不复于正矣。六四，困蒙令，宣圣讲义。此蒙六四爻辞也。本爻492而大义，包与困书也。困蒙者，蒙而困也。六四以重阴直时，而与92不接，以下卦之中，交上卦之际，而与出爻不调，困于阴郁，不克自明。虽居艮止之机，而忘尽止之意，徒以自困，不脱于蒙，斯谓令也。盖困者，必求通；蒙者，必求明。六四非当，无师之教，无友之辅。困而不达，蒙而不起，则虽有心，徒谓虚愿，不得其道，则无所适从；不欲其和，则无所导引。此困蒙之为令也。凡称令者，必其色而不达，志而不通，或令于道，或令于德，或令于天，或令于人，皆道之穷也。往之不能进，退之不能已，赤处踟蹰，莫或未立。此所以成令也。以处夫否塞之丘，逢诸险阻之地，欲行而难步，欲止而难习，心扰扰焉。
无所可否。至碌碌焉，无所从为。如人之令习也，故曰令，以其事之可耻也。夫蒙而困，自疑一期，其令也，乃其自恶。盖触蒙而妄求名，求之而不得其道，浑浑噩噩，误于虚远，谢谢蠢蠢，不知实践，乃自坠于井，自处于罗，不得正拔，以终困焉。象曰：困蒙之令，独远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独者，己之过也；远识者，导于虚而忘境，误于外而昧视也。故其令也，不亦宜乎？此圣人教人触蒙之无自困也。本可不困，因自用而困；本可脱蒙，因务虚而蒙。此令之为自作孽也。65. 同蒙疾。宣圣讲义，此蒙65爻辞也。蒙卦阳从阴行，其正位为5爻，而当阴则2爻。盖2爻为内卦正位，反属9；5爻为外卦正位，反属6，则65为坤之外，92为乾之内，坤外干内，乃阳内阴外之象。故65虽正而非当，以阳逆行从阴也。然65虽不当，而人主全卦。蒙彖辞曰同蒙，此爻亦曰同蒙，可见其为主象矣。蒙者皆当作同蒙解，而65一爻犹称，故与彖辞同。蒙之言同，非中蒙也。求父师之教育，以复其名，则不蒙矣。故同蒙谓吉。65既主全卦，得位之正，有时之宜，而内有92之阴，又在艮止之中，得静思之止。虽同蒙人不乖于吉，以同心无畏，同行无诈，直以为德，后以为用。虽蒙犹贤，此彼之至子不失天真之时。虽其行不彰，其功不大，而顺夫所生，守夫本分，则其所成必良，所动必正，有施保之象，得教育之资，则其身权之德，实天所与，而生成之道，亦时所为，顺天应时，安居莫行。虽出未蒙，终必大名，故谓吉也。夫同蒙之名，与其实服则内行无亏，天真之美，赤子之心，不为欲诱，不为物役，纯然出名之时，混沌未凿，虽善恶未判，而人为善，以无恶则尽善矣。既悠然无畏，静焉无私，则本乎行言之真，习乎生乐之欲，出无所贪忌，无所志求，则无吉凶可言，而人不离于吉也。故曰顺天者吉，顺而不与时侮，不与物害，则其吉也大矣。象曰：同蒙之吉，顺以训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5阳不自刚，而下从92，阴不以阻，而旁切63，阴阳相从，刚柔相应，故成顺训之象。正如同蒙，克律父师之教也。
人类之极者，必居上而自卑，处贵而自贱，不骄其位，不恃其才，方得人之悦服，而能受其教义，为其克顺以训也。六五处外卦之正，为全卦之主，而能以阳从阴，以上理下，虽蒙于阴，而顺乎世；虽居其位，而能训其行，故有顺训之德，而得占位极也。更辩对训，干邑未坤，皆顺训之意；蒙卦之用，皆以顺为正。而有逆者，亦必复于顺；有变者，亦必反于正。不乖顺正，则蒙为吉，否则凶矣。故蒙有天道，有人道，人道必以力争为本。故六五以顺训为吉，即彖辞全章，与象辞总释，其义皆于此爻见之。彖辞之蒙以养正，象辞之果行欲得，则此爻之所以称吉也。为其养正，则同蒙可克家；为其欲得，则力争达于蒙亨。故重在人事也。此圣人义教之始意，虽只同蒙吉三字，足以喻全卦之用。占之者当之所宜矣。上九，吉蒙，不利未寇，利欲寇，宣圣讲义。此蒙上九爻辞也。蒙卦辞旨，不外以明其蒙，以人计时。此圣人力教苦心，非徒眼及凶利害也。故讲蒙之用，则引屯之意，以屯为反也；讲蒙之道，则止革之意，以革为对也。反者，使之求己；对者，使之见人。求己，则知所得失；见人，则明其逆顺。无非欲解蒙是惑，而救于昭昭；定为福颠，而错于安安。以人力治其功，以天时见其效。故六爻之辞义，皆主于教育，而未以其蒙弃之，或则之也。盖人之称三才，以能为喻也。谓喻者，部分所失之大小，所受之厚薄，一体同仁，是天地之心也。然亦有说焉：天地好生而不去杀，圣人好人而不去兵，则灾者宜培，亲者宜富，天之道也。善者有赏，恶者有诛，人之道也。教而不改，则求于行；事而无谨，则加之罚。以身法纪，正行为，安良民，定邦国。不能不宽猛并用，恩威兼施。关于上九吉蒙之辞，可以见人道之有权矣。夫蒙，皆以教决之，以德养之，其过者以行正之。此前各爻辞之所指也。未有以吉之者，而上九则尽言吉蒙。盖亦有不得已之道焉。以教之不听，养之不化，行之不改，思无所失，宽有所限，则不出于吉，必受蒙之害。处可及而不及，有可教不教，可养不养，可行不行，自失其道，乃终于蒙。此即蒙之宜于时矣，非蒙之虑，而为吉之贵。
以一疾则蒙解，而道乃明。正如盗匪来寇，必有一疾，而后足以自免也。故曰不利未寇，利欲寇。言欲寇者，即蒙之事也。夫寇者，为人之害也，而欲之，所以止其害，而保其民，除暴以安良善。人蒙养育德之功，故上九以欲寇是即蒙之意也。上九，以阳居上位，高而有所主，刚而有所畏，以阳谨阴，上临下，此执政之位，而堪乱之时也。既非家庭教养之时，亦师弟教学之事，当其蒙者，既非刑罚治局之欲，亦非独辖布告之伦，则戒之不宜轻，欲之不得缓，此急之所急，而欲寇之不惶矣。以居其位，成其实，不太过以训蒙为非，不及以包蒙养患。彼非同盟之无事，亦困盟之无能。纵之则害及国家，容之则扰于众庶。此盟之甚至于未寇，焉得不及之欲之乎？况人道者，应时顺天，以其于平。逆则求其顺，变则求其正。顺正之道，乃义教之大则，以蒙而未寇，逆之至也，变之惧也，不有急欲。将悉以顺逆而正变哉？若处蒙寇之时，而忘急欲之备，以备矣，再随其蒙，而自未寇，则犹备也。故上九之战，只利欲寇，而不利未寇。未寇自备，且害其身，宁止不利耶？以时虽蒙而当急，虽寇而当御，则不当者，必有害矣。故辞明其利，而隐喻其害，盖以是顺逆之道也。顺乎急欲则利，逆而从蒙寇则害。主客既分，吉凶自见焉。象曰：利用欲寇，上下顺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阳极而下，刚健而行，以正逐邪，以明诸昧。道合上下，是理之顺也。且蒙卦以指陈显，以常欲变，其道易屯，其类尽格。刚以从柔，上以从下，义之所当，自成时宜。各爻皆以主宾并论，明媚相比，以先自珍而后亨利，以先欲得而后正人。故不失其主者，蒙之道也。圣人以此安天下，保民人，立教化，移风易俗，除恶全善，而归于通神明，全身顺性，成德达道。此其辞之曲折比辟，各有所指，非圣人苦心，安能与于世哉？说者以为蒙昧之秋，人将无可畏而自弃；或以为蒙蔽之事，人将无所辩而自暴。忘其启蒙之主，正蒙之师，而比于顽童，校尉流寇，则其未害，宁有至乎？故蒙者，生之始也，必有以权之遂之，乃无利于身，而得其道。此辞之谆于顺与正也。顺正之变，须河豚以观之。
而全变之途，则在参夫革卦。此由象之自然变化，即人道之所谓准则者也。读者审之。宗主附注。按蒙卦称蒙以养正，而一卦亦称为养正，足见二卦有相通之意。盖蒙位艮合坎，一位艮合正，皆取艮在外，得之指有定之道也。坎与正，皆一阳在内。坎则阳得中位，正则阳出地上，皆本身动之用，而得合艮之静止，是名是其道，在能顺时自止，以全其身也。故皆有养正之称焉。读者何一卦观之，则更了然于蒙养之教矣。又曰时事变迁，气数随意。一卦六爻，13位4，爻有爻用，卦有卦用，皆随时位变化。故蒙卦自出爻起，一爻一象，各不相同，而气上爻情势更异。此卦爻大利，于蒙犹未明晰也。盖蒙该顺逆之道，有主客之分，以时位之差，成转换之象。此气属使之，而人事则宜注意所谓随时之意也。虚卦干下坎上，宣圣讲义。虚卦卦象，上坎下乾，为4阳2阴卦。阳多从阴，以阴贵也。阴先于阳，所谓二君一民之象，谓阳尊阴贱。今尊者卑，而贱者贵，是反乎道。而阴以少成贵也。阴少而在先，阳重而在后，即君多民少之象。君阳也，民阴也，上下之差也，而非关乎卦位，以卦之体言也。卦以阳少为阳，阴少为阴，以少御众，即以君御民之利。然阳卦以阳爻之奇，阴卦以阴爻之偶，就三化卦言也。若合之，则恒反其阴阳，阳反成阴，阴反成阳，一极则反也。虚上坎下乾，皆阳也，而合成虚，反为阴卦，乃阴阳多阴少故也。此虽就六化卦言，而以八宫卦属论，亦如是也。虚者，坤宫之卦，游魂之气，以坤游于前也。下之讼卦，则干宫之变，而离宫之游魂，以离气游于坎也。故乾坤离坎，四宫相通，先后天之谓同，先后天之用变耳。虚以坎乾合，曰水天虚。坎居乾外，水在天上，以水上天，谓云谓雨之象，由地位变也。故虚自上谓雨，干天也。天者覆下而四垂，云随天覆，下垂成雨。故虚自下从而乃天自之行，亦复而下垂也。故天自传作特殊图，其自行如卦象，观自可知卦矣。虚卦六爻，二阴四阳，初二三五皆阳，四上谓阴，内卦皆阳，外二阴一阳。由卦之本体言，上下皆阳，由其合言，有纯阳与变阳之意。坎谓中南，阳之变也，以干交坤所变也。坎虽名阳，
而后天代坤，故谓变阳。非如干之纯阳也，然上下相当，先后天之谓相对也。以阳合阳，而变相得，故卦虽过，而不失于中，则有坎之上于前。夫阴阳交用之意也。阴以上升，阳以下降，谓交用之正。如太如纪纪是也。太以天交地，纪纪以水加火，皆得交用之正，而成和也。虚亦如之。干由离也，坎由坤也，故虚与明夷，与太纪纪相似，而宋与晋与否谓纪相类。以乾坤离坎相交为合，相悖为利，虚与明夷，犹不失其和。若宋与晋则利矣。此因上下卦之序不同也。而虚者本与宋反，与晋对，反者谓往来，对者谓匹敌，各不同也。以坎与离，坤与乾相对，而坎乾与干坎相反也。反者一卦之反，如屯与蒙也。虚反为宋，宋复成虚，二卦指一卦耳，以上下异也。然上下既异，则得用不同，其序已乖，则分合乃别。虚与宋相差，即在此反复间也。夫虚之象，阳多阴少，阳极求阴，与屯蒙相反。屯蒙皆四阴二阳，而虚宋则二阴四阳，亦恰相反。故屯蒙为阴求阳，而虚宋则反是。阴以少而难阴阳求，则有所求者必极，极则必争。故虚后谓宋。虚求也，宋争也。而虚之所以为求者，以阳之所虚也。夫阳者，气也，道也，神也。阴者，直也，物也，行也。以多求少，则求者切，而攻之者易破。此虚之所以为求也。然人物之身，所需之最近者，莫过其生活所用也。如饮食依据居士之类，其至切者，饮食也。盖彼人之出身，他无所事，唯欲辱耳。物生亦然，以所需观其生命也。屯蒙其始生也，则继之者，生之所需，故须次蒙。而以见圣人全身之道也。生者必有以全其身，育者必有以成其育。此圣人于民，必先利用复生也。民若失其所需，则安能生哉？故虚者求也，阳求于阴，民有求于物也。物以济人之身，成人之养，是物者。天以生养人物者也。百物皆然，而有所需者，有缓急之别而已。以虚者虚也，虚者呆也。呆其所及而与之，虚其所欲而复之。此虚之为阴乎求也。而阴象以见焉，故反阳从阴，阴晴变物，此虚之道也。圣人人情之至也。不能矫情以生，不能训物以育，则有待于虚道焉。虚者审所需而后与之，变所及而后待之，不立乎情，不乖于性，不忘于物，
不称于欲，是格物致知之道也。虚者格物之道，讼者致知之道，此大学始教也。故大学言格物致知，而即听讼也。此教义一贯者也，而后人多呼焉。不言异象，何以知其故哉？虚卦象，既以坎乾合成，而皆得半，是水天一气，与在空中之象也。其所变化者，有关乎对与离。2至4为对，3至5为离，合之成魁，以上下相聚也。与在空而为极地，亦相离也，则有所盼望之意。如汉之望云霓也。夫物之出生者，为台与草，而其所养者，为雨露与日光。天生之以成物，复与之以为养，不外于日光与露也。无此则不生不养，则无物。是以物之所需者，日光与露而已。日光为阳，乾也；离也。雨露为变阳，坎也；兑也。虚象以二者合成，纯取义于世，而以见天之生养万物，与物之待天以生以养，全由乎阳气之合也。以气化炎，干阳化离阴，坎阳寒兑阴，以阳变阴，而成相得之物。然阳者表也，阴者内也。阳以在也，阴未来也。是阳有叛于阴，而不能不待之也。如物之待日光与露，必因时而后得也。有其一者，未必兼其二。有日光者，则盼雨露；多雨露者，则盼日光。皆不免于待。因待成虚，因虚成卦。此圣人是人以生生之道，而民乎生养之不可苟也。天故生之养之，而必有以调之。不调，则生者反死，养者反害。如过尽则腐，过旱则骄。腐与骄者，非不养也，失其调也；非不生也，失其道也。故曰中和者，天下之本也。为道乃中，为调乃和。虚也者，中和之则也。雨在天上，则不失于境；日沉水则不失于交。而万物皆以生以养，以权以成，不复复于天，不复立于道。此虚之所以谓虚也。盖过者非虚，不及者非虚。过者太多，不虚而畏；不及太少，不虚而怨。畏者无益，怨者寡恩。故仁义之道，无过不及，乃真虚也。不生者不虚，以死者不虚。生而未死，乃成相虚。故虚者，有必虚之道焉，有宜虚之道焉，有恰虚之道焉。以和中和是也。此天下之本也，生化之序也。因乎二气之感，依于两卦之和，乃见虚之意焉。非徒以明夫吉凶，察夫利害也。就卦理言之，凡物之所养所求者，必因其所观重要，而莫能自已，乃不得不虚之也。如人之身，食饮所需，衣服所需，居住所需，
身具所需，德业所需，皆是其必要，而后名之为虚。若可有可无者，非虚也。不独不虚，或反拒之，以其害于身心，累于家国，则不得名之虚也。如奢靡之嗜欲，浮夸之习上，邪僻之风，奇巧之物，会淫会道之业，又奸又恶之气，所以害民德而损民生者，或民智而独民命者，皆不独不得谓虚。且当摒弃勿尽，不独不得有虚，且当尽致与皆。此即节欲善养之道，而中和之治，性情之正。夫人之所以立为道者，即在此意。果不虚而虚，非虚而虚，则乖夫义之虚，而人欲横流，天理灭绝。所谓生者杀之，养者正之，以速其生命，而趋于死亡，则天道已毁，人道已断，更何须之为？此乖乎生养之利哉也！君子之所警戒焉。故于虚卦取本于前，欲人之朝干细剔，而戒惧情欲之害，以保乎性命之正也。取则于坎，欲人之履险道为，习坎谨而不陷，治水是性。知坎淡而有常，以合乎中和，而达于道德，是虚卦。立亦属者也。人之所以别于善恶者，非生之疏，乃习之易。故习坎之险，谓一生之戒；非性之差，乃情之误。故正性明前，谓终身之忧。干替以节其情，而虚以正坎险以避于欲。而虚不迷，则虚之道德，而人之身全矣。成己足以成人，成身足以成物，则虚道之推广，即达人之功，格物之业也。物质之知，人道所使，其敬养生以哉？而无物不得其生，无物不得其养，不悖不害，宁有他哉？天下共生成于虚，无一物之失所。彼诸干元大生之德，亦无让焉。此虚之为人物生养之正，而天地生化之源也与。虚有福，光亨贞吉，利涉大川，宣圣讲义。此虚卦彖辞，名虚之代用也。虚以有虚而得名，则其福也已矣。福性也，和也，相得而相应，有和而有成，乃其德之昭于外也。盖虚以坎合乾，以云上天，天水同气，阴阳相协，虽阳重阴处，刚内柔外，而情之相望，志之相投，乃成相虚，以称有福，是其效也。有福之象，莫大于丰泽中福，内阴外阳，阳重阴少，以阳包阴，而相衔接，是曰中福。言中之阴与外阳福也。今虚之福由于是，阴下扶阳，上下相报，阳上旺阴，内外相成，故曰有福。言其有类中福也。然中福，福之至也。虚以坎从前，非全福也，故曰有焉。以虚之相虚也，非利合也。
有待于时，非以服也。有志于服，服者，必相抱相亲，如鸟之孵卵也。而虚则呆抱呆亲，故曰有服。气动而有阻，未立而有待，如云霓在望，而雨则之将如也。故有服者，明其必有和也。夫以阳求阴，以水之性，阴天之春，春水相生，万物群育，则服者，天之所以化育万类也。无阳不生，无阴不育，生育之和，乃虚之用也。以虚之从干变也。干主大生，虚以全之；干主大始，虚以育之。此有乳养其子，培润其孙，和之则生成，分之则夭折。故虚之用，从干化也。而阴坎之阻于显，积以时，故有待焉。然德犹在也，以克遂其身也。故曰光亨贞吉，利涉大川。光者元也，元而见者曰光。阳之昭也，日之明也。元阳本不见，而光则可见焉。曰光不曰元，明其用之见也。光亦似元自是，以为元而非元也。元则其体，光则用也。光亨由元亨也。以前在后天以离，而爻中又互离，天以日明，故以光亨称也。贞吉者，贞也而加以吉，则贞德之用于是矣。贞本该吉也。利涉大川者，利也而非全利，为涉大川之利，亦如髡利牝马之贞也。此本干之四德，而大小殊，内外异也。干上遇坎，天而逢水，故利涉大川，以水天一气，而德用同和也。以利涉大川，明水之利物，虽有阻而不阻矣。夫干之为德全也，而虚则有限，贞吉矣。而利止于大川，亨矣。而元见于光，则虚之用以明明矣。以虚者，因求而与之也。生者养之，行者育之，非自生也，非自形成也。故得急于养育，而不加于始，不先于生成。有鸟之以有卵而孵之，以有雏而乳哺之也。其用在生之次，成之际，而其象谓日光与雨露也。日以宣之，水以润之，以遂其身，培其成而已。故称光以待元，称涉大川以示利。光者日之德，阳之用；川者水之德，阴之用。阳生阴成，不外光热与润泽也。而虚之所本者即此。故四德虽具，而功用则殊。此故卦象所现也。而辞由生明之，利涉大川，故谓润泽之功。上有周集之利，故谓浸盖之用。上有渠渎之宜，盖水之用大矣。如沟如池，如江如海。生物者所赖，处物者亦有虚，养物者所宜，防物者亦有益。故水利之广，不独为润物矣也，更有尽者，则天空云雨，莫不争于川泽。人生饮食，
莫不及于泉源，而以治火之灾，生木之德，平调造湿，防护城阙，其利之多，未可尽数，则须知利涉大川者，其为大利也乎？川者流也，川流不息，上下皆见其利，此云雨在天，而应见于利涉也。涉者相及也，连接也，度也，而以利言者，言利所及也。不独为度周之欲也，以虚之象，故以水在天上，则水之利当普及天下，非止于一川也。此所以称四德之权，而略别其用也。夫虚之为道，因性情之正，是欲之宜，而后见焉，故曰虚有福。光亨贞吉，明其必本于真正以为利，必因乎中道以为亨，而非中非正者，不足用也。反乎亨吉者，则令也，凶也。令之不亨，凶之弗吉，人所知也。而不由中正，则令凶，人或昧焉。盖谓明虚之道也。以虚者，情之见也，欲之达也。情见乎外，欲达于物，而后有虚焉。苟失中，则情迟而忘其性；苟乖正，则欲自而害于身。性忘则令，身害则凶。此亨吉之与令凶，纯系乎中正之与否也。辞曰有福光亨贞吉，虽名虚之德，似于乾坤，而是虚之道，却重于中正也。有福者中也，真者正也。有中福之道，全真正之行，乃合亨吉之战，否则利矣。故虚之为虚，必先审其情欲，而辨于物好；必先顾其性德，而察于是非；必有福而后光亨，必克真而后吉亨。吉亨者，天道也；福真者，人道也。人道不治，天道反常；人道不为，天道思因。臣以虚之卦合乾与坎，内刚外显也。夫情之急者，杀人勿恤；欲之甚者，暴天不息。故罪恶之臣，必因情欲；而救殃之起，必缘物好。为其生于情，发于欲，亦临于恶也。设无以节之，其害不胜言矣。如水之益也，如火之焚也。水益乃清滴，火焚乃燎原。其始也，涓涓之流，灼灼之焰而已。其终也，不可遏制。以挟其刚而行于险，则其导为福祸，亦是事使之。故彖辞曰光亨，名其为火，使之有光；而物燎物，曰利涉，名其为水，使之克季；而物逆身，此虚之待用，亦人生之大则也。苟不以性曰情，以德却欲，则中正既失，祸殃无穷。杀众以快其私，毒物以穷其欲，则天地生化之道绝，而人物常欲之道乖。宁复有虚之用哉？宗主复注：人生于天地间，其有生也，与万物同，而必有以养之育之。
以全其身，此不义之理，必然之术也。若有生而不育，有生而无养，不独无以全其身，亦无以言其类。譬诸小孩，无父母保护乳哺，衣服温良先不夭折，子还夭折，何以言其宗？人类灭绝，何以为天地育万物？则世界不己混沌于。故有生者必有养，有养乃克全其身，是生养之道，一贯者也。若养不至，谓之无生亦可。天地主生者也，而亦主养，生之养之，天之道也，人之事也。取天之物，而攻其养，是人事也。故天生万物，生养俱备，而何生何养，则哉人之自责，不独人也。物之有之者亦然。虎狼食肉，蛙饮饮泉，各为其养，而遂其身耳。是养之于物，亦不可一时缺。唯人类犹贵其全焉，以人贵于物也。所谓全者，不独除患越口，衣裳蔽身，居有其居，行有其道，为安为事，以生以养。而又必有仁义之道，忠信之德，礼以序之，乐以和之，智以明之，神以灵之。则所以养其心者，育其精气神者，亦当求其备也。是则人之所以为养者，其所观不其重于，亦于屯蒙延伸之初，而以虚治养之要。虚养人物，以全出身，其义故至切矣。而学者或乎焉，故夫子详述之。此虚之彖辞大志，皆以全身治养为本。无论养身养心，养形养神，总不可无养，则民之虚者，亦足见其所需之甚也。大哉虚乎！天地生化之原始，人物绵延之枢机，皆在此虚卦中矣。又曰虚之为养，饮食一切，凡有生者，皆有虚于养也。至于人之为养，除在虚见其大概外，以后各卦常有分论之者。如蒙之蒙以养正，小处大处之欲得成用，皆其利也。而专言人之养者，则在一卦，以养正为用，与蒙同工，而自求口实，与士科同义，莫不通于虚之用。其观道德之修养，性命之正，情欲之治，则如履，如节，如弦衡，如损益，如千喻，各卦皆本干正性命，合太和之意，推而产之，以民夫养者，而归结于济济焉。济济以成也，言以达其养志于成耳。若图口体之养，物欲之虚，则是科之外，如井鼎，如奔履，各卦又莫不本于虚养之意，而者其要道焉。此义之全体大用，不外生成变化四字之推演。生者成之，有生必有养。人本生物，无时不求全其身，则凡生之所需者，何一不观人道？亦何一不属义教？此各卦在四论之，不以为独者，实有养生之道。
吾在不虚耳。今讲虚卦，虽以着其大纲，望读者推而循之，以尽其养生之道。而近夫圣人教养之旨，则一经一书，不须读矣。彖曰：虚有夫，光亨贞吉，虚虚也，显在前也。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谓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立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者也。言虚之辞，有夫光亨贞吉之战，乃由于虚之能虚也。虚则有待，有待则有和，有和则有得。虚以坎居前上，显在前也。天在水中，刚健不陷也。坎虽显而先于前，是干之动，因显而行。天以刚健而居水中，水天一气，是刚健而不陷。水与天随行也，以显在前，而不畏阻；刚在中，而不致陷，则其义不困穷矣。困者行有阻也，穷者动而陷也。今虚以不阻不陷，虽内刚外显，的气之和，谓道之福，故不困穷。虚而不过乎物，虚而适应乎时，求不出位，待不为天，则其所行必夷，所谓必成。何困穷之虑哉？然以虚称者，恒多患穷；以虚称者，恒多忧困。求之不得则穷，待之失机则困，此情理之常也。而虚之用则否，谓其不失中正，而能以坎从前，以水为天，天水相同，干坎合得，此所谓为天位而正中也。坎之中阳以从前变，干之内见以应外显，其位得中，其用得正，故能有福，而得光亨贞吉之战也。此数句，皆是有福光亨贞吉者也。其立涉大川，往有功也，则是立涉一句。言虚辞所云，立涉大川，明其行而不阻于险，刚健而不陷于困穷，故能往有功也。功者，用之成也。虚以水天和，而气类之服，道应得邪，如川之流，而光亨之大，贞吉之允，两相契洽，其用乃成。故立涉大川，明其所需之有德，所往之有功也。其道全在正中二字，为中乃立，为正乃通。立以应时，通以达道，达道应时，何功不立，何求不遂。此虚辞之意，全在乎正中也。故过者，不及者，皆非中正，皆非利用。此圣人免人之所处也。宗主附注：彖是文颠倒之句，因疑正，以穷中功，皆业运之文，而一气贯串者也。此节重在明虚之观格物，是历来注释者所未及。今是西方学说，重物质，主利欲，图自逞己之私，而忘逐物之害，是不知圣人格物致知之教，与易经虚颂反复之意也。象曰：云上于天，虚
君子以饮食宴乐，宣圣讲义。此事虚象及其用也。夫虚者谓养生也。养生者，生之不可少者而必得之，乃名虚焉。人生之虚，首推饮食，次则宴乐。盖饮食以养其体，宴乐以怡其情，是人之大欲也。人生而有生，知而有情，身体必有养也，情好必有乐也。虽圣人不免焉，故名之虚。而象此所谓君子以饮食宴乐者也。此词之所指，含义甚广，谓水谓雨，谓泉谓云，皆坎也。是其所指而别之也。在德曰水，在空曰雨，在山曰泉，在天曰云。一物而四名，且不止四也。凡此类者，皆得象焉。以坎先干，则云天之象也。夫天与云，同其位也。干之与坎，一上一下，亦同其气，故云天谓虚。言同气相求，同位相应，此数之自然，理之自治也。天与云同，气流得和，则其相虚也。数理使然。天不为生物之主乎？无云雨以润泽之，则不生。天不为化物之载乎？无云雨以蒸湿之，则不化。生也必得水之养，化也必得水之濡。有日之宣也，必得云之阴；有风之燥也，必得雨之盖。是天之虚于云，而云亦因所虚而虚之，则云不自成，天之所化也。故坤得干而变坎，土得水而真云，亦相虚以成也。由天地之虚，而万物生化；由人物之虚，而大道流行。故虚卦以云上天而成象，而君子则以饮食宴乐而成德也。夫虚之于人，亦恐多矣。独具饮食宴乐者，谓情之不可治，而欲之不可纵也。情性之宜合，而物好之宜审也。饮食者，情之所需，身之养也。宴乐者，欲之所需，性之合也。人生必求其合道也。故节欲以事情，治情以顺性。性者正也，中也。以性主情，中正之道也。求者应之，而不许奢；待者与之，而不许泰。发乎情者止乎礼，发乎欲者调乎乐。礼乐者，人道之始也，中和之治也。中以同于性，和以正乎情。情正而复于性，则人道之成也。故君子不弃饮食，不废宴乐，将因以调情性也。干之刚健，性之体也；坎之显现，情之用也。有钱在内，则坎不为显；有性在中，则情不为害。此君子因虚而立饮食之礼，治宴乐之乐也。阴阳相接，刚柔相洽，人事之和，人道之正，此天下之所以治也，万物之所以生成也，天地之所以谓欲也。一道立而众善随之，故君子不可不革物也。物者，所需之兵也。主不害兵，兵不独主。
相安以生，相乐以育，则格物之至也。格者，民变之而生成之，各得其所，而同乐夫天命也。书所谓格于上下事也，必有道焉以化之，有德焉以怀之，有典则焉以循例之，有礼乐焉以鼓舞振作之。是皆格物之事也。故须向事闻，而具饮食宴乐，明君子之行，以服亨真之极也。既亨且极而免于困穷，腹中以正，而成其道德，则饮食之不匮，宴乐之有方，又在言外矣。须知待用在有虚而不及，有虚而不退，是谓德中，是谓守分。盖以刚行险，以坚忍自持，以信正情，以节约自信，故能行险不陷，触动无阻，许以为进，见以为成。不保所欲，则不避于物；不耻所求，则不离于害。此中正之德，而能以道育物者也。故须向此，生其意焉。初九，须于交，利用衡。乌九，宣圣讲义。此须初九爻辞，民须之所使也。夫须非为人所读也，而辞则多指人。盖天道必及人以明，而须之用，犹必待人事以者也。交者，旷远之地，平坦之处，人所虑也，所游行也，所赖以护城郭也，所备以便目处也，所需在于农役之事，行旅之途，郊游之路，瞻望之区，有可谓守，有可谓行，有通达往来之宜，有培植物产之利，故谓须之始也。然曰交，而不曰也或他地者，亦有异焉。交也，居间谓交通者也。有国交焉，有城交焉，皆有所交界也。虚者虚也，有所待而将行也。行者，自耳而远，自平而深，则虚之始于交也。亦是礼之宜也。天道物广，人道物平。天道贵实，人道贵久。交之广平而能久，且利用时者也，则须于交者，必利用衡。衡久也，衡久不变，非城庐之易改，非山谷之难登。其势既平，其用可久，故利用衡者，不独人事也，天时地利所谓也。而衡久者，即天道不习之意。天道不习，乃成其大；人道不习，乃成其利。利用衡也。乌九，则知虚之初爻，即干初九，前以行健不习，故须初九亦利用衡。利者，天之利也；用衡者，人之利也。因天之利，加人之利，则须知待时而进，因利而利，此人天之气也。不独无咎矣，而以初爻不关人道，虽欲于人，就非人事所及，故云无咎，以无功可言也。虚之始也，非虚之成，则交者，亦非人之居也，天道之见耳。战此者，当明其意。诸卦皆然。
盖不动者也。然横之一字，则人道所贵，即干之行健。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虽不动，亦必有恒。恒而后无咎也。象曰：须臾交，不犯难行也。利用恒，无咎，谓失常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出九虚之始，不进而陷于险，民其难行，而不犯之也。利用恒久，则有常行，常以为德，则无咎矣。盖处虚交之道，知难而不动，以待时至；不动而不失常，以守其位，则虚之正也。初九在下，本非动时，而所难者不动则殆，不进则懈，懈怠失常，遂离于久，故不犯难行。贵乎用恒，恒久自居，其进以时。此君子居易四命之道也。不为物役，而不弃乎常情；不为情类，而不悖乎中道。物我相安，情性自适，无险阻之虑，有恒久之心，则顿居而不困穷，出用而无损失，行乎其素，守乎其常，居乎其安，乐天之命者也，准情着理者也，更何救哉？故出九虚于交，谓世人以坦荡也，告人以平安也。其内宜然，其外宜然，其动亦也，其进广也。此体干之道，而明天之命也。乾以恒毅之险，天以大身不息，故须出九以之。须知九二，则稍尽矣。九二，须臾杀，小有言，终极。宣圣讲义。此须九二爻辞也。九二者，干内卦之中也，谓正乎内，其本不同，故当前进。杀者周也，水之进也，而非水也。杀在土石之间，教土为坚，教石为碎。进节之直，所系之体，积于水旁，隔于陆地，此其为象，一乎交矣。其用亦殊，济水者所履焉，集权者所治焉。无物之繁，而有皎洁之志；无声之富，而有摩荡之功，则其为虚，必有故也。夫杀周也，而不曰周者，以虚九二之有形也。形必取于动，周止而杀流，故曰虚于杀。且杀自谓水少，名其爻象之阴也。虚上为坎水也，下之前与上阴，而其爻则二与五为阴也。五在水中，二则非水，故曰少水。此虚于杀之意也。杀既进水，二至四爻，互对成则易水也。对为说言，故曰小有言。以杀之与水灵，其势若敌也，而非真敌。小有言谓宋棒之意，亦因互对而成象也。然虚于杀者，将涉水也；成乎刚者，将以御险也。得乎中位者，不为人之言；行乎正道者，不忧人之谤。以其守于中正，动于光明，
上下相符，静躁不过。故虽小有言而终极也。不以饥而失志，不以宋而汉人。自居民节之方，而近乎澄清之地，则或遭谤而终白，或被谗而终明。故曰终极，以其习广大之见，而怀皎洁之情，经激励之余，而存好慕之思也。故此彼之须臾杀，而战终极焉。象曰：须臾杀，眼在中也。虽小有言，以及中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最要在一眼字。眼字，就外形言，以一行字而中含水字。水作三点者，流水之象，而行字系赤处之和，左右部也。水在部旁未涉，水在部中未掩，皆行于水也。就其一言，掩者掩也，夫成其事而掩习之也。掩者泛也，泛同义，推流波远，而泛滥谓波未涛，未川未泽也。故掩字皆含推广义，如大掩之名，以掩天地之数也。掩本一字，而掩则包宽广平远之意。盖义则近，义则远。近以地推，远以平流。地推则越掩越繁，平流则越放越远。故如水之泛漫也，又如沙之推移也。以九二之象，居内卦之中，位干之正位，天之中央也。而上应九五之坎，坎干相从，水天一色。天则广大无垠，水亦泛漫莫止。而虚之道，用见也，不可骤尽。必如水之浸润而平远，以因天之广漠而清澄，方谓虚之正用。九二之须臾杀，恰取此意。故名其行曰掩，不曰行者，以将及水；不曰涉者，以上位治水也。而杀者近乎水也，下有水也，故曰掩。言由行水涉水也。而曰掩在中者，以虽行而非行也。人之涉水者，必以舟楫，必以复伐，非自行也。人行杀者，亦有其据，故曰掩在中，言行于杀，而如水之泛漫也。在中者，因中位也。掩在中道，不至于杀也，而且行且近，且去且远也。发乎中位，而放乎中流。目极无垠，而视周无涯，此须臾杀之所谓也。然上有说焉：杀者随水所推移，而周者为流所委积，既非如川之流也，亦非如陆之志也。动中得静，行中有志，此掩之为称。不独谓行近也，谓平远也。平沙无垠，故比水之浩渺，而推沙成岸；又益水之回澜，则在虚煞之时，当有静止自如之象；在虚煞之用，当有动静无碍之怀。盖以中喻道，以时至德。时中者，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可动则动，可缓则缓，无过于物也。必顺乎情，以正其性，不异于民，不规于利，
不争于毁誉，不谐于喜怒，坦然以自居，节焉以待物，方谓眼之正也。不然则殆矣。盖眼者，无心之行，若摄于想，则反成牵。牵自以有心为眼也，故眼可也。苟反其眼，则变谓牵。眼者，广大能容，牵则执泥其是非矣。眼者平静共见，牵则伪折其增爱矣。皆以有心无心别之，故顺性者，必介于心念；而至情者，必淡于利民。苟谓眼静，而不自述，则人将择其贪；苟谓眼动，而不自检，则人将择其妄。于行如此，为止亦然；于动如此，为静亦然。处世之真，待物之见，必胜于眼，方克其中也。夫近水之势，多流之地，易移之方，不稳之处，其有谤也，理所然也。苟不明乎眼意，而反招于牵由，则其能得其中乎？此圣人是人道，端在眼之一字也。古道自作，特殊图，亦与眼自近似。盖言人之行也，而眼则水之行也。水行而人法之，是曰人道。天亦生水，虚卦本之，而其为后天生化之首，则水之行，即天道之一也。天道推眼，正如水之行，而人效之，其极已矣。93. 须臾泥，至寇至，宣圣讲义。此须93爻辞也。以爻之过刚而得过险，谓之不当。数之失中，其情乃极，其事极急，故彼之须臾泥，而有至寇至之祸也。泥者，泥而不通，沾而不柔，陷而不释，污而不流，非所需而虚之，则其至寇至，不亦宜乎？夫须93，以刚居刚，其邻未坎，又属刚位，上下皆刚而所应95，为显现之地。其所处第三爻，为下卦之中，居交际之地。其势迫急，其时间为，其数变异。盖以急则变也。进退所系，内外所属，成刚而不得其和，居位而不得乎中，此为危机所伏，构遂所兆之爻，故曰至寇至。泥者，亦乎沙，泥以水土之和，非坚非软，亦质亦陷，而又近于水，地势卑污，又介于内外，隔于陆岸，所积秽浊，故名曰泥。以其一泥至而不通也。须至于泥，其地尽矣。前进则水，是难久居。彼人处嫌疑之地，召毁节之灾，有进退为难之苦也。然所幸者，须以干在下，内本刚德，中蓄元阳。苟以君子处之，不稍泄其朝干系替之戒，实遵于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之训，保和太和以力争，则虽刚不易折，虽险不易陷，则以其守之有道，行之有方，而居为自胜，居坚自敬，
人能安闲却寇，替利自保也。象曰：须臾尼，哉在外也。自我至寇，敬胜不败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，明圣人是象垂教之意，而指人顺时必获之道，人不外前93爻辞之旨也。盖以虚93，虽须臾尼而进水，非极逆也；虽自治，非极限也。其所谓哉者，外来者也，以坎在外也。哉由外至，起于本身，则有解救之道，非自作孽之类，则虽极，不致大害；虽破，不致全覆。以我能自固，终可抗御之也。故处此时，民夫寇之外来，由于我之不得；民夫外患之欲，必先内政之明。君子不责人而责己，而以敬胜志不败也。以93自虚于尼，而得召外寇，实有我之不慎，自陷于进退维谷之中，非外寇之无因来犯也。果明此理，自成于虚逆之师，而胜位乎举足之间；自见于召毁之道，而境界乎错置之际，则自我至寇，亦自却之，是敬胜不败之意也。若处此为难，而犹悍然不顾一切，以刚愎从事，不自警惕，外寇日急，己身不保，则93之灾，实非92小有言之比也。故吉凶在人事，而得失须人谋。君子处无过之地，在顺时自全，初步履险犯难，而险难亦不为害，盖其自处有道也。自处之道，即干替敬胜而已。此爻为人爻之始，故垂戒最切，读者当细思之。64. 须臾血，出自穴。宣圣讲义，此须64爻辞也。本爻以属外卦，谓阴爻阴位，其数纯阴，谓险伤之象。又异乎93爻矣。夫不时之虚，必离其灾害，以所动于欲，训于物，竭其精神，摇其性命，则失中和之德，为正顺之意，乖清净之道，丧力争之行，其祸不可胜言矣。且虚者，待物以用也；不时，则物失正用。虚者，虚的以处也，非地，则谓失常居，非正之用，是杀伤也。不常之居，是陷阱也。杀伤必见血，陷阱乃得血，以此为虚，既险且伤，更何免于灾害乎？坎险卦也，凡事之险者皆属焉，谓易坠也。93居阳之极，以成抗辩之势，而64继之以重险，则前之在颠者，徒而坠于渊；前之至明者，忽而坠于明；前之虚逆，以处临险，故曰外灾。今则现血，以身试险，故成血祸。血之出也，必以伤，伤必以真。虚而越破，物欲自戕其身，则利我者反而害我，益我者反而损我。其不至于流血不止，是所使也。
以不得虚而人虚之，无可虚而尽虚之。虚道既失，不受虚之哉？难哉！逞嗜好者，嗜好以伤之；纵情欲者，情欲以损之。持刀杀物自肥者，物转杀之；挽弓射情自欲者，情转杀矣。以过分之虚，则转为灾害矣。故君子贵乎中和，不过于物。过则非虚之正，正如割己肉以疗饥，刺己血以止渴。饥渴之止，宜由物之正用。今失正用，则所虚者，乃所不可虚，不能虚，乃为虚于血矣。血虽有人我之意，物己之殊，而未伤则同。伤人物以为一身，亦犹自伤，则虚于血者，谓之杀身以为虚亦可。其残酷之不仁，乖乎人道，则伤残之为虚，乖乎生理，此不祥甚矣。然孰谓之哉？虚之者救也。处中和者，必不过于物；逞情欲者，必致杀其身。故虚卦爻越虚越下，欲不可纵，情不可驯，有如此夫。然虚至血矣，是破是急，两不相下，征战之祸，已无可免。又异乎九三至寇，只求尽胜，人不败也，则在兹危险之前，要先备临机应变之志，以其所伤者少，所损者微，则因时之宜，顺德之利，不自困于险，速求出自血也。以六四居坎下爻的九二之阴，所陷尚浅，非无可出之途。所遭虽为，犹有出走之道。故象辞示意，明其就以往之师，晚将败之方也。亦象以明天时为本，今此以指人事为先。虚六四虽处险伤之地，四成不免之灾。而圣人则告人以挽救之方，庶足以不困于天时，不逆于气数。所谓修道四命是也。夫险而不险，为而不为，居高不坠，履身不逆者，必人人也。修行之事，超然物外，无以险之意志，安为之存心？自能处困而舒，临难而免，出无呆乎智力也。而在常人则有未能，则唯有静以自责，静以自持，朝肝细涕，以避灾缠，抚避下气，以远贤远，则亦足逢凶化吉，屡险如夷。此则圣人是交之大则也。故虚六四险伤以见，而有自免之途，陷阱已成，而犹或自出之道，则以吉凶之由天者，虽吉而可畏。若人视之不脏，动定失纪，则不独无可幸免，且灾害之至，有更甚焉。诚以人居天地之中，身习行止，举与天道应。善者得福，恶者未殃。灾由于天，事兴于人。人苟自定，灾亦莫轻。果无为天逆时，自免吉凶大难。如道路也，有平坦者，有经真者，果自责焉，亦不为害。
故人立足以济天时之穷也。而其道在一顺字。顺者，顺天应时而趋吉避凶也。象曰：须臾写，顺以听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夫六四辞曰出自穴，即是人趋避之道也。是闻恐人未明，复生之曰：顺以听也。天命不可变，人事有可立，则顺天听命者，正有所谓也。盖处六四虚写之时，前途大难，举足将现，而信所入未深，有出灾之望，则宜顺天之术以自反，听时之变以求出。果反而得出，则虽伤不伤，虽损不损，以前后有光明之图在也。须下卦出992，外卦95，皆与六四接应，果中顺听，不患无免灾之方，则以诸爻皆阳，有前后光明之象也。物极亦反，数穷亦移，苟察其所行之非，而反于正大之路，则易转移间，不独免灾害，且得真吉矣。故实者，人所用也；虚者，人所谓也。人克自主，不为天逆时，不徇情过物，则灾害自远，而吉利在前矣。故圣人成人以顺听，正同93之敬胜不败也。然就异乎93者，时更迫，事更急也。果不自反，以求出穴，则虽敬胜无益也。盖顺自对逆言，六四因行因位，原逆行也。今曰顺听，必反其所行之逆，而后至于光明，必见于虚写之非，而后得出于穴。此顺以听一语，不止顺天听命，无所事事之谓也。既虚写而入穴矣，其能图顺听而无谓乎？言顺者，顺以正其先之逆也；听者，听以察乎后之光明也。此有谓也。向来著此者，多不明是义，以为顺其所行，听其所谓，则误矣。虚者，有所谓也。人之情正欲当，不过乎物者，虚之道也，则宜顺以听之。人之情纵欲多，过乎物者，虚之失也，则宜反以治之。故顺以听者，顺天以听于性也。性命义也，天性亦义也，中和之道，故如是也。格物之道，亦如是也。凡经文未详，而是文补之者，皆为人道立教也。须3、4两爻之力由明，盖其精义，即不过乎物，而竭情止欲，就正于性命而已。此本干义也。须以坎从前，故有主事义。六四又坎出爻，其以反于前也，理所然也。坎为人情，干为人性，顺以听者，即归情于性也。圣人之学，始终不离此义也。虚至于写，情动以急，欲见于外，故挽救之方，唯有反而就正于性耳。95。须臾90，真吉。宣圣讲义，此须95爻辞也。
须以用之正，时之宜，谓之当。谓须之要道。人之所需最急者，饮食宴乐，以生之必须，生之必备也。故虚者有分定也，出分而虚，非虚也，奢也欲也。为分内之用谓虚。故君子之虚，先定于饮食宴乐，而九五爻辞，虚于九十贞吉，犹可见虚道之正，虚德之中也。夫九十者，人生最初所需也。无之，则不克身。此所以谓中正之道与德也。九十非以贪口也，故虽必虚，而人取贞吉之意。不贞则不吉。贞者，正也信也，自节以守，自廉以持也。在情信之交，亦失其持守。而君子则以廉洁为本，以正其情，而信其行。此所以谓真也。不失其节也。九十者，情之所发也。真则发中节矣。发而中节曰和。反正于信曰中。中和之德，天下之达道也。故曰贞吉。以九十而能贞吉，足见人情之正者，即性命之中也。性命中正，情欲太和，元气浑沦，阴阳泄理，乃谓欲之功也。而始于九十焉。君子发于微，而志于大，明于细，而阔乎无垠。此黯然日章，废而隐之道也。行止不外日用，动定不出性情。逾越渊飞，上下俱至，造端至极，远近同该。出无巨细之书，亦匪其意之行。故曰圣人本乎人事，王道本乎人情。人情之中，人事之正。大而天地化育，小而饮食起居，亦以贯之，不外中和二字。此九五以虚于九十而贞吉也。既贞以吉，则失贞者自凶，徇情逐物，纵欲失节，其不贞之害，可甚言哉。九五一爻，以坎之中同干之正，先后天之位相应，天人间之德大同，故有此贞吉之战也。象曰：九十贞吉，以中正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九十而该一切人情所发之事，则君不可越乎中正之道。而中正者，干之正性命保太和也。有生之初，不外乎此，继乎终身，人不离此。此始终之道，天下之大本与达德也。人生不能无虚，情也；虚而不可失正，性也。因性致情谓之节，以情归性谓之道。故贞吉者，道之成也，德之至也，不独人事之利也。贞于性命，乃至诚之功。此传所谓贞夫义者也。天地不二之道也。大哉贞乎！斯谓极矣。上六，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进之中极。宣圣讲义，此虚上六爻辞也。虚之上六，转而从阴，以异于九三九五也。而在六四，亦由阳之阴，以的九五。
故所现未生，入血人出。而上六则全坎之象已具，而显祖之土已成，故辞称入于血，以其现于旦也。然阴者逆行，而贵能进顺，处外而入于内，行险而流于中，则其所以自全者，舍顺以境外，无他道也。而虚者有所待也，己之不克自动，则忘他人之助，此求有之情因也。上六以逆而反于93、95，则其有也。有者阳也，阳者其数3，而爻又与3阴，故来克3人，以非自动，则来者必不速不召而至，则其势亦无。而以上六自现于血，无以为抗，则静以待之，顺以止之，则虽不速，犹可同处。故在象以静之为当。夫静者，发于诚，止于礼，则克虽不速，亦无相害之心，此静之终极也。阴者乐静阳，阳者喜从阴。上六以阴制阳，阳不其自制，此气之所合也。而克者必有主，来者必有居，主虽不敌，而不失其宜，犹可亲也。居虽非疏，而不乱其序，犹可留也。故虽入血，而有不速克来，虽在县中，而能以礼遇人，以诚感人，则其终极，可见其守卫之道，处逆之时，出无由也。夫人事之最难者，居高而忘为，临难而忘祸，稀罕以招忌，则在位者，必受其灾；昏嗣以假祸，则屡险者，必中其患。此皆君子所戒也。处顺者，不自尊以凌人；处逆者，不自谢以恼人。终始以干涕自持，行葬以戒惧自守，则当时不宜怨毒，失事不逢为难，以有自全之道，而无起性之余也。虚者有求者也，求而不自检，则必为禽类；求而不知足，则必为物役。故可求者，戒贪以止谤；不可求者，戒妄以斥行，以其无过于物，而后保其中和之德，处乎中正之地，性情以正，物我同修，而后灾不畏灾，仇害以挂，吉以终极，为难不生。此不问处顺处逆，皆得免于咎也。非然者，则吉亦凶矣，利亦害矣。贪而不厌，则祸生肘腋；困而不悔，则敌处同舟。此虚之道亡，而人事之失度也。情欲者不可灭，而必以礼节之；信道者不可移，而在以中正守持之。不问其为吉凶也。以上六之险阻困苦，而由得终极之战者，重在一静字。静则吉矣。故礼曰：静胜待者吉。而君子无时失其静也。庄敬日强，乃全其身，保其性，此不义之礼也。故须挂名人事之始，而归于礼教。为礼以疏静，为静以全身，此干涕之训，力争之戒。
无非为圣人治理之本旨也。而礼必本于人情，情必始于饮食，此虚卦始终，皆以酒食为喻也。不速之客敬之者，亦不外酒食宴乐耳。以此款宾，是服所需，情所生者，终之以情，此一贯之道，而不离乎中正也。象曰：不速之客来，敬之终极，虽不当位，谓大师也。宣圣讲义，此是爻辞之意，明其虽未当位，谓大师也，则以能持之以敬，感之以情，则客来不失其所待，而和生矣。和者礼之用也。上六之显而不显者，的和之道，成礼之用，则不在位，由终极也。况在位者乎？故虚者吉凶所分，安为所系，果处之当，自无他余，身全身安，物我皆得所。果不当者，凶为立志，此在乎格物之事，善体易教，而有以自全也。虚之反即讼，欲求无讼，必先行虚之正。而虚虽以饮食为言，实则包一切人情所生者。由此达彼，是在通道之君子，宗主副主，天道大公，而生化则有偏权，以受气疏也。在人则取弱肥强，取败益胜，是为故常，谓天之后人，而生物以养之，故事欲无度，杀害不节，以惩其欲，而快其思，其道之当然哉？然人既有生，不能不食以养之，衣以温之，居住以安之，男女以慰之，则有所待于物，以服其情者，实亦人生之常经也。而圣人于此乃定其志焉，以天生之物，养天生之人，以物生之职，言人生之嗣，而避其于不害，至于不过。人物各得其所，以同生于天地之间，是在乎格物之功，亦即一虚卦所定之意也。夫人取物以为养，物亦即人以养；人取物以言祀，物亦即人以御。此两相虚也，不独人物相虚，物与物也，一时相虚。凡能生息化育，延绵不绝者，皆有其所需也。而虚之名，则必有一定之志，不义之意。果为养而饲其贪灵，为育而惩其情欲，则非虚之正也，不得谓虚。此过乎物也。礼曰：人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。不过云者，中道也，恰如所需而止也。是先明物与人生，物与物生，而得其并育不害之道，并存不仇之情。是当上观于天，俯察于地，明于春生秋杀之理，达于调虚济盈之方，而后之所需者，为何谓正，为何谓中，而定其防，治其用。此则格物致知之意也。故大学之教，首以格致，明其学为人也，明人生之始也。亦知虚卦亦然。虚之前曰蒙，蒙以养正，小学之事也。
近于虚，则大学格物之道；近于宋，则大学治之之功。此古人立教一贯者也。而虚之第一要义，则在乎何者为虚，何者非虚。此则理不过物之旨也。能明及此，则格物之教可了然矣。弘教复著，虚宋反复，谓儒家格致大则，亦古人刻欲治情第一功夫，而后人多呼之，是不明义教，亦不知大学之教。何以守格致？而格致彰，何以有听诵之文也？圣人心传，万古一贯，于此可以见之。宋卦，坎下干上，宣圣讲义。宋卦为虚之反象，虚以水天相从而成用，宋以干坎相悖而成真。虚以相得为象，欲人有所求；宋以不合为止，欲人有所度。此由气之顺逆，数之从为，两不同也。宋之为象，上干下坎，坎者干所生，水者天所化。天亦生水，原为同类，而上下为形，乃反得为仇。天主阳而上升，则气无由降；水主润而下注，则得无所成。故天在水上为宋，名其情之乖为也。夫水者，得柔而性顺，而其用，则显而易现，刚而易成。处于高，则得其盖灌之功；夫其润泽之用。处于下，则变为泛滥之患，加其馈自之余，盖所居不同，则得失以义。天者至清明而得玄虚，至刚健而用渺远，以其主阳气，而载生化，履高明，而含神用，不能屈之为用，泄之为从，故其德以始生，而其功在大远。此复万物而生化万类，初不见其机也。今处水之上，成气之深，日与的远，不相接洽，则两者之间成魁为之势，而两象之意，怀嫉妒之心，此其所以反虚而成宋矣。天下之所以有真者，必因于利害之不齐；人物之所以相讼者，必由于情性之偏激。失其中正之道，则无以治其均平；背乎太和之德，则无以调其虚实。此真讼必始于失中和也。虚之为虚，本于中和，情不离性，欲不逊物，人以礼为首，以敬为行，争故自持，利用不过，故谓人道之正。而宋则反是，逐乎物欲，以自处于行，忘其礼敬，以自失其守，以物为满足之望，而物乃酬之；以情为自肆之行，而情乃害之；使性无权，而为义气之争；使礼不正，而求法律之效。此人道之不利，而民生苦矣。故同生者不亲，共存者相恨，私欲事成，志信以离，人际不刚，太和以坏。此情势之所恶，而非正知之所裁也。君子知之，必先格物致之，
以期其抵于性命之正，保其中和之功。此讼卦者，圣人明治之教者也。就卦象言，讼以上干下坎，上为纯阳，下为阴卦，以阳从阴而不相得，内藏险阻，外是光明，下有二星，上承扶荡，阳伏于上，阴恶于中，上下相离，父子则善，故谓不亲之象。以刚临险，相持不让，情逼势迫，乃至于讼。此气数自然，事理自治，皆物欲之害，而情事未必也。夫人生而有其灵，以为其之，此性之光明也。亦干之大使之意，既长而情欲增，见将真之故弊，而好恶日多，情事为主，性灵已密，人欲横流，遂使是非不明，善恶无准，望天逆理，惩暴使强，弃义为人，好争恶杀，皆由于一念之妄，而纠纷无穷也。夫天理之存于人者，性也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情之欲也。物至之，而后好恶生焉。此礼经所述也。可以见性之至善，而情乃因物以生之。因之以生好恶，则好恶之，非正之也。人情是也。正之者与生俱生，不增不减；情是者，随生矣。常日添日多，故婴儿止之欲辱，而童年止之好弄。初无他欲也，及其常也，而后爱憎之心生，是欲之念广，为恩为怨，或亲或仇，所恶既繁，所逐不止，于是情事弥满于内，物好征求于外，是非曲直，各以所辩为辞，贫富有无，只求心意所遂，而后利害往别，人己疏关，整戒既分，争讼乃起。此由于正知之讳，但凭情欲以为是非，真理之亡；但逞意气以明得失，此讼之不免也。而君子知其必焉，则明其至讼之源，而进以求之之道。此因讼而推及于格致也。格物之治，则情事不足避其性灵，而好恶自当；致知之治，则物欲不足合其天理，而意念自成。此人人所当反己以观，而事事所宜清心以察者也。故讼者，必求其无讼；而听讼者，必付之于中和，使物我皆尽其情，而是非不失其正，使性情皆得其正，而好恶不偏于情。此则物格而知至矣。故大学始教，必先从事思义，物我不过，则天下皆得其平；情性不差，则人心皆得其正；好恶既当，则意念亦成；爱憎有恒，则心思已一。此中和之德，必本于情发终结也。情者人所不免，终结则和，而讼无由生。故圣人治理以定其节，若已过其节，而至于真，则情将害其性，物将害其身。
中德不全，太和且失，是礼之不足为用。而后圣人使假法以行之，此听讼之不可免。而刑法所以记礼教之穷也。法者，圣人不得已而后用之；而讼者，人道之反常也。法则因其反常而生焉，故虚者定于理，而讼者其于法。一反一正，一变一常，交相为用，以成其道也。故讼以天水相为，父子不亲，性情不正，误我失德，而后治之。有讼必有刑，天道之所杀也。故天道不下济，而水得成泛流，光明不下备，而显足耿乎中也。学者览之，当可以明圣人志向立辞之旨焉。讼卦象义，以如前述，其辞旨亦可知。以讼自从言从公，亦未有争不决，必待判于公也。言者争论之意，公者事官之所，不得明其是非，辨其曲直，则相执于公堂，而待裁于法律，此讼之所取义也。然讼有公有私，有成有位，有被屈而诉之，有公结而悔之，有当讼不讼而从解劝者，有不当讼而讼，以见讼为能者，有讼人而执己者，有自讼而悔祸者，有即讼以为恶者，有因讼以成善者。讼之情不同，讼之类异异，则所以成讼，与谓之听讼者，亦各有其利，而不得一概论也。义之讼卦，则本乎一，至于痛，其之中正，分其利害，要以人情为主，人性为先，究其过不及，矫其弊害，明其真诚，戒其污秽，则以法纪教化之穷，以正诚礼义之用，使讼者愧而自爱，悔而自救，负其天性，而斥其私情，遏其物欲，而保其中和之德。此以讼止讼，以讼平讼，而归止于无讼也。讼德之师也，讼而直，犹不畏损，圣人不得已而许民讼焉。故讼从公言，以公为止讼之本，平讼之方也。上以公事于民，民以公信其上，则法玄而不用，行治而不施，道德昭回，性情事正，险阻山夷，人民和居，则治道之成，义礼教之辅。讼之实亦大矣哉！故讼者治之之道也。人所以争而不决者，知之必也，是之义也。逐物忘正，任情失中，则争讼之所起，而己知之，不足以明其是非，定其曲直，是有赖于听讼之官，裁讼之法。官与法者，补民知之不逮也。比之于礼教焉，礼以齐之，教以化之，官以正之，法以革之。其道同而用异，图别而归一致。故讼之义，以公为本，至公无私，讼乃得平；大公以正，讼乃得止。夫蒙者，教其于业；讼者，
教其望也。蒙以养正，宋以治中。中正之德，教之所成，法之所行，故曰宋以治之。在物革之后，革物治之，人道之始，故须与宋相反相成也。宋有福，治，悌忠吉，忠凶，力荐大忍，不立涉大川，宣圣讲义，此宋彖辞也。以宋之相，与虚相反，而又相成，故同谓有福，有所合也。干坎虽相违，而父子当有和，此由其本来言之也。干者纯阳，坎者生阳，上下相扶，此气之阴也。天水为形，此德之备也。气阴故曰有福，坎故干所生也。以阴交阳，以坤交乾，而后成也。而阳卦阴德，阳体阴用，内虽阴而外刚，刚与柔阴，阳与阴阴。上卦之阳，与下卦九二相应，虽不亲而有福也。福者，性也，气阴而不失常也。形虽为，其不失常，则与虚同，故皆曰有福。以真宋者，发于情，止乎礼，则宋以成者，不失宋之政；宋不成者，不乖宋之道。宋故求其平也。故宋虽为过，而不失其福也。然宋者亦趋于偏激，因求平而反失其平，因不直而反过其直，则非宋之政，乃乖宋之道。曰有福，言不过则福，过则不福，此人事之变也。而是宋之所至，如宋而平而直，则福；否则过矣。过犹不及，屈者辱者不及也。今以宋而屈人辱人，是过矣。过则不福，此中福与大过谓相反也，以其或过也。故曰有福，名其非必福也，人事之所谓也。然有福者，信于外，达于物，明于情，通于道，此其德也。而宋以上下相违，内外相度，气和而行反，体同而用乖，是虽有福，不全其德，故曰治，悌忠吉，忠凶，以其不通达也。故曰治，治，塞也，阻也，不顺也，不和也，刚险相交，外于内治，故谓治。治则悌也，行之不可进也，居之不可安也。成刚而阻于险，度物而迫于情，欲让未能，欲抗未敢，不悌得乎？然事之害者，恒以位而得利；情之急者，恒以谨而获安。是人力之甚也。则因悌而终极者，义理是所至也。而悌之终极，非可视也。情因安而自待，事因利而自交，则象之悌者，转而自信；象之有备者，转而不忧，则事变之来，将与时异；过失之咎，将与数迁，则象之终极者，遂转为中凶矣。此宋之常也。宋之初也，基于义气，必因义愤，
而出于素。有其理以治其辞，有其情以御其事。此所以有福，而志在敬也。待其未判，心念法之难事，情之难生。或观之不信，视之不达，因忧以替，因志以思，则一念之为，足以悔祸。中人之劝，足以解愁。此终极也。既夫情一事谦，心高志傲，或不恤于法，而弄智谋；或不畏于官，而假势利，以图直趋之反。遂无善恶之分，失中而偏，不正而邪，则中孚之战，变大过之象。此所以谓中凶也。故宋之所至，恒谓中凶，非必凶也。情之所易，志之所纵，乃反即为凶。故官吏不可假也，欺诈不可弄也，法律不可读也，情欲不可自也。此宋之正道也。宋者求生于官，陈情于上，故力见大忍，而干纲居上，大忍之象也。宋者处险难安，临深莫测，故不立涉大川，而坎水在下，大川之象也。干坎相背，天水相围，行而多险，居而多艰，此人道之苦也。此乃欲其义焉。夫宋出乎不以者也。若好为之，则逆行而道失，不治之甚也。虚者情之常，宋者情之变。虚者德之正，宋者德之为。故相反也。君子应之以自反，则逆未顺；为未合，则宋而虚，凶而极矣。宋战中凶者，民宋之不可久也。人民之安，必求其穆；宋则不穆，何以求安？此听宋者，以无宋为贵也。知之至者，宋亦无矣。故君子先格物以治之也。宋卦彖辞，系事权卦之用，而为圣人立教之旨，使读者由辞而知其用也。夫宋以真起，以不平而出于宋，以权力失当而至于宋，则其所用，名谓乡愁，故有不亲之意。夫不亲者，非谓路人也，乃本来亲近之人，忽变不亲也。若路人无利害之争，无恩怨之缘，无嫉妒之念，无欺侮之行，自无宋之可言，则其不亲，不过莫不相识，远不相闻而已。无得失也，无吉凶也，唯其亲而不亲，敬而不敬，本同生而不同道，本共处而不合居，反恩为仇，辩和为利，则其得失矣者，利害甚明，争讼不休，吉凶自判。故宋之所起，为失其亲亲之宜，而备于和睦之俗，乖于有助之情，逆于公让之德。此人道之变也。强乃凌弱，智乃武昏，为利害之徒，胜负之变，民德以薄，民风以骄，国俗以非，国本以动。在群而不能合其群，居类而不能合其类，各有异志，而无同心，是离乱之因。
败亡之兆也。故君子恶之，而立教以让为本，以贪为戒，以忍为德，以暴为非，以相爱为仁，以相争为业。立人道而治礼节，谨明师而定国法，训之于始，罚之于中，导之于先，敬之于后，使强暴有所畏，良善有所保，仇怨不长，远近如一，则争者化为和睦，讼者亦为退让，民情已平，国本已固，人生已定，物力已盈，此大同之治也。民不思其家，人不思其身，财用为公，利益为情，上下相亲，恩怨皆平，此人情之治，而天下皆得其平矣。故讼卦是其一焉。有利则害，有得则失，争则有损，讼则中凶，此天道也。从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凶者以反人情而悖人道也，人情以纵极而反，人道以失中而悖。故情不可纵，而道不可为。物不可穷，用不可极，利不可竭，智不可尽，争不可久，讼不可成。此顺天以全身，即格物以致之之意也。故宋词虽简，含义则宏；文虽显，寓理则为。道之所成，教之所立，人物生命，民治国政，须基于此，而定于世也。彖曰：宋。上刚下显，显而见。宋。宋有福，治，替中吉，刚来而得中也。中凶，宋不可成也。利见大忍，上中正也。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民宋之所由成也。以刚而行显，是以出于宋，非民情之纯，民德之后也。见者，有己言，则臣不忍；由人言，则谓很利。盖以我所不欲，加之人，人亦不甘受。是亦以显来，亦以刚往，虽见而不能和，故至于宋也。谓其刚则不让，显则多诈，诈以陷人，刚以反恶，此斗狠之事也。如非刚，则欲显必避，而不与抗；如非显，则欲刚能成，而不与争，则不至于宋。唯以刚而待显，又其同类，情既相济，利诱相衡，事事逼人，何让不可？此所以必出于宋也。以宋有福而治，则曲直之情可见，隐伏之祸可推。替中吉者，刚来而得中道，以道能自警，故吉。谓中者，两端之中，不偏也，不过也。不偏则能恕，不过则能忠。虽刚有可和也，自处之得道，故能忍而让。今人之解辟，故能和而安。此中吉，不谓刚折，亦卦象也。卦内外之交，上相应也，至其后也。刚以处显，显以交刚，事事既成，何让不得？
宋乃日急，其中以凶，则礼之所当，术之所至也。人之不量，我又不容，唯狠心以攻节之，恶身以报复之，争执无休，灾害乃大。此中凶之兆，民宋之不可成也。亦卦象和上下之术也。其气已极，其道已穷，两不相投，遂成两败，胜亦未复，得不偿失。此中凶之所由来也。故君子是戒焉，民宋之不可成，而必求其出之无宋，继之不宋，终之解宋也。盖退而自忏，则情亦平；忍而恕人，则恨力解。只在充其服替而已。服则反仇未有，替则转祸为福。因逆而成顺，由变而复常，在人事也。利见大忍，以宋必于官，必诉于法，必求于公正之事师，明达之裁断。故利见大忍，言上乎中正也。大忍者，无不中正，中则不私，正则不邪，私邪既度，冤屈乃生。此宋之所求也。而宋者之所以得平，亦必待中正而后治。中正之大人又能以中正事民，使皆无宋。宋而速解，以远于凶也。为中则能和，正则能判。故宋之有无，当以听宋者为准。听宋而能使无宋，则至中至正者矣。道之见也，性之至也，非近于人情，顺于物力者，不能也；非格物致之者，不能也。为格物，使民物力；为致之，使尽人情。人物同名，性情两尽，非中正之德而合。大学之道，而归于至善；中庸之德，而至于中和者，皆此中正之用也。皆大忍成德达道之效也。不利涉大川，以与虚反。虚之利，宋之不利。宋向下坎邑县，如涉大川，将坠于渊矣。盖防害未然，避难事先。此圣人立教本旨。传曰：水如明霞而玩之，故多死焉。以见临身之心，必实具也。为干涕足以免祸，为反省足以无咎。此以涉川未遇，民宋之祸如水，不可视也，不可暇也。宋者，义气之争，有水之泛滥，川之深陷也。险莫于鱼水，而人之险，莫甚于情欲。因情欲，而至于宋，则以身历险矣。回头是岸，速自替焉。故不独不利涉矣也。宋之不可成，成则比涉川犹不利矣。夫宋以不平而求平，又复适于凶险，是犹玩水以为平耳，不知其深陷无底也。故君子戒之，而必先正其之，明其物也。象曰：天与水为形。宋君子以作事谋始。宣圣讲义此事全卦象辞也。夫使之不脏，终受其害。宋之中凶者，使之未甚也。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；
细行不精，中类大德，宋之谓也。以一时之愤，而忘其身；以一世之机，而忽其身者，皆使之不谋也。由情事避其真之，物欲类其性灵，遂种因于先，收果于后。此谋始之所贵，而作事之有先也。人物同生，而利害同受，何以独享其福，疑惑于他人哉？此不平者，人谓之也。为己则先自省，为人则先以术，忠恕不失，此谋始之本也。忠恕之至，宁有讼乎？故情欲不可无，义不可过节，事不可不作，亦不可不谋始。谋始之义大矣哉！始对忠言，谋始对凶忠言，因讼忠凶，则谋始。当自须治其中正也。人道始于教，人生始于饮食物欲。须以正饮食，宋以正教。教不及者，法乃师之。人之学也，始于革制，故大学先知。亦本宋象辞谋始之意也。谋者治之也，谋始即先治其知之意。事物也作事，即格物之意。若不明于物，将何以作事？若不治其知，将何以谋始？故毕生之学，守于革制，而凡人之身，守于虚讼之道也。听讼而使无讼，未尽人物之情，而得其平。谋始者，亦求其情尽而理平也。做事之决在此，推之至平亦在此。故学业谓一贯也，忠正之谓也。情正于性，德宁于道，修之所成，学之所至也。而必有谋始之教焉。天下无事无物，莫不有始有终也。干之大始，宋尚从前，故辞曰谋始。谋即干之之也，因干谓义之道也。此之字，与治之字一义，为干之大始，不待革制。而宋虽承前，以情欲之弊，则不得不先谋焉。此革制之所贵也。坤作成物，即作事也。事物义也，坎非坤，而由坤交前以生，且后天代居坤位，故亦有作事之象也。宗主复注：宋卦谓虚之反，亦虚之变也。物穷则变，理极则反，此自然而然，不治而治者也。天之生人物也，而与之以情欲者，谓将因之以言其身，欲其足也。故及其成长，无不有是欲之念，爱憎之心，利害之知，得失之变者，将以是繁荣其世界，发展其生活也。是皆属之情欲，而为生化之枢机，气数之标准也。故情欲者，后天之物，不可一日决者也。而其利之者，害亦在焉；生之者，杀亦存焉。求其利而不害，生而不杀，则为听命于道。道在人曰信，在德曰善，在行曰中和，在位曰中正。是所以贤情欲而保身利，免祸乱而成治道也。失于此者，
必为灾害，必致纷乱。其无灾害，不纷乱者，则天理之治，人道之政，超生化之外，握权衡之术，而能与天同老，与日月同明，与鬼神同化矣。故圣人以此立教，以教治理，以理定法，止灾害，判纷乱，而皆不越于性，不离不道，不悖于中和，不失其中正，而又不反于情，不独于物，不残其身，不损于生死，不阻于世界繁荣。此所谓治教也，治理也，治德也，人道之大则也。故有利而无害，有生而不杀，足以和天之人，助天之化。此人之所以配天地而称三才也。亦须之后有宋者，为民情欲之师，纷争之害，而以教法示之，使还就于中和也。宋者，用法以正性，其功与教同，而为人道所不得不备也。故卦从变从反，因其变而知正，反而复原，则宋人为虚，秦人归性，世道已治，人生已全，岂不休哉？故宋与虚，一正一变，一来一往，道路所指，人物所由，为自辨之，以正其之，而明于物。此物格之治之意也。请细谓之。初六，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中吉。宣圣讲义。此宋初六爻辞也。宋之初六，以坎下爻，居卦之始。其位不大，其用不昭，虽发乎宋，而未成也；虽起乎真，而可名也。此时之所谓，事之所使，有意以知情，可辨之机也。爻辞之意，与虚九二差劲，则可见真之未盛。宋之才起，是非大，时非急，故事不永。言有小，不永则易解，小言则易事。既不至于久宋，则其终极，亦如虚九二之情。夫宋元中凶，而以易解事遂服终极，则可知圣人立教，以无宋为上矣。宋全卦，皆真宋之象，而初六则可宋可矣。故有与虚相似，盖正反之间一兼耳。知而自反，即归于正，此治之之功也。象曰：不永所事，宋不可长也。虽小有言，其变明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处柔用柔，不谓以胜，则易饶人；以宽加宽，不事苛求，则易自解。其事既顺，其事由和，不永宋者，不独不欲也，亦不可也。不可者，言时之所谓，谓之所定，不得逆也。故不永宋者，自然之事，非故不宋也。逆之则凶，故以不永而终极。顺用时位者也。以义民之言，义和之恨，则所得于时，所立于位者，有其天也。故小有言，不为害，而易辨明其故。
则有些误会，不足以长针久诵。一语得以解之，一时得以止之，则虽诵于先，而合于后；虽真于彼，而解释于此。其所处者顺，故其志不逆；其所附者速，故其中正。此以终极也。92. 不克诵，归而不。其一人300户，无审。宣圣讲义。此宋92爻辞也。本爻居下卦之中，为阳气之行，上接乾刚，而不能协；中间阴爻，而不能弱。以阳之正，履坎之险，惠而不忍，积而难安，怨而不生，逼而自破。此由时之非，事之变，其情之窘，其行之坚，而不能自忏，不能复正，故其象颠沛，其境流离，不得已也。诵之不慎，愤而归，归之不安，破而逃，乃是所至也。克者能也，慎也；不能者，诵之不成；不慎者，诵之不直。二者皆不克也。以上之不受理，则不成诵；判之不得情，则不止所诵。此其刚柔势乖，强懦行进，有必然也。以下而诵上，柔而争刚，隶书未格，其不克也故矣。不克而归，被逼而不，以身训诵，以家训真，而未足也。所居在中央，所交多比户，则其连累者众矣。故辞曰：其一人300户，无审。审者，灾也。所谓灾者，以仇恨之至。今宋以不克，归而逃矣，则虽有比户之嫌，同居之意，仍无灾矣。此其所战，在能适时而避祸，去众而远贤，则虽迫于事，而无害于人；虽积于情，而保其身家。此重在不也。若护其众而不畏，惩其愤而不避，则祸及其一人，岂独患家妻子耶？故不者自不，而一人无审。言不者为权一人也。此宋之大者，辟之兵争，一人逃，而权臣免；辟之秦道，一人去，而胁从生。其所以权者，正其不求全也。宋92，其祸极矣。以能避而免者多。此圣人教人权乎轻重，则乎安危，而速自决也。象曰：不克诵，归不篡也。自下诵上，患至多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多者，相识而极也。以92之祸，大患也。果不篡，一人300户，将皆及于患也。盖以下诵上，其是然也。此上下二字，非限于君民朝野，凡大小强弱，皆上下也。以小争大，以弱争强，皆有至多之患也。故图全者，不屈众于为，人也亦义也。92之辞，其止深矣。宗主附注。宋之92爻辞。
人多疑其意，则以龟不二句难解之故。视之者，或连为一句，或只为一事，遂使原意不明。龟而不，是主。一人300户，是客。无审二字，则共有之。盖人以不克讼，归而逃，以免于审；一人以罪主既逃，亦免于审。是以一人之逃，而免一人300户，结果不独一人之幸也。以讼者必有凶，而善必则免。讼者亦未累，而主逃者则免。故闻言人士之得以其祸福，足见义教之旨。或以为一句一事解，则误矣。如一句，则必为一人同逃，同逃既重，安免于审？如为一事，则审者何在？无审者何属？既曰无审，必亦有审而得免也。以讼者不逃，必有审；一人因累，亦将有审。今以其逃，乃皆无审。是重在不逃矣。又300户云者，言其数众也，而皆同义尽居耳，非以义大小言也。故闻言众多，则曰3，或30，或300，或3000，皆指其大多数也，非恰恰3、30、300、3000也。说者勿以辞害义。盖92以下送上，开罪于其尊强，赦追其咎，必连累多重。此故来密法严刑屡见之事，以讼本不轻，非人道之常，则乖乎人义，肆其杀害，其灾可知。圣人皆知以是人，使之讼之害，且欲人之凛然自替，善于趋避，则虽灾不审，其义至深矣。63. 实就德，真利，终极，或从王室，无成。宣圣讲义。此宋63爻辞也。本爻以阴行阳，以柔履刚，阴而自胜，显而不彰，乃守旧之象，安贞之祥也。盖以下从上，以柔顺刚，能自贞以立，则吉矣。旧者先人之宜，在卦位先天，为其反正卦。宋之正虚也，实就德，因乎虚也。虚以90为先，故曰实。凡阴者逆行，逆加逆则反正。63之逆，乃反同于虚，以气之行，时之至也，循环之道也。坎生自干而合于坤，真者，坤之本德；利者，干之善行。前93之意也。既真以守，又利以行，以终极也已矣。以63，以逆为顺，以讼为从，有就德可实，能真利自胜，则反中凶为终极矣。然坤者无成，63取坤之意，从干之事，故曰或从王室。无成言讼者虽吉，而从者无功，此皆以反为正也。以讼则吉，以从则否，是以坤道变也。象曰：实就德，从上吉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夫讼之先谓虚，故其行也。
时与虚因，而宋者贪得。果介于贪则吉，若因以为利，则无成矣。故吉者逆取之无成者，顺治之。欲功而无功，欲获而不获，此天之所以借人贪也。诚宋之时，不宋可也。因以为昧，则不可。六三之极，由宋的也。其无成，由韬也。非从王之时故，也观此则知逆顺之理，吉凶之象，不可一概论也。彼时就得者，先人之则未尽，果加以真利，则极大矣。94. 不克宋，复即命。于安贞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宋94爻辞也。94居外卦之始，与92相应，阳行阴位，柔成刚德，而以卦上下不同，内外异用，主宾个别，从逆异宜，故同而不同，似而不似，此理是然也。爻辞言虽宋而不克宋，与92正同，但94已在上位而宋其下，则与92异，其皆不克者，阳与阴，刚与柔，不亲而近，不交而悦，其怨亦是，其仇可解，故不克也。为上之不克，则无后患。非如92下宋上而不克，其患至如多也。上者是之所及，虽不克，不足畏，故不似92之必归不也。然不克者，必有所举，必理之难执，言之难信，而逼于公论，驰于国法，其势不用，其强莫失，则当其不克宋也。唯有自反而复，以听于命，自顺而守，以辨其中。愚者辩也，辩则安矣。前以愤而宋，今以反而自责；前以真而进，今以辩而自守。则前之欲生于人者，今且听之于天；前之欲决于利者，今且安之于命。是与魏宋之时变矣。一变而安贞自处，数乃易，象乃艮，则宋之凶者，易变而之吉，故曰安贞吉。夫安贞，未有不吉者也。而曰安贞吉者，以94初未能安贞耳。徒以宋之不克，反以听命，于其初中，而常守安贞，是以转位吉也。象曰：复吉命于安贞不失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于字句，言能复吉命于，是能安贞不失也。安贞者，坤之代用，以干而用坤，是有守矣。故曰不失。不失其德，不失其业，二者皆不失，斯大吉矣。若于自怜安贞，则宜是作于而安贞，盖安贞不可逾也。安贞之逾，尚未及乎？是闻恐后人误解，故生之曰不失也。言不失于安贞，则亦不失于吉也。95. 宋元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宋95爻辞也。宋95为上卦之中，亦全卦之正，未当而时宜，是吉而理得。
此一卦之主，亦讼之所由决也。夫讼者有三人焉：一讼者，一被讼者，一听讼者。曲直不同，强弱各异，而皆决于听讼者。九五之讼，则听讼也，以治政之位，行治中之权，中正不失，公直以判，则讼决而人情平，贞解而民治和，平和之治，国治民安，此国之福，人民之幸也。夫讼无极也，其称极者，讼而终止，或不成讼，或不久讼，或讼而得解，或讼而自让，则转凶为吉。此以上各爻所示也。而九五呼曰元吉者，实以听讼之德也。听讼之德，可以无讼，使有元吉之战。元吉无不吉也，以天地至大之理，人物至情之事，不逊于私，不发于愤，不偏不激，不二不义，此中和之德也，正直之用也。九五已之，故以讼而元吉也。古者明德朴简，情理适宜，好恶不偏，争讼罕见，而圣人以教为本，以格致为先。无讼而由设听讼之官，非讼而由民止讼之道。故易之讼卦，各爻皆凶，独九五属听讼，以元吉称。其余则以不克讼为吉，其所以是讼之不可长，民人民之不宜讼，亦至深也。象曰：讼元吉，以中正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九五居位中正，则听讼中正，中正乃足止讼，而民人以和，争执以决，此以讼而成元吉也。圣矣哉！圣人之重听讼也，情性的所，反讼于虚，中正不失，反凶为吉，此讼卦之本旨，亦教之为义也。上九，或习之盘带，中朝三尺之，宣圣讲义，此宋上九爻辞也。夫事有至忠，时有至宜，位有至正，用有至当，不及者为害，过者亦然。宋之九五，是中正宜当者矣。而上九则过也。上九居高亢之位，位刚立之德，处强盛之巅，绝元阴之时，其不能用，乃是也，亦利也。虽欲图功，赏亦不容；虽欲见业，诚亦未后。故辞曰：或习之盘带，中朝三尺之，盖明其不足取也。宋者以平未归，以功未断，本求无过而已，安望乎功？本悉得免而已，安弃乎赏？今以贪念不及，好大胜而得赏，与兵甚同，故所习者盘带，是今其勇义也。然习之者，亦可耻之。中朝，言其素也。三，言其术也，以宋之不可讲也。不独教民未然，即听讼之官，执法用刑原为圣王不得已之举，岂好为之哉？今因以图功受赏，则其乖乎人道，悖乎正义，其所容不勤，
则反为辱；其所至不道，则反为处。故荣辱处置之间，足明圣人戒颂之意，而得失利害之计，犹亦见人民好颂之哉也。象曰：以颂受福，亦不足敬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，可见义教之本旨矣。夫颂为虚之辩，即人情之辩也，不得已而出于颂，唯求其免祸而平愤耳。若敬而有所图，则利反为害，功反为过。此数自治，理自然也。盖全卦皆以反为正，以逆为顺，志在无颂而已。彖辞以明言之，爻辞重申其意。望世之导明者，于此三至一焉。宗主副注：颂真也，不限于诉讼一事，凡有真不绝者，皆颂也。人类重在和睦，不宜争讼，故圣王治民，必使万邦协和。君子教人，必先孝弟泛爱。未有事人民以争讼者，乃因民情难平，人愤难治，不得已而至于争讼，则为求其速解，以复归于和爱。此亦宋词三复言之，而夫子更在四指示其意也。师卦坎下坤上，宣圣讲义，周易卦序，文王所定。其次以往复循环，其形取对偶交互，故名曰易。或二卦，或四卦，或八卦，推之至30，至64，莫非依此例以相次序也。故屯蒙相继，虚讼相还，各以其对或反为往来也。而讼之下，则序以失比，失比亦相交也。其爻之阴阳数同而未异，故主客殊观，正反殊用，情性不类，名实不同，而恰相比，以成一循环。此后天自然之气，生化之序，所推移也。师之为象，以水居地中，水为天意所生，得六所成，以其类聚，故命曰师。师者众也，类相聚也。有其众而不乱，聚其类而不乖，其气感以阴，其力合以大，其数累以积，其德均以和，是谓之师。有其主者，有其从者，有其任使，有其服役，有教以律之者，有顺以化之者，有平均以节气者，有比类以切磋者，是皆师之所为，而卦之所象也。师卦之象，坎在坤下，坤位厚重，坎主显现，二卦异德而同用，故象师履之势，亦喻师长之意。师履聚众，以及武力，旱灾害除暴乱，安良善，其旨光明，其行险恶，其本正大，其师强狠，其处重正，其出猛志，其德含容，其志猜忌，其在内恩惠，在外威严，在上仁慈，在下力拒，故其阴也。一阴一阳，一柔一刚，其师仁也。一仁一义，仁以养众，义以拒祸，仁以安民，义以去害。
此圣人杀伐之事，诸讨之行，而于卦也。谓地水湿，得以含水，水流而不侵地，由国以蓄兵，兵备而能保国，其义义也。若推之师长之义，亦可象焉。师言而后道尊，教行而后化广。师以谓道，教以去邪。为严则讽真俗美，广则国泰民安。铺作教行，不虑教者无赦。法以正众，不守正者必诛。取得水之师，比教化之主，其象故无武也，而称其止，则重在军旅之用，以将计送而决真。合群以御武也。屈之不直，良之不安，力之不足，礼之难论。不有师旅，何以自存？不集众力，何以自保？故有宋者，终必有师；而以真者，终急于战。师谓战备也。以后行险，以柔用刚，不得不然，则师之为义。一时以灾，就卦象言：上坤下坎，五阴一阳。阳爻居内卦正位，当位而不当权，主下而不主上。彼在下位之常，而听命以督律群众者也。阳少阴多，阳贵阴贱。贵于下而得中，贱于旁而有众。此师旅之象，亦师长之德也。夫师之得名，非以其众而已，乃由众中的一人谓之长，而群集听命焉。行止有序，上下有度，身至有法，动静有仪，出入有时，聚散有物，进退有步，连接有方。一人使之，众人从之；一人挥之，众人因之。不乱其行，不越其志，律教务待，守命弗虞，而后谓之师。师者，行贵整严，道贵尊一，用贵敏捷，法贵亲睦。故师者，人所望也，国所赖也，不图以众称也。若乌合之众，不得称师；犹待之群，不得名师。以其非师象也。以坤后载，行坎显现，其德既刚，其道乃柔。此保民而亡之所由赖也，虑类而生之所由安也。师之为用大以哉！古者教人者称师，见君者称师。文武不同，名称乃一，则以其本不殊也。皆以安民生，利人情，增民德，尽民族福也。故师旅者，保国御武之用也，非以示威也；为民治暴之用也，非以为害也。主其事者，必得仁。所谓仁义之事，人道之权者，而从当之无愧，亦由教学之师长也。盖以卦象，一阳正位，其义甚明。苟乖此义，师道废矣。安能忘其成师之德，治师之用哉？故师者，国之保卫，民之护持，如赤子之乳母也。得道则吉，失道则咎。此师象之意于他卦，而师名之意于他称也。师卦之辞，以师为卦名，
故由象所生，而出至卦，则无此名，则以卦命象，亦由今之以名命卦。不过有此象，当有此卦，当有此事而已。而后圣因之，乃得师之名，成师之称，达师之用，则师之所本，道立，得名，致用，是也。故师自始于卦，而师治本于卦象也。夫师自从匝，宜视其高厚，如鲲之德；宜视其周步，如水之流。由象二卦之和也。虽古书异于今体，其所取亦不外乎此。可见师之字，与师之名，皆从卦出也。师在今日，分师履师长二类，亦属于众义，亦属于正义。众则成君，正则成教。盖卦本含此二义也。五阴环列，众也，亦阳居内卦之中，正也。既有其众，复得其正，则用之于外，当为君之师履；用之于内，当为教之师长。取象无殊，致用则易。凡卦皆然。而师有者耳。由师履言，君必有帅，帅者师之长也。故从师字出头，而帅律本一字，以有常可率众也。由教育言，学必有常，指导训诲，以教弟子。或属父兄，或称先生。师者，即父兄先生之代称也。师以行教，亦如军师，贵在督律群众，同趋于政，众有所仰望，痛遂其身。此师之为师，不仅为一君之师，或一业之师矣也。盖人民无不奉之，以遂身循道，以安以乐，则全国莫不有师。而师遂为人类皆要之治，不问其为师履，亦师长也。师真，丈人吉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师卦彖辞，言全卦之代用也。以师本德由鲲出，故先真。真者正也，有守也，坚固不易，节以不失，安逸不乱，慎行不妄，此为真德。鲲之常行，师道以之而师者，众之主也。必有德忘以复之，有德则足以自重，有耻绝以充之，有年则足以自尊。民之所悦，为年与德，天下之达尊也。是曰丈人。丈与丈古同，丈人，年老而得志者也。既备其德，复得其寿，受命率众，民莫不服。此师之为众所敬也。而天亦佑之，故丈人吉。夫丈人为师之主，行师之功，则所谓吉者非其一人也。凡其所虑者，无不及矣。以师之用，将有所讨伐也，将有所禁欲也。事必至于真，则决斗之事也，杀伤之事也。聚众以凌之，持兵以威之，坚阵以破之，乐其以逐之，其行以显，其处以为，则其余数也多凶。而以师之克真，率之得人，有德以固之，
有耻以正之，则转凶为吉，反为未安。此所以应丈人之急，而占全体之无咎也。咎者，天也；无咎，人也。人定胜天，则丈人之急也。故师之道贵真，而其未贵的人，得人而真，上何救哉？彖曰：师重也。真正，行险而顺，以此独天下，而民从之。急，又何救矣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言丈人之战，即王者之相。王者不必自将，苟以正重，得人而虑之，则天下归服矣。盖全卦以一阳居第二爻，上与五阴，一阳行五阴间，上下相从，故曰刚中而阴，行险而顺，上坤下坎，外顺内险，故有师之象，而得师之功。独自或作特殊图，古欲字庭特殊图即生育之意，但此处亦含毒害之意。盖对内则庭特殊图，对外则毒害。以师行教，则化育之功；以师抗敌，则杀伐之用。而天下之民，莫不从顺，则其疾可知，既疾自无救矣。要知师之取义，在能容众而虑之有方，及民而使之有道。义则以安内，而民得其身；义则以攘外，而民保其足。此王者之业也，其为极故矣。然不以真守，不以仁任，则其极否，亦未定也。圣人垂教为义，至深至切，读者无忽略之。宗主附注：一师卦继宋之后，可见宋之中，必至于兵争。古人以兵凶战为慰藉，而宋辞亦云中凶，则宋之所以凶者，不止官行凌辱之辱，生物损害之灾，必将由小争而动众愤，由细故而起大兵，其所至不仅宋之凶矣。故宋者争之小，师者争之大。宋者凶之始，师者凶之成。而古人介于患先，甚于作始，知其将至，则欲为治之。此师之凶，人可免；而兵之灾，人可避，则不独可救宋之弊，且足以保人民之身。此师之意，由凶而吉，由危而安，民正其旨，以小世人有备无患之道。此师卦虽继宋，就反能挽宋之师，以征米征，以杀止杀，故五字为止歌。而诗词主征吉也，且师者有常虑之意，以众中得长者虑之，不似群龙之无首。此所以称为师也。军旅固然，教学亦然，以一虑众，以常虑群，乃师之象，亦师之用也。象曰：地中有水。师，君子以容民处众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卦象之用，名彖辞之意，素圣人立教之旨也。夫师者，成于众，而得其正；行于险，而守其真。以正则不偏，不偏则公，公则得众；以真则不暴，
不报则恕，恕则荣民。公恕臣德，天下咸服。故不怒而威，不言而畏，不姑息而怀其人，不苛刻而悦其意。近者服从，远者归顺。有众以为首，有民以为用。如得得水，而深如万物，浸润无量，而不溃决，不漏泄，以安以和，以保其国，以定其邦家。是君子有取于师之所谓也。前言丈人疾，名师道之贵在得耻，而位亦随之。德以治位，耻以严服。天之所习，为此丈人，以能服众而安民也。众聚而不乱，群力所及而不畏暴，兵士所设而不履凶，以其机于真，正于政。故虽独天下而民莫不悦，虽动天下之众而国不摇，虽益天下之民而民不叛。其本故也。夫得水，类也；君子与民，亦类也。师卦以地聚水，而比君子容民处众，此应象成用，因道立功者也。民之为师，出无殊其为士农工商也。居所以保，行所必备，故有其名，即有其兵，有其众，即有其用。不言师而独言民众，犹见民众为兵之本也。民众归服，兵强师多；民众叛离，兵师何有？故能容民处众者，自能有其坚甲利兵也。且民众之聚，不待武力，上下之和，不受侵伐，虽不设兵师，亦足自卫。况民众悦附，师旅一成，朝头其器，系集于场，人人皆兵，更何忧乎师之不足？故圣人于此，但以容民处众为言也。容者安之，处者利之。安必有所保，利必有所用，则容民处众，不畏战争，而战争自亦备矣。故有国者，不患无兵，患无民；不忧难战，忧无众。舍本逐末，民众不富，昼夜皆愁，兵多战裂，一夕既灾。故君子取师之意，在此不在彼。初六，师出以律，否臧兄。宣圣讲义。此师出六爻辞也。初爻为师之始动，其余人事，即师之始出。师出必以律也。夫师以众成，众则易乱，乱则易败。故师出必先有纪律，纪律所以言师之行也。师行虽赞，师众虽现，而其出也，先有一定之志，其时与地，其来或返，其上至下，其行或止，莫不定于一律，是谓之律。有律则师，无律则乱。师之出也，求有功也，乱以行焉，不败何哉？故吉凶之分，在有律与否。臧善也，吉也。爻辞应作两句读，言师出以律否，而定其臧凶也。以律则臧，否则凶。古文简括故也。夫师之出，
兵势已成，兵凶战危，原无急战，而称赃者，言师出之善也。善则免凶，不曰急而曰赃，明其非急事也。然自有善恶之辨，亦有免不免之分。师之出，果以虑也，则善矣，免于凶矣；若否，则必凶矣。明断师出之凶否，而重在虑，可见君子之治师，有所先矣。夫师者，动众劳民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为以保我疆土，为我国家。其行虽扰民，其旨在安民，则其出也必求所以减民之经，去民之怨，则师之所至，必民居安度，必畅不惊，民生自在，工商不扰，方足以安内而攘外，保良而御恶。今若不以虑，先自扰其民，失其业，闾阎骚然，田野不耕，市井毁坏，工商不盈，则民必畏而怨之，害而远之。先失其民，是必败之兆；先毁其社会，是必亡之期，则师之凶，不待交战而已决矣。故师之贵虑，不必战时，即出也，亦必慎守，观始之终，察去之反。故于初六爻辞，以虑之有无，而定其师之赃凶也。此圣人慎用师履之为义，而先是于初爻中，读者宜注意焉。象曰：师出以虑，师虑凶也。宣圣讲义，此深言爻辞之意也。后人或以是爻辞否赃皆凶为故，是师原文之意。果皆凶者，则前何以有贞吉之战哉？真正而固，坚而断，有守不失，有节不移，即虑是也。有虑谓真，失虑则失真矣。真则吉，失虑则凶。一正一反，一善一恶，判若观火，更何宜乎？虑者师之守也，由人之节操，失之则无守，其中以爻，不凶何哉？况师以行险，兵以履为者乎？92. 在师中吉，无咎，王三袭命。宣圣讲义，此师92爻辞也。92为师正位，即师之主，其用在主持全师，指挥有众，而得居下位，当承王命，以昭勋业，服远方。故爻辞如此。言92在师之中，以阳虑阴，以位正中，其地至中，其行至正，中正之极，天之道也。凡辞之极者免救，以极能解救也。师之为道，恒临救凶，兵势所至，战争不已，救凶之来不易避免。92以的位之正，当时之中，乃低极而无救，不独免救，且有功勋，受王之宠。王者，主也；下者，承上者也。92承上而得位，则受赏已矣；遇众而有功，则袭命必矣。王三袭命者，言其功业彪炳，不止一赏也。夫师之用，为保国为民，
安内攘外。王师者得位有功，则师之道成，而国民虚赖，受命既平，策勋已至，则威亲远近，恩施万邦，不独一方之谓服矣耳。故大将之用，夫为定亲，仁者之师，进近怀远，不必争于战场，而外人来服；不必矫于甲铠，而匪盗潜逃，以其德可怀，威可畏也。其劳如此，则望宠必隆；其重如此，则威望必远。故其治国治安，治世太平，一人之业，万民之怀，此92之所以未及，而得王三袭命之战也。象曰：在师中极，承天宠也；王三袭命，怀万邦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92之象，臣能弘师之用，成师之德，非徒为一时之功，一国之安，其志也。天下虚服，万国永虽，则其为吉，非寻常之吉；必承天之宠，则其受赏，非一度之赏。必王三袭命，有其德乃称其位，有其功乃因其命。此取于卦象之正，而恰因乎丈人之选者，故非徒好善战，只称之兵者，所能忘也。故师之待用，不在战争，而在德业。师之大功，不止保一国，而在怀万邦。仁者无敌于天下，其92之谓乎？夫卦象92以独刚居下位之正，以显道行广厚之中，内见而外训，守正而行远，此其为师之治用也。天宠者，非人所能与夺也；三袭者，非时所能侥幸也。必有其本，以立其基；复有其道，以弘其德，乃克受此宠袭也。爻辞之意，先崇德业，而后功赏。德业既具，功赏私家，故一人之威，为万邦所怀；一师之用，为天王所倚重也。全卦以此爻为主，亦谓最吉。夫丈人之名，的中正之道，其余各爻不能比也。辟之三军司令是也。63. 师或于师，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师63爻辞也。师卦大用，在亦能御众，进退有节。若为此则凶，故出6爻辞。明言师之吉凶，在有虑与否；而92爻辞，则明言的人主持，功成愈远。可见师之致用，必得其众，而善使之，必下服其上，上任其下，内合外正，命专令严，指挥五五，行止有定，而后功大而国保，威远而敌怀也。至63爻则不然。63以阴行阳位，以显灵后地，其势交迫，其时易乱。爻辞所云，盖言其所至之凶也。以63处阴阳之爻，失纪律之正，有僭越之命，无指挥之专，故进则易败，退则易溃，出不克正，止不克安。
内失其人，外乖乎众。此名师而非师也，其凶必矣。于师有二义：一、愚，众多也，师主也。多主之师，命令不一，其凶由于自乱也。一、愚，愚也，师，死人也。战而至于死人，则其溃败可知，其凶由于自奔也，而皆不能战也。战则无功。然爻辞之意，取义在象。于师者，象之所包，以六三前后，一阴一阳，进则群阴相边，退则孤阳失主。而六三又阴阳相争，刚柔相敌，其所属不一，所任不专，一君而数将，一义而多谋，众无所适从，命不知谁出，则于师之为多主。本卦爻象也，而不曰多主。曰于师者，则义自有义。以六三居下卦之末，临群阴之间，而以阳位接九二之阳爻，阳成诸阴，阴错于阳，阳已老，谓失象。阴多而共于阳，谓于象。故作于死人，或于神主解。易通，易之文字，皆含数义，此例也。以象包数类故也。第六三之辞，以内外之交，进退未定，行止犹豫，故用或字，或言其不定也。言或至如此，智者以人事定之，天数有之，必人事服之，天人交至，乃见其机。三四人爻，犹必决于人事，故干爻或跃在渊，亦此义也。人事之至，可移天数，如知其凶也，而预防之，则免矣。故言惑者，名吉凶由人事自治也。象曰：师或于师，大无功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，而进一层言之，以人事虽善，凶虽可免，人无功也。盖言六三之时不宜，谓不当。虽师众不能克敌，故曰大无功也。天指师言，亦名此爻之不宜于进也。无功则徒劳，以众而徒劳之，则虽免凶，亦不足取。故是文之义，重在戒师之轻动也。若于师而进，其凶必胜，故不止无功也。六四，师左次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师六四爻辞，言六四爻之宜退也。前六三爻大无功，则进已不可，而六四亦然。六四以阴行阴，处事宜训，在上卦之始，为坤道之阴，退以为用，则不涉于险，故曰左次无咎。左次者，退必也，又进左退，次言其有定序也。全师以退，有相宜之地，非崩溃也。凡师能进则进，不进则守。进守俱难，则为退舍，以求自全。六四阴柔之地，不宜久抗，故左次无咎。如必坚守，是有咎矣。又左次者，卦象也。阴降而逆行，阳升而顺行，
六四阴也。从左以次降，此时谓所宜也。卦之所适，本气数之常，定顺逆之道。由天运而敌人势，由时得而战进退。六四一人爻，由重在人。此古圣人所以名象至辞，立辞定义者也。象曰：左次无咎，谓失常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卦之所象，辞之所指，莫不有常，人亦应之。六四以常而弃左降，人亦以常而失左次。顺常不失，自免于咎。即以失言之，既不敬矣，又坚于守，则诚实以退，暗得以保。义道之常，不失其常，自无咎矣。故战不必克，而贵全失以保。失之强弱，不在进取，或固守，而贵灵机应变，此免咎，在乎审时度势者也。兵凶战危，守重审慎，宜设粗虑，其害必大。故失之爻辞，无一不主谨慎，无时不先保全，则可见圣人用兵之心矣。六五，田有情，立直言，无咎。长子率师，弟子于师，真凶。宣圣讲义，此师六五爻辞也。师六五居上卦之中，为众阴之正，其位甚宜，而以群阴连接，恒益师主，则象使然。其爻辞所称，则以六五为正时宜。故田有情，有所获也。田者下地，阴之所也。而此田字，亦作田猎解，以六五出师于田，亦具众所谓。古者练习兵事，横甲狩猎行之，40皆有田事，所以及农而习武也。师之用，不专在战守，六五重于练习师众，故以田为言。田之有情，亦由攻而有获，而圣人仁义之师，备而不用，不求攻伐，亦不懈于武事，则一年40，举田猎以阅武备，讲射御以示兵术，其意在保国安民，而不为穷兵黩武。人人之兵，而战事不常见，师旅精强，而无患多兵，此欲兵于农之志也。故六五不言公有获，而言田有情也。有情则利可知，直言者，有所守也。六五正位，得所守，故立直言，由曰名正而言顺也。且直言者，谓有所深讨，如仗义直言之类。言师既精强，练习有素，则明天之讨，待天之诛，有其资矣。故因田有情，而知其利于身罪治讨，可见古圣不轻用兵之为义也。师出必有名，有名则有功，有功则有德，功成得利，是以免咎。故曰无咎，以其正位而行宜，因时而适当，善备于内，克动于外，此无敌之师也。更惜救灾。然六五以群阴之交，于见月之余，与六三同。六三有获于师之战，
六五亦有于师之象，其意义也。长子率师者，为正而得也；弟子于师者，因多而见也。故义则真，义则凶。长子率师，为夫丈人之急，故真；弟子于师，乃犯六三之嫌，故凶。真凶二字二句，一指长子，一指弟子，其例与初六同。脏凶真凶，皆分世上二句也。以六五正位，当有长子率师之真，以群英见悦；当有弟子于师之凶，皆象所固有。此乃分析视之。弟子有子弟也，众而不当位也。师之所患，在众而失虑，故凡凶者，必其乱也。象曰：长子率师，以中行也；弟子于师，是不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明师之吉凶全系乎此，而视之治师者，当之所取法乎？上六，大君有命，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。宣圣讲义，此师上六爻辞也。师卦诸爻，以众就于正位用，故凡有众者，莫不本师之意，以使令之，统御之，以自安其国，保其家，而慎勿失其正也。正者，道之至忠，行之至当，守之至宜者也。于事曰忠，于用曰正。不忠则无所秉，不正则无所成。故有众者，不导以正，则相聚未乱而已。黄言至用哉？师之所以为师，在家曰家督，在国曰主帅。其所以督之帅之，莫不有所正，是谓之正。家正也，国正也。君正己以正人，莫不有所命。家长之命，国君之命，莫非正之所行，正之所施。故正而后有正，正而后有命。有正命以行之施之。家于焉齐，国于焉治，而师之道于焉成。上六爻辞，即所以明夫正命，而见夫师道者矣。夫师之待用，非独为军旅之备也。前以言之，推其所至，则平治之功，家国之道，盖有家者，勿使之齐；有国者，勿使之治。家其国治，天下已平。此师之所以明师也。书曰：天降下民，作之军师，下民众也。军师正也，以正正众，以众就正，此军师之正治，而下民有所遵循。家国之正命，而有众得其律欲也。故曰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成家，大君之命，正命也。开成之功，其治也，而本于治正焉。不正则不得治其，不得称命，则不得为国家。有若无也，失其道，则家为败家，国为亡国。不正以命之，则败亡可哉？此非师道也。故爻辞明述其旨曰：小人勿用。小人用，则失其正矣；小人不正，而用之，
则虚不正，更何望于其志乎？开国成家，言创业垂统之功，而名师之待用，可见圣人于师卦之象，取义极宏，既不限于军旅之志，复不尽于讲学之途。其在彖象，则曰君子以容民处众，而身独天下，而天下服之义。其在九二，则曰万邦永怀，而民正位立功，由近及远之意。其在上六，则曰大军有命，开国成家，而少师真丈人及之意。无非为推师之道，广师之德，以见其家治国之本，为政臣治之基。其旨深切，其辞简括，故谓易经言政治之始，亦即大学修其之学与治平之用，而莫不本于政。政者，正心以正身，正己以正人，此大学正心所由众也。革制者，须诵之义，而成正以下，则始于师。成义故乾坤本义，师以坎合坤，先主贞吉，即内成而外正也。行于事功，又谓内正而外成。成无不正，正无不成，正而不成，是谓君子。成而不正，是真小人。皆不足与于师道。故诗词以正行成，以真致用。为正则能成正，为真则能立功。此开国成家，其治之功，实即成正之效。君子在位，有所谓也，必治平之业，而必始于身心。故诗上六，即论其功，以与彖辞师真丈人吉相应。真正，义也；丈人大军，义也。全卦一致，而包罗万有，故谓人道之主。家国兴亡，人民安危，须系乎此。其为用意大矣哉！象曰：大军有命，以正功也；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大军之命，即前王三袭命之意。唯有功者受之，而功之成于政，奖之加以政，上下通政，国无不正。政之所成，治之所隆，此师道之所以弘也。隆者亦替，成者亦复，是理然也。上六居极地，及群阴，最易为小人所成。小人者正之反，君子之仇。今日小人勿用，未虑远矣。小人用必乱邦，是败师之功也。反正为邪，反攻为祸，即反为凶，立反为害。此师反而为彼，则大军之命，丈人之急，皆反而彼之匪人，自乱其国家矣。虽众有何益哉？辞之垂戒，治民切矣。宗主父主，师卦取义，在何众而能统帅，极利而能运用，不图以其人众矣也。盖在卦象，一阳五阴，阳居下正位，阴环拱于前后，阴从阳合，刚以柔行，故协于师义。果非有纪律，有顺从，主得其权，众听其领，则反五阴一阳卦。
皆与师同，而不得称师者，则可见其名之由正未来，义之由当权来。无位无权，则纪律不立，命令不严，虽有其众，职乌合耳。故反师谓彼，彼者匪也。匪道之具，教销奔图，虽多不足以用，故不得名师。而师者，出以正义，行以正名，止以正道，刚柔相济，权辩有常。此王者之师，恒备而不用，天下畏其威，人民依其利，而不为暴，不以害民，不以怨众。此人人无敌之意，师之大道也。故师者，人道所不可患，而国政由兹要焉。亦反其所谓，则成彼废。彼废与师，一邪一正，一治一乱，其为众同，其所以御众者不同。此兵与道之分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，首页。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。易经正式上经第6册。比卦坤下坎上。宣圣讲义。师之反卦为比，亦五阴一阳卦也。而阳在上，与师书，则谓之差，是之一耳。上坎下坤，水在地上，以象言之，相聚而朋处之意；以情言之，相洽而痛流之意。故曰比。比并也，相亲逆也，相匹也，相辅夹也。水也，的也。水流而的泽，的薄水广，能含如也。而坎显坤厚，显外而后中，是朋比而不和，交逆而不结。如众相聚居，灿然以群；如浮波逐浪，盈烟以和。刚于外而无主，柔于中而失从。此在平时大众宴集之际，欢笑杂陈之景，与师之以律相律，以正相庄者恰反。故在师为忧，在比为乐。忧则有功，乐则待事。圣人垂戒，众师保比，良有以也。然比之为比，非不可用，乃不易用；非不当取，乃不宜轻取。则以有其重，有其轻，其事不可侮，其德不可陷。唯在于善用之，而善处之，则功自宏，业自大。故称比为乐，乃言其待用也。果因其乐而平成之，则常乐；若以其乐而自待荒，则反乐为忧。师反为比，比反成师。二者忧乐之基，亦忧乐之兆。如因忧而忧，则成师之功。此君子有终身之忧也。如因乐而乐，则治彼之业。此圣人与民同乐也。故恒视其德业焉。忧乐者，德业之所始所终，成败由之，祸福随之，可不胜哉？按比卦象，亦含此意。在上为坎，一阳居中位；在下之坤君为阴爻，群阴奉一阳，即大众归于一主之象。而坎显坤厚，阳刚阴柔，显以御厚，
刚以长柔，以夷下众，以权曰民，则比之于一国之君，天下之主，以有其众，以得其辅，其实实义，其位实宜。唯在有德以复之，有政以成之，有其道以安享之，有其威裕以振作之。庶乎克统其众，克制其用，故非侥幸可计，昏庸可得，暴力所夺，巧绝所取者也。故必视其所造，而后长乐永康，此彼之益于师者也。师以优而有功，是在下位之事；彼以乐而立业，是居上位之人。二者处境不同，心怀乃异，所事不类，致用一殊。得彼之政者，君主王后之业；失其政，则盗匪魁渠之类也。故反师谓彼，而彼自有其正道焉。圣人述彼之相，以与师教，则可见夫治平之道矣。彼之对谓大有，大有亦相得有合之卦。天火同类也，得水同类也。大有之反为同人，亦如师也。皆有其同情，得其合作，用之而当，则帝王之业；不当，则反害其身家。此虽天数使然，要一人谋所致。学者务以彼物此也。故一卦之中，吉凶互见；一爻之内，主客不同。人事之所谓，则存乎顺逆；天数之所见，则关乎推移。苟合而观之，当得其旨要矣。弘教复注。今讲彼卦，彼为师之反，亦务穷则变之易事。常有始于此，而终于彼；发于东，而止于西。其所以然者，不外急则变，穷则反。天地有限，岁时有度，欲求进而不止，不循环不得也。故变与反，亦常道也，正道也。不过在一方看，则有变反耳。自大造言，出无殊意。如一人回旋斗士，或来或去，总属于行。不以来为常为正，亦不以去为变为反。然自是言之，则有东西之象，上下之分，而合之实位，则有顺逆之途，吉凶之判。故术者，为人言也，非谓天也。人有疑否？天无知。人有利害？天无知。此为吉为凶，舍人事外，故不足以定论。而人事又可以趋避吉凶，以挽其数，则数虽为人定，亦不足以定人，唯在人之自治之耳。贤治所以胜天，愚不孝所以逐数，其间相去，如萧与壤，则吉凶又起一言哉？世人执一不通，恒以此吉彼凶，此顺彼逆，挠挠争论，而乎其大者远者。事虽日言数，人不能达数之用，亦惜亦哉！今以义之各卦，反正相见，顺逆相成，以致明天数自然。彼人的夫吉凶真相，此夫子之为义也。又曰：彼相比也，必有同类，如甲比乙，
此比比至少在2个以上，方得谓之比。故曰朋比，或曰比拟。而古文一字数用，去声则谓比附，有疲弊之意，皆曰比。师者以一正重，故曰师；比者以重比皆，故曰比。二者皆重也，而用不同。师则有味而自警斥，比则谐乐而易殆荒。故师多功，而比多过。今师以讲过，诸人于讲比之时，人宜回溯师之用，一正一反，相比自明。比卦辞义，本卦象而生，名比者，以象众人比并之意。水与的并居，其性静而情移，故曰比。而隐含真静之意，虽静而易备，虽从而易魁，则以其失于和，离于德也。在五行，水土相克，虽比而不易合，虽重而恒乖离，是使然也。故比自易于从，从谓顺行，比谓背利，是行近而怀远志，外亲而内自疏也。故日处狭逆，一旦相违，则同愁愁，聚居欢乐；一事起隙，则生怨恨。小人之恒情也，唯君子戒之。故和而不同，亲而不侮，敬而不懈，好而不淫，久居而静如初，常处而交不渝。无朝夕之疏，冷暖之意，无终始之判，利害之乖违，则其守也正，性也坚，待人以公恕，自持以贞洁。故如水土同类而不害也。若夫小人之志，乐则极淫，怨则生恨，利则与共，害则疑人。以情欲为爱增，以势利为去就，故比之为祸，不可炫众。侠怨逆仇，毁交败结，天下所由乱，国家所由败亡，可不胜哉？故比之君子，益有也；比之小人，损有也。正人而比，国之福也；匪人而比，天下乱也。能事此理，治道备矣，人道明矣。故独比辞而得义教焉。生不得离群，居不得无家，行不得无国。具足以常欲，合众以经营。此人之不可避者，而必自审，于彼之道焉。有国与天下者，犹未要矣。义教先其大者，乃举至道以盖其余。顺人之情，而利用之；因民之好恶，而导之以政；决民之利害，而治之于中；就其清净，而久要之；本其欢乐，而常保之。此观彼而得其意，察辞而着其旨意。比，即袁氏、袁永贞、乌咎、不宁方来、后夫兄、宣圣讲义。此比卦彖辞，言卦用吉凶之大概也。比以相近之乐，其德以坤之厚，和坎之险，外刚内顺，故战吉。此大体也。袁氏者就辞，亦先天未变之象也。袁氏与今义者，取用不同也。今以干为先，以动为用，
元以坤为主，以静为德。元是谓元永贞，秉坤之德也。坤备四德，元亨利牝马之贞。彼则曰元永贞以有别也。坤德纯阴，彼则有阳，故虽具坤体，而疏坤用也。元者善之长，贞者性之正，而曰元永贞者，以坤之德，谓坎先天。坎在后天代坤，而先天则纯坤之用以贞而用，可见其不得离贞也。有其元善而能永贞，则得宁而用静，其极可知，极矣，自无咎矣。而彼在今世，因时之殊，谓之义故有咎，苟保其永贞，即免，故曰无咎。不宁方来，函数异，不安宁，异也。无宁如此。二也，不则宁矣。三也，方来者，正来也。言不宁而正来，其势甚微，其趋甚急，以坤而动，入于坎，但其险在前，而其行不可自止，则不宁方来，明其后不利，有境界之意。若作无宁解，则以势之逼迫，不得自止。无宁谓将来继耳，而方自有止位者，有止时者，各有异义。若曰不则宁者，以彼之动有咎，果永贞而不行，自安宁而无险，其来亦有方矣。此虽该数义，就以不安宁之行正来，谓主解。以彼虽极无咎，谓取坤之境也。苟至于动，而行坎之险，其难久安可知。圣人谓人道言，以长治久安为本。今之彼之难安，则求其所以安之方，此是戒而垂训也。明彼之象，乃暂安之时，前途为待，正不可测。若以其安而忘于为，以其暂而忽于久，则彼之所谓乐，乃朝暮之宴；所谓吉，乃塞翁之马。或以为福，施以为德，则其所至，必不堪告。故彖辞止所包藏之甚凶，虽极无咎，不可视也。是有始乐中忧，出好而后愁者，彼之谓也。能酣于宴安，而醉于正独哉？故有国天下者，不得不速图之。后夫兄者，亦谓后来之不及。彼者相亲而逆，相乐以息，比于男女而非正配，故曰后夫兄。以失其自贞，则必趋于险也。夫男女之和，必以义；人之所守，必以贞。今贪乐而好色，忘义而失贞，则所比者，必非佳偶，其兄也已矣。以女子而嫁二夫，不贞可知；以男子而娶再教，不义可知。不贞不义，纵情训育，虽不凶，亦非吉，何况不免于凶？此亦彼诸失节之臣，被蒙之国，丧守之人，忘信之友，不独后夫也。而曰后夫者，本彼之象也。人之最近逆者，莫夫妻弱，而彼之近逆，不以正，不能久，因欲以再婚之夫妻也。
比卦既以众同极，其相的必有道，以亲相近，其相应必有故，是其出可以利用，其利以大，其势以成，则其至公有可畏，作业有可期，隐而魁于正，则建设之基，纳而归于一，则平安之兆。此先王所以能建邦国，故将自莫不资于彼也。有敬敬之心，则业亦精；有争胜之勇，则功必正。天下之大，兴亡之道，抚万方而朝诸侯，建终极而威四海者，其所本，在能运其民而益之，治其利而大之，良有不疏其用，亲疏不益其人，未能安内攘外，使其下不生心，怀德未行，使其民不相悖，则彼之待用，在此不在彼，故彖辞民述其义，而揭其吉凶之术，辨其利害之因，彼后人之所法，而无自败其机也。故不宁方来者，民夫安之必速；后夫凶者，民夫食之不可失也。彖曰：彼吉也，彼复也，下顺从也。元氏元永贞，无咎，以刚中也。不宁方来，上下阴也。后夫凶，其道穷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以尽其旨也。所谓彼吉也，必复也，下顺从也，以彼之出可用也。由自助事者，不如用人之源；自见山者，不如因地之灵。彼以据其事，我则从其方，事事半而功倍矣。彼之相比，亦有其众，亦有其利。如巨族之群，部落之长，其下以顺，其辅以明，则因而合之，其举至义也。元氏元永贞无咎，以刚中也。为刚中，则柔见于外，以坤能涵坎，静能节动，则服元贞而战无咎。此数之所合，时之所宜也。不宁方来，上下阴也。此句亦备数义，言上下相应则安，为天下而能定其藩邦，此因应而安，而四方来朝也。反之则外寇未至，内乱已生，民心已离，远忧方见，上下之阴，而不安之方来，所谓为王利呆者也。欲转祸为福者，当先从此辞而致利焉。后夫凶，其道穷也。此与前讲异同。道不可穷，时不可失，因彼之物于彼，使先识者便为后识，其穷可知，其凶可见。反之，则前夫及矣。阴阳之和，在得其正，义也。上下不阴，则不安。二也。上下之阴，由于能用彼而安之。三也。因上下之阴，而不欲为其道，使将来不安。四也。盖在卦象，上刚下柔，其体故相应，而其德乃相害。如以水浸土，先天母子，故相从以儒；若以土投水，后天克胜，反相为以现。
此体用之意，动静之殊也。在体，则为因而安；在用，则为克而不安。其实皆相应也。故不宁方来，被数解焉。为国而能辅其民者，时之宜，谓之当。乖时出位，皆不正也。由干之上久，亢龙有悔事也。故君子贵之己，又上下相应一语，后人多误解其意，只为群阴与阳阴。夫阴者，必相得而有和，所谓一阴一阳之道是也。若偏多偏少，则非正阴，必以群阴在下，与上之阳远隔，是不能相得有和。欲其相应，必求所以能和之道，此吉凶在人事也。不宁方来，吉也，亦凶也。是时与未耳，则所谓上下阴者，亦含吉凶二解。和则因其吉，否则因其凶，不得以一因字，而断为有和也。凡卦辞之有因字，其意皆如是。言卦爻之阴，非必卦用之阴；言阴之或吉或凶，非必阴之为吉。读者宜细审之，比之为用，在比而不为邪，比而不至于备，比而能久，比而克归于一，则比之吉也，乐也。若图比而不能免于邪，凶于中，细于末，各阿所好，自以为是，则吉反为凶，乐反为苦。所谓无咎者，不免于咎；后凶者，臣属于凶，则人事之责也。盖必与失反，其得意与失义，情感之所役，亦失其正；偏激之所为，亦流为害。此君子所以胜也。道穷一语，足垂见解，有其时而作物，当其位而不为，虽欲不穷的乎？故占彼之象，用彼之道，时大有为之时。师上六开国成家，将于彼见其事业也。宗主附注。易经自文王周公制定卦序爻辞之后，凡前连山归藏原有辞文，易录及兼载，以明一卦有重用，一爻有多义。虽周易采取不同前书，而卦爻人前，则致用字包括各义，故辞中恒有分列原辞与今辞者。原辞即连归原定之辞，亦可称为旧辞；而连归以次序之书，象义均义，所指吉凶利害，义字不同，以主客异行，前后异事，此之谓吉；彼或谓凶，先之谓利，后或谓害，乃时谓所观，人事所感，各部类也。如同一地，敌我抒情，攻守疏略，非数之差，是事之别也。而在同者，必有其共同之理；异者，必具其独异之因。此不仅卦爻未然，卦爻有名者耳。连山归藏，既亦周易，其辞亦大书，而其有所同者，则亦与周易近。此周易所以人录连归之辞也。彼之所谓原事，即此例也。以彼卦本无所异，因序异而用途异，然彼与师未反，
则人同。其所不同者，远近之情，兼胜之理，略有差耳。故彼及周易之辞，而元永贞无咎，则元氏之文也。即教无咎，所差异间，如以动定之意，主宾之分，进守之殊，升降之别，则或吉，或无咎，亦以人事为主，故并载焉。大凡所谓元者，言有先天之意，三义对服役卦言，皆后天意，归藏于连山，或周易于连归，则可视作先天，盖有所出也。如母与子，子在母后，则先有者谓先天，此非全义之先天也，故称元焉。其辞则夏商之宜，其事则周易之语，者亦元字，民所自来也。彼之全辞，皆合元氏，不尽彖也。读者视之，象曰：地上有水。彼先望以见万国，亲诸侯，宣圣讲义。此是全卦象辞，明告后人知其大义。言虽略而指远，文虽简而道广。所谓成治平之德，开太平之事，垂久远之业，治天下之治者，不独一方之政，一世之功矣也。而称先王者，谓言彼之待用，贵先时也。先王所谓，百世之师，规模所具，天下贤服，故因彼之时，达彼之道，成彼之业，为先王之上也。后人恶能忘哉？夫圣人者，此辞也。故为表彰先王圣德，追溯古圣开国苦心，以叙后世之君子。而在位者，亦当免继承之志，图丕少之功也。而在义教言，则重在用实际事之事，盖人人不必皆有位也，亦不必皆遇其封建之时，则卦辞岂无用哉？圣人不陷于用，不迷于道，古者重封建，则立国之所及也。若时易事改，而犹居止古人之治，必至汉革无成，则唯有审时作为，临己顺应，以奉时为本，以先时为物，则应于彼之辞，可尽彼之道，不致屡穷之凶也。故时者事业成败之官，人之穷通，物之生杀，莫不由焉。以彼而能及时自卫，何患乎穷？何忧乎凶？上有其位，下有其辅，而能服元贞之德，成刚中之用，则无大小皆有功，又不独建国之事也。凡议措辞，莫不举其大者，以一概百可矣。初六，有福，彼之无咎。有福迎否？终来，有他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彼初六爻辞也。彼卦六爻，下坤上坎，五阴一阳，与师相反，而其行也异途，其动殊归，升降各为次，动静各为情，顺而悖，因而侮，相协而不相适，相连而不相得，以其内外殊位，进退一时，故自出爻至上爻，吉凶不同，利害相反。
此事也。数也。初六在内卦之始，当坤爻之位，为阴气初起，坤道始阴，以后载物，以真立性的地道之始，履坤德之极，故辞合乎象，亦同于彖。盖言彼之初爻，本坤后之用，行的载之功，而有其立真之德，以应万物，以安以身，以成其薄厚之一也。夫坤者，阴干者也。地道无成，而待有终，坤之所以为用也。彼亦从之。有福者，立真之阴也。福性也，得以载物，守真而利尽群生，此所以有福于外也。彼之外卦为坎，四爻为阴，坎为后天待坤之卦，又得干之阳，初六与之相应，故曰有福。言如鸟之夫其雏也，其气相感，其情相通，其声相依，其用相成者，皆曰福。言以其成相信也。如同山之阴落中，琥珀之溪芥草，禽性之气，气脉之头，不期而合也。凡曰福者，皆如是讲。而彼初六以全卦之始，合水的之用，其福由名。水的皆最信者，信以感物，无不信矣。如水之润下，德之薄厚，其德永不易也。故福而在彼，则称其用而有福焉。言或福，或不福，将是其所至用也。如用而克冲之，则谓永福；如用而或从之，或为之，则或福或否。故曰有福。名其德之可服，而必视其用之真服否。彼之所比，出和中离，易弃而难固，易从而实为，永服与否，全在人之致用也。初六者，用而未彰，动而未者，故不能全知之。然彼之初，故甚善也。先天之用，体坤利极，其道主静，其德未全，故战谓无咎。言彼之无咎，其本来无可救也。有福迎否者，体坤之德，成德之道，载物而物归之，遇物而物具焉，其诚信相符而无不至。此所谓有福迎否也。否者，气也。迎其气者，夫之所感也。如以否取水，水随否而盈，是水性乎否而不与也。坤上和坎之欲也。且迎否者，以初爻之渐动，是之初举，气有限也，而亦如其气以盈，岂非福之所立哉？众言有福，明其极也，必以诚信，必依仁义，必达性情，而后能比也，非偶尔乌合之类也。故彼之初极，乃其德也。终来有他极者，地道无成，待中之象，以坤之用，重在中也。终者始之对，来者往之对，他者我之对，有者无之对，吉者凶之对，彼之为用，皆取相对论也。言非全如是也。以彼初爻，事之方始，行之方举，而在象言，则其所依者，
在中来有他极耳，外此则相反矣。故不言实往，而称中来；不言自我，而称有他也。凡卦用吉凶，皆有主客两面之意。彼之所及，在他在来在中者，则以彼之意变也。其吉凶恒难定也。中来者，因卦上下之因，内外之殊，而众视之。凡言有他者，必非一途之可循。彼者，相比也，必非一类之可称。故爻辞如此。夫彼之为彼，以其有众也，以其有类也，其相比也，必其近也，必其似也。故此与此比，彼与彼比，各比其所比，而后见其德，治其用也。不必皆吉也，能福则吉；不必皆凶也，相悖则凶。此彼之所异于师也。天之生物也，原不一类，必有其足；德之载物也，原不一方，必有其宜。仁者广大无垠之道，此其痛也；义者辨析入微之道，此其义也。彼者何人与义？故同而异之，异而痛之。故一国之内有封建焉，一家之中有朝暮焉。此先王所以治理也。礼者，定仁义之分，赐痛义之极，别亲疏之道，明尊卑之序者也。而必有所服，以服众情而协同气，以调异类而归大同。此礼之极则，斯治道之规范也。故礼运有小康之事，有大同之事，其志不同，其所以为治则皆同。盖将以顺人情，准物理，而治之于平也。贤者思其大，次者思其细，不孝者则混而乱之，扰而离之。此天下之不免有治乱也。故彼卦所以象其同义，而辞则求治其平治。人道之所宜也。圣人不外乎情性，不悖乎人己，亦准于中和，而不居于一人之利害。故彼者从众者也。初六一爻，众在他极，即此义也。以克服于外也。服而不虞，内外同音，则他极即我极。人之所利，即吾之所利。故以天下公诸人，以为君诸众。建国而列土，丰厚而袭爵。名器不以自私，财物不以自富。位不己惧，权不独揽。故能得众之心，服众之志，而以长保其位，久享其利。此所谓无位而无不位，不威而位，不言而劝。天下贤备其会，人民咸沾其责，而己亦与其安荣。此所以辞称有他极，即以因彖之极也。称有弗盈否，即以因彖元勇争之战也。象曰：彼之初六，有他极也。宣圣讲义，此是爻辞之意。言其极之自他治也，即非己有，而治之自他，其极更大矣。佛所谓自利利他，仁者利人达人，即为自利自达，此他极之止也。此夫之所以盈否，
此永贞之所以终来也。虽然，人世上矣，是谓有无人而得治其国者，尧舜之治，尧舜之德也；文武之治，文武之功也。尧舜文武，不自私其位，自负其才，乃能永居其位，久享其用，桀纣思之，而反失之；复之，而反亡之。其为己者，只见其凶，未战其极，则有可证明此辞之所取义也。此尧辞旨，系民谓治之道，亦谓人之道也。后人多未达其意，遂使义教不明，可慨也余。大学末章，全本此义，而传中何以首谓义节，犹为比卦含义说明。是之读者，要当会通而推扩之，则治平之道，可于此中得其究竟，更能引证理运之言，小康大同之说，及春秋三世之语，则于唐虞以往之政，将来大顺之事，均可料于掌中矣。宗主附注：此文为明治道，使古人治平心法，道不外本人情以为正，大公无我以为治之则耳。义中凡言服者，皆有效用，如中服是也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此服也。必以我之诚信感召之，未有以诈力服人者，人谓服也。以之诚信为服，是己之救也，焉能责人哉？彼之初六，基于坤之力争，以成干之元亨，时始于服，而其功，则未有他极；其果，则未引否中来。因果分明，感应至节，人人之所同具者，此情此性，推而充之，草本优化，则诚信以致治平，乃本末一致功夫。为国者，其流亦焉。又曰：比卦六爻各有用，不独上下卦不同也。而最要者，卦以阳为主，五阴一阳，阳贵阴贱。比卦阳居九五，正与乾同，此为得位，而与失反，以上下不同用也。然彼虽以阳正位，却非如干之刚，则一阳处群阴之间，恒易受蒙蔽之害，故名曰比。贵在能比也。比者，相比而有争竞之心，相比而怀背叛之志，故得位虽正，而处实贤孤。以人事言，必善用其长，方可度其患，否则将自失其势，而为群小所构难之秋。故治乱在人，人存正举，人亡正习。何以守位曰仁？何以聚人曰才？理财正辞，敬民谓非曰义。此义传有见于彼而立其教，儒者祖述之，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责也。仁者，所以守位者也。仁不得，则位不保。此仁字，指治人与受治之人二者而言。而何以知其孰未得失？则在乎彼。彼然后知其得失也。有贤者比，则知其最贤；有善者比，则知其最善。因比而知其仁，因仁而知其智，此必为成治之本也。
夫人民众矣，心思杂矣，而彼以正之，以类之，以义之，则众者归于大同，杂者抵于至中，此彼之功也。故上下皆用彼以成其治安，而后国天下不复变乱，此有位者所当之也。不然，上有位而自骄，下有众而自治，骄以失其民，自以诡其法，上下相贼，而彼于乱。人各有离心，事各有二志，则众者助其为暴，士者纵其行险，则上下皆失，更何以保其位哉？此不可自比，而图求其用之过也。故彼之待用，不外于人，不外于仁义，不失其位，不失其才，不失其政，乃不失其众，以克制其国天下，而趋于大同至中。而后彼之道已达，义之教已成，儒者之治公已见，其所观不亦大乎？故读彼辞，贵通彼用，彼故兼善恶，该祸福者也。为人自责焉。62. 彼之自内，贞吉，宣圣讲义，此彼62爻辞也。言彼内卦，62居正位，以有其首，而坤德在贞，能正位而守以贞，其吉可知。故爻辞如此。夫彼之为用，类以相成，顺以相接，同道而有和，不至中离，则吉；反之则凶。此彼卦全体之旨。不独621爻，而62以处内之正，能守其正，不失其真，则所比者，必能同心同德，和以永久，至诚至信，辅以不渝，乃君子之交，信义之器，厚德纯情，静居安坐，如处女之相守，结士之自爱，纯乎天性，本乎至德，不囿于外，不摇其中，常保太和，悠然天真，乃以贞吉，而顺乎道行。此所以称为彼之自内也。自内者，以地位言，则其本位；以时日言，则其至中；以所交言，则至亲；以所行言，则至顺。以彼而相得，由夫妇之好，兄弟之爱，无见于物，不为其情，故曰自内。由曰其本亲也。天性使然，道义所合，则和乐永久。如德之博厚广载，无弃于物也。而内自由是其至亲至敬，本来同德，虽曰比，实则异也。坤之德，宁义而敬，62孝之，以位应时，以德应战，此自内贞吉，乃一贯者也，非二义也。不以贞吉，安云自内？不服自内，安保贞吉？如人之臣，必先弃乎心意，心意未服，臣于何有？故自内者，由人之臣，能合其心也。心生痛诚，内外同真，此62之象。而战者自获其吉，以不失其本德也。象曰：彼之自内，不自失也。
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明其为真吉者，必先自保其内心之节，自守其内体之真，自乐其性，自安其天，使能服于永贞，因于坤元。故曰不自失。言此真德，人所自有，藏于身内，实不自失，即足照其极矣。推之待人皆物，何非以我之成，治我之真乎？故其极无不因也。以内外卦言，62上阴95，阴阳合德，待如天地，小如夫妇，亦莫不以真为吉，以顺为正也。63彼之匪人。宣圣讲义。此彼63爻辞也。本爻异于62，以位不正，时不宜，则所必不当。匪人，不正之人也。失其自守者曰匪人，犹言非人也。人固有其自守之道，亦曰人道。传所谓立人之道，曰人与义。仁义者，人之正道也。由天之有阴阳，地之有柔刚，本来固有，非由外所传也。曰人道，人人所必遵之道路，亦舍此不能行。若失之，则举足荆棘，举步陷阱，非奸即为，其害大矣。人道不可一时离，而离之则非人，故曰匪人。中庸曰：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，可离非道。此与彼之匪人相正。非道有匪道，亦即非人道也。言其不正而肆行焉，所谓盗贼是也。匪人者，盗贼之流，其所及何也？以利之相与，其利一尽，反面成仇，无信义可言，无仁慈之念，则其乖戾之德，所使然也。敢于正者曰良，敢于邪者曰利。利器所及曰利，利德所合曰节，皆淫暴杀害之所为，而为人类之毒，故曰匪人。言失其所以生之道，则唯有虚归杀亡之惨结，故匪人不可避也。今63非内非外，不刚不柔，失阴阳之和，为天地之正，而乃相比，则可喻之于盗贼之结合。盗贼以图害他人，杀伤良善，亦自有其类，以相济其恶，此63之所比也。夫否曰：否之匪人。彼曰：彼之匪人。其义正同，皆当天的否塞之时，阴阳乖戾之际，上施刚纪，吾以正万民；下施顺从，吾以事常上。相怨以利害，相责以恩仇，相执以兵，相视以利。不顾名器，不恤廉耻，不计利害之大，不问得失之终，遂屈而相杀，从而相残，乃末节之年，离乱之际。人类至此苦矣。彼之63，虽一爻之所谓，有益与否，而其事以彼之匪人，其情以戒于盗贼，欲免于祸，诚难以哉。象曰：彼之匪人，不亦伤乎？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
言六三之吉凶，非寻常所同，故以慨叹之语，是其祸害之列而已。伤有伤害意，有悲伤意，有创伤意，有道伤意，皆是所必至，以匪人而相比，举国家而避之盗贼，连国内而哭宅盗徒，虑人民而追逐匪众，则其伤可知矣。盖六三之时，时自治之，内既不和，外又不适，内忧外患，纷至沓来，纪纲已灰，强暴已肆，良善莫保，祸乱安止，此词所以称为伤也。六四，外比之，贞吉，宣圣讲义，此彼六四爻辞也。六四以属外卦，阳气皆阴，外得交内，处相交之间，当阳动之始。虽谓阴爻阴位，而以上位九五，刚柔相得，乃相从以顺，故其辞曰：六四外比之贞吉。外比，言其由内之外而相比也。贞吉者，与六二同德，二与四同宫义位，皆以纯阴为用，故皆有贞吉之战。阴本乎坤，德本乎贞，为能自贞，使能外从。贞见于内，德推于外，有诸内使行诸外。六四之能外比者，亦有六二也。故以贞吉相应，所谓诚信相符者也。诚以治之，虽远亦服。是真者，必能用于外；内有其德者，必能见其功。此内外相倚，体用相协，克服贞吉之战矣。且所谓外比之者，有其人也。人者，治国之贤言，内本其真，以自比者，则能外推其德，以比于贤。所谓近者悦而远者来，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者也。象曰：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民比之有用，非徒比也。内比于亲，以推化及外，由文王太姒之化行南国也。外比于贤，以推中从上，由文王之三分有二，以服事阴也。皆能自贞，不失其正，故能相比，以成其德。辞特举圣人用比以计时，因比以成教。德则日远，功业日隆，诚信昭于天下，欲望系于诸侯。此周代开国之功，而文王计时之治也。夫文王当纣之暴，有必匪之患，人民受其荼毒，时可伤之秋。而文王乃因之以广其人，施其德，以比而克成其大用。圣人用时之道，于此可见。故吉凶在人事也。九五，献比，王用三驱师前秦，一人不解。吉，宣圣讲义，此比卦九五爻辞也。九五在外卦之中，当权卦之正，乃得十位之爻也。以一爻喻五阴，其世尊，其德普，有非他象可比。盖彖辞以喻之天子，当封建之政，为诸侯之主。此与干九五爻有相近之意，故称之为王。
民其主天下，临众民，治侯国，行征伐，有取于师，而用兵；有拟于大有，而举政；有访于痛人，而联合邦国，制作典章，归于一统，威仪文物，趋于大同。此时势所宜，地位所适，居之不疑，行之有要者也。尧辞明氏95之尊贵，与其光大，德备而公彰，至诚而实誉，故曰显彼。显者，昭明也，光耀也，以彼而无所避，光大高明，临于尊严，上下左右，服侍周章，以拱终极，远近内外，听从和谐，以勤王命。此有因于师之上六，而克效先望之德业者也。故显彼者，是于万国而贤服，昭于有众而克顺，无所隐蔽而达四聪，无所隔阂而协万邦，政令不严而威，德教不专而化，有拟于明明上帝，昭昭在天，思明显彼。卦爻亦象之，一阳独明，众阴同照，如日中天，万物同光之谓也。在前各爻，或内比，或外比，或比贤，或比匪，皆连于之势，隐晦未去，臣下之位，德则为光，故难称显彼，而不得指为王用也。王用者，天子之事也。天子已之，王用三驱师前秦者，天子于政治之余，从田猎之事，春秋搜狩以供祭祀，而立武术，训必有众而勤兵，教义礼仪而重用，与师65之异同。师65曰：田有情，而彼95曰：三驱师前秦，以与师反。故师曰有情，此曰师情。师以师为主，故贵有祸，以见其功。此以王为主，故重好生，以见其德。三驱有所至，以示无作田荒。师情以开往，则民仁慈及物，此所以谓圣德也。前秦者，只可得而弗得，在前者亦惑，而有舍之，故曰师也。且与师因耳。此情即师65之情，师则取之，此则舍之，舍之，由师之也。王无私德，故不自贪功也。前者，不逆取也。前来为逆，后去为顺，舍逆取顺以失之，失天子之德，有网开三面也。一人不戒者，王行不戒言也。王者，众之主也，德之所及，人之所不，人人皆其位也。故不必戒言，而自无余也。且王亲贤近民，人人欲见其颜色，又田猎之事，与民同乐者也。故不戒土以警避，而与平民以瞻仰。此万众闻鼓乐而欢歌，见羽毛而舞蹈，成圣王之治，亦显彼之福也。故其为极大矣。本节含义尚多，此其最要者。读者无乎之。象曰：显彼之极，谓正中也。舍逆取顺，师前情也。
一人不解。上使中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五之用，贵在为正而时中。既正则能大，既中则能远。斯谓明明德于天下之王，而称显也。诗曰：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，德之以显。天下事一，照明事托，则中庸所谓有位有德者，故能均天下，子万民，而为封建之主，诸侯之尊。此在习时二帝三王，君服侍战，而后人有谓逮也。非谓之不及，乃德之谓名。士虽贵而不尊，比而不克显。此事之不克上至也。故显比者，天所必也。天与之，人归之，其极至矣。而此者，是象者也。其显比之象，由于九五之正中，故是文曰：显比之极，谓正中也。而失前情，则由王者田猎，贵人不贵物，以身为先，故不逆取，舍逆取顺，不使情之痛苦经济，亦人数也。虽田由欲人得之念，非失也，舍之也，亦人不戒，故由王德之宽，王威之温，而人民久化其政，自不警惕，亦有取顺之意所推。人民不自戒斥，而官上亦不罪之，则其上下之和，相得之深，非能与民同乐者，不可治也。而九五辞如此，则以德为之王，明德之君，能以大忠治民也。故是文曰：上使中也。言上能以中和之德使民，而民亦化于中和也。情者偏激，而发中节，则中和矣。中和者，无大喜盛怒，过哀极乐，故无惊惕之心，扰攘之念，无畏避之志，忽惧之行，用能悠然自在，怡然无害。虽临君王之前，宜若家人父子之侧；虽祭礼仪之盛，亦同平居谈笑之时。故不复戒，亦不足戒也。可见中和之化，谓欲之至，辟诸天威，而无涉于一时；辟诸神德，而无害于顷刻者。习于闻见，寓于耳目，不觉而然，所以谓化也。故是文上始终也一语，谓至今弘之意。此中字，乃天下之大本，性之体也。能以中行，天下无不悦服。而彼九五之德，即在此中字，而能推之，天下痛中，更何患乎兄？有彼之中，以服中服，则大小过可以免矣。大哉中乎！为天下国家者，其善用诸上六，彼之无首。兄，宣圣讲义。此彼上六爻辞也。彼之上六，谓数之穷，乃气之尽，以彼而无主，成群因相构之时，此数之极也。故爻辞曰：彼之无首凶，在干上九之后，亦以数之尽，而有群龙无首之象。然此异乎前，前以纯阳之极，
彼则众阴之穷，有不同也。其占凶者，处众阴尽乱之日，而失干刚独正之人，则乱将靡矣。故曰凶。在义之用，皆以一阴一阳之道为正。若偏则有灾。今比卦阳少阴多，而上六又执阴之盛，阴极无阳，其害必烈，故谓凶。彖辞视之曰：后夫凶，即此意也。言已过95，阴不逮阳而独用，虽未无成，虽尽无地，是无可用也。彼之为父不配其夫，而独往来，则其不得中也，乃弃使之耳。象曰：彼之无守，无所终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及于其位，进退俱恶，而谓无守，守中义也。有始有终，今无守，将何以终乎？盖彼之用，贵得主也。上六无主，乱将用长，此无终之为凶也。总观比卦六爻，吉凶互见，则以彼之阴阳，一往一来，一逆一顺，各不同也。而在人事之自责耳。舍逆取顺，守真用中，为全卦主旨，意义较大义。读者当于此细求之，比与失反，而用相引照，故此有相关何处，可见其往来顺逆之道矣。宗主书数，比爻之辞，吉凶互见，而相差太殊，则以比之为用。包吉凶二者，非他卦比也，而比之内外卦亦不同，正由阴阳升降易道也。凡卦皆从下爻而上，而阴阳之气则有异，阳顺阴逆。阳卦为顺者，阴卦则为逆；反之则阴为顺者，在阳为逆。如比与失反，虽皆属阳卦，而比乃阳中之阴，盖失为阳，比为阴，以相继续而成循环，此亦卦之力也。故比之气与卦逆，其形亦相侮，此六爻辞之不同也。上坎为阳，下坤为阴，阳生而阴降，其道如否？故逆者永逆，顺者暂顺也。其辞在六三曰：彼之匪人，与否之匪人意义正同，即有否之乾坤不交，阴阳各殊，其道与彼之逆同，故虽配而不合，随而不亲，顺少而逆多也。观此可知彼之用矣。亦自屯蒙以下，至彼位一段，上阴乾坤，下启太否，如屯蒙，如虚讼，如失彼，两两相济，一往一来，谓数之起伏，气之消息，升降有次，动静有序，而所向天地造化，人物生死，与夫国家兴败，事业始终，皆有一段因果，相与推善以气无尽。由1岁之40，1日之昼夜，各为节后，自成刻度，积则为一，散则为众，分而复合，合而又分，以因天地生育之情，人物交地之状，大小不异，远近不殊，皆以此卦象之。
尧效之，而由称为比类。以重而后有类，类而后有比。天地人物，生化日繁，不有比类，无可计事。比者相比也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此比类之为用，乃生化之大则也。比之于人，其观犹切，以人类自古迄今，越演越多，越曲越分，设无所比类，必不能全其生存之道。故有族，有乡，有邑，有国，有部分，有派别，有种，有系，有色异，有体书，有言语文字之不同，有宗教习俗之不一，而皆自成其类，自相为比，而后常保其土，克享其利，各安其身，以乐其业。此比之用，所以谓大矣。序卦曰比乐，彖辞曰比极，皆极赞其效，明其功。此诚人类不可不知者也。故有比之道焉，有比之情焉，有比之事焉，有比之规矩焉，而莫不存乎六爻，见乎辞义。殆世人或守笃而未察，或罔顾而未信，或浅测而未深，或轻易而未达，遂使圣人治易卦之旨不明，垂易教之意不显耳。宁非可慨也耶？比卦最要之旨，为明义内外之意。序卦，以家人主内，魁主外。而比爻6-2，则称内比；6-4，则称外比。凡众所集团，无大小，皆有内外之交。及至夫妇，亦有内外之别。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内外皆定，则国家安治。故其家治国，莫不先求内外之定，有一未定，黄言其志。此比卦必以内外之比，谓致用之本也。夫内比者，亲亲也；外比者，尊贤也。在人言之，则入孝弟，出敬老亲人，亦修身之道。故比卦六爻，直包修其治平之道，而中庸九经一章所举，莫出比卦之用。不独见国风，侯矣也。有家者，必其家，而其家本于修身；有天下国家者，必求平治，而平治本于修齐。此比之封建之功，必自内外之比始也。内亲其亲，人之用也；外尊其贤，义之用也。仁义，人道也。二者备而礼生焉，此大同之治也，不外于比卦之用焉。封建之治，礼之文也；治之成也，礼立而治民，内安而外定，天下归服，万民听从，则唐虞之事，二帝三王之所尚也。而犹忧乱国之民，为命之敌哉！故天下不足平，国家不足治，其功至矣，其道大矣。而溯本探源，则由于用师之反。师者，兵也。圣人备而不用，故先德而后兵，以仁义怀柔万邦，而不贵武功，以爵赏劳来天下，而不上诈力，
此内外能成其比也。轻轻则九族以和，而无怨言；尊贤则万邦以服，而无远志。此诚信之所服也，中和之所化也。故能促成其乐，永战其极矣。大哉比乎！大学中庸之义，贤备于此。读者其事之哉？从之则泰，为之则否。泰否之分，彼得之成否所致。故比卦六爻，该顺逆之行，盖吉凶之术，为人自履之，而大有同人，正其验也。又曰：比卦辞讲解吉祥，而最要者，即吉凶由时定。先时者吉，后时者凶，莫非人事也。古时封建之治，始本于比卦，大小有众，莫不有主。此即以阳统阴，使上下相从，而无违背也。今封建虽废，而比之用未改，果虑之以正，则人统于一。若比之匪人，则民早离心。岂独失时之凶矣哉？读比而念及国家者，当思所以挽救之方乎？比自古文艺二人，如从字、言二人相比并也。并字为二立字，古文作特殊图，亦二人相并立之意。比古文作比，而众作特殊图，皆非一人也，皆以二人以上相集合而成。众则有大小之分，比则为匹敌之意。故师卦象特殊图，而比卦象特殊图，以比卦两两相对，非如师之统于一正也。然卦亦五阴一阳，何以不为特殊图而名比？则从师之反也。故比二人自作反背行，言其未能合集也。虽有一阳，孤立高标，事不下阶，上与下魁，众志不一，故谓比。各相比也。此正与师反，而事亦乱。故圣人应知治卦，建设诸侯，立其相比，而各自为邦，假其同比，而间接其众，则不属者属，不亲者亲，比而免于乱矣。此人事所以计时之穷。若不然，时已非师，事已皆乱，各逆所好，而不能大同，各备其主，而不克定一，则嫉妒之情必赤，仇杀之害不免，以乐生悲，反正未散，将何以领其民，而安其国哉？故比卦是其界，比辞垂其意，以取则于师，取正于痛人，取辟于大有，皆先人事而见其极，立侯国而辨其方。此周官所称为王建国，辩方定位一节之意也。而最近则见于师之上六爻辞焉。师上六以即将变，与比无多殊，故垂训曰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。此12字，足抵礼仪300篇，盖治平之道，以尽于此。读者其留意耳。夫大有同人，即礼称大同之象，春秋太平之事也。而其对面则失彼之事，致用之得失，成治之大小，
权系乎人。细审此数卦之辞，必了然于指掌矣。比卦义例，为周易64卦中最复杂者之一。盖亦古卦，先天后天各异，而其关于乾坤离坎4卦者，尤为难明。以后天离坎，即先天乾坤之谓也，故皆有先后天之意。虽异于辞，不异于象，故卦辞横互是先后天，以明其体用动静各不同也。比谓坎坤，先后天同位，而后天在先天上，与师相反。先后倒置，则战者必逆而推之，此一例也。先后既以异而同，战者必分合系推之，此二例也。先后天有阴阳之殊，坤阴而坎阳，则逆顺互异，战者亦当互推其逆顺，此三例也。先后天有母子之分，坎为子而坤为母，则有相生成之意，战者必两求之，此四例也。故卦辞最为难解，而吉凶志不一，或吉而凶，或凶而吉，皆由其顺逆之道、阴阳之情、刚柔之德，各不同也。古来世者，多不得经旨，勉强附会，实乖原意。在64卦，此例尚多，而于比卦先位皆出，读者应留意及之，勿以辞之矛盾为怪也。是之利害兼治者，亦多矣，则比之吉凶相随，又何其哉？何以必视之成一贯哉？故辞之半属吉，半属凶者，正其数之所成也。比故吉，而人朋比则为奸；比故乐，而事相比则为害。此天数不可常视也，何况比之六爻，以吉凶互见者乎？小畜卦，干下巽上，宣圣讲义。小畜卦象，上巽下乾，巽为阴出长，干为纯阳，阴阳相应，刚柔相得之卦也。而五阳一阴，恰与前师比相对，阳多阴少，以阴为贵，而阴为阳主，阳为阴用，阴象物，阳象道，故小畜者，有畜于物也。一阴气至，畜之谓大，不似更干之大畜有二阴也。凡称大小者，因其生长之次序也。阴阳皆然，生长之序，以所得之数为准。阴阳之生，各有所本。阳以干为本，阴以坤为本。如构卦为阴出生，复卦为阳出长，一往一来，气质自见。如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，故夏至当构，冬至当复。小畜与构相错，构之一阴在下，小畜则在四爻，乃将巽干二卦道至也。故构为阴出生，小畜为阴以畜。畜者欲也，常欲有成也，而所长为大，所欲为盈，欲之于物，犹未除治之类，故曰小畜。古文一字数用，畜含蓄义，亦谓畜兽。家兽称畜者，以其可驯养也，故谓之畜。凡养皆可曰畜，故是畜并称。畜由自辱也。
以大养小，以尊养卑，皆曰畜，则小畜之称。正以阳之能养阴也，阳多而不伤阴，故称畜。以阴的食味，阳不为害也。夫阳之与阴，非生即杀，非恩即仇，以其得意而用相为。相得则谓佳偶，相恶则谓怨偶。情之所谓，必治之事也。故不谓欲则谓独。古闻独欲二字相似者，正以独与欲同出而相养，同用而相离也。小畜挂名，古人或作小特殊图，即此意也。特殊图，欲之古文，所谓停之。特殊图之事也，皆所以为养也。天之生物也，必有以育之，不育则生者不成。天生而得育之，阳生而应育之，故大小畜皆取义于阴爻。而所谓畜者，正以其育也。阴以育阳，阳以育阴，阴阳相得，生育以成，此大小畜之得名也。彼者众也，众必有畜，故次之以小畜。有畜者，必以多位上，小畜以出畜之时，畜竭力之位，虽畜有小，不得多积，故传称为寡。言其孤独无助，虽有一景，以之为喻，而所需郑重，则寡于用者，正其积之谓后也。夫人之所积者，贵德不贵物，贵施不贵处，能处而施，德乃及物，则君子之业也。亦传曰：日新之谓圣德，富有之谓大业。非得谓之圣，逢时之节，不可治也。小畜之寡，由其德之谓圣，业之谓大，而见其施之谓光，物之谓备其责也。故小畜之名，有所欲意焉。在干之德刚以健，在训之德柔以顺，其用相殊，而能相济。故得失虽未见，而机智以有心。由天之有云泥，得之有水土，物之所养，生成之所需，其能充而用之，扩而行之，则小畜之功，不难弃大有之业。此天命在人事也。吾如实之谓达，谓之谓隆，顺而自矜，见而谓冲，则因循作物，而为魁革之所成。此非天数之为，实为人事之谢也。盖小畜内禀阳刚，因体干健之意，而免自强不息之功；外宗阴柔，因体训顺之规，而思审查自求之旨。方无乖乎天数，无备乎时义，故有常变，有权正，能守常者，使能应变；能执政者，使能行权。小畜之所凭也微，所用也小，而在我之能自显之大之，无自化也。故得之机也以见，失之行也以时。苟不忘干健之功，训顺之用，则充实之为美，光耀之为大，日进无已。基层不变谓大有同人，明指大畜之至哉？圣人于此，深具经思，而明教以告天下后世者，正在其命名之为义耳。
小处亨，密云不语，自我西郊，宣圣讲义。此小处彖辞，名权卦之用也。小处以干成巽，内刚外柔，其用谓亨，以其所行之力也。而四德指具亨者，干之用不备也。阳虽重而不贵也，然以阳之重，利于亨达。巽顺以为用，干刚以为体，体用俱洽，故以亨称，以其谓大也。故不兼四德，且干金也，巽木也，在后天位相制，亦限于用。虽有干见巽顺之美德，而兼于师部，故仅曰亨也。由卦一言，小处未积，亦兼于重用，唯以其有处，自有所欲于德，故曰亨。名其所持之可欲，而所行之可达耳。虽亨而不济，则可者仅可之意。故其象如天之密云不语，云密则所覆者广，不语则所利者近。此小处之亨，亦止于亨而已。夫作云者，谓降雨也；积德者，谓失则也。今雨则不佳，虽有云与德，将何以成其待用哉？故小处之亨，谓卦体言也，非用之谓。卦重在用，今如密云而无雨，则徒有其表，而无其实；徒见其貌，而无其成，则其至公之难，成德之细，亦可知矣。由卦象言，干为天，阳合阴则成云，巽为风，云遇风月不语，此五行之相制也。而卦爻中错离兑，兑为泽，亦云雨之象；离为火，则遇火，亦无雨矣。离火即日也，日照不雨之云，应而为泥为霞，乃天之文也，非雨之兆。风吹无雨之云，流而为霾为雾，乃天之华也，非雨之师。故有密云而不雨，正如人之有积而不施，物之有序而不用，虽亨无所利也。夫亨者，下之德也，气广以厚，行极以远，以其普利也。而小处之亨，阻于巽备于前，虽亨于数，而无利于物也。自我西郊，指其方也。既不能变，必有其方。自我者亨有限，西郊者行有方。西为金，干之后天所居，以卦为言，亦应居第四爻，为外卦之始。西南为外，而西则外方之所始也。且巽东方木位，干来而巽往，则西来者必卒东。东方为兵，则西方为我，故曰自我西郊。又西方日入之地，云不成雨，而真为霞为泥者，非潮即细。今以离日之应，为天上之文，是晚霞也。亦因于西，夫东方生气之始，西方阳气之消。小处贵阴，阴长则阳消。西为金，阴所始长，于时为秋。阴长则未当西，在卦六四，阴数也。而四为金之生数，亦居于西，故彖辞战如此。
盖所以名小处之亨而不用，积而不施，气消而不能后，行往而不能远也。故西交者，指所从之谓利，而所行之谓远也。云自西而东者，恒不与；行自交而成者，恒不远。盖以象小处之谓大，而得业之谓成也。虽有所处，不足以择名；虽有所闻，不足以重实。故君子观之，而自立其德业焉。彖曰：小处，柔的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处。见而训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。密云不语，上往也。自我西交，师谓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小处一卦，以刚从柔，上下相应，乃气之相得，数之相合也。一阴而无阳，阳重阴卦，卦以喻重，故曰小处。前彖辞以见其意，而是文复生之，谓名小处之用。本乎阴柔，一阳虽寡，而居四爻，乃得其位。位的是顺，乃能因乎前刚，成其身欲。干见于内，巽顺于外，有刚中之体，得顺行之事，故曰至行。言可行也，行而得时，是以有亨。亨通也，无往不移位之通。言干刚之德，依巽顺之志，所往咸宜，此其为亨，在乎行也。故彖辞曰：密云不语，自我西交，是文曰上往也。以密云在天，有将与之势，而自我西交，有将行之志。未与而可望，未行而可动，此其所本者厚，所持者利。厚则有备，利则无余，故曰上往也。上者至也，心之所知也。本非往而曰上往者，以其不容矣也。夫密云未作语也，今不语，何贵乎云？况云以密，断不容其无语，此行之必绝也。故自我西交，乃不得不行，以小处之欲少，不得不求其充也。师之未行，人将安养？物将安怀？密云在天，师虽未行，而望与之情，不以其师未行矣也，则必有所上矣。上往者，未行其师也。师行而后与则之配，道行而后欲处之成，此小处之用，有待于自往。正如密云之语，有待于自师也。夫二语一义，上往也，师未行也，皆所以是彖辞之意也。以密云不语，谓师未行，故有所上往，而自我西交。今世文颠倒视之，良有深意，盖欲免人之行，而无阻于前日之事也。得之未加于人者，以为积也。积而不施，乃自误也。云之谓语，以为密也。密而不语，天之过也。故义道以人济天之穷，以将来借过去之失也。不语者以语，不以其时而自待；未失者以失，不以其地而自止。
故自我悉交，即序之以往也。而密云未语，当见之于诗未行耳。小处取义，在处得以济物，处才以御用。凡有所处，必有所失。今以处之小，而未及失，是有处之名，而无处之实。正如天之密云而无雨耳。人事之所以引为戒者也。故虽未失，人尚失；虽未多处乃至处，以其所至如是耳。而卦用亦应之。象曰：风行天上，小处。君子以义闻德，宣圣讲义。此总是全卦象辞，以明人道也。小处者将以大处也。处非徒处，必有其德。人之所赖以生成，物以所赖以常育者，皆是德之所加也。比之于雨露之润，水泽之盖，润盖不实，生物必槁。故处者生物之所有养育者也。人之处物，必求其壮盛肥美，而于处得也，则不知求其充溢光明，是舍本而逐末也。故圣人视其义于辞，而欲其教焉。小处之卦，上巽为风，下干为天。风行于天，阴行于阳，乃二气之交也。交则闻见焉，如云霞之为辉耀也。云者作雨，而因风以成彩云，遂成天上之文。天以风云成文，有其光也，有其色也。光色之施，之为五彩，如人之有微仪也。然见于外者，必先充于中；昭于物者，必先者其道。天地之所以为美者，有其高明博厚之德，悠久无疆之道也。故日月成其明，云雨成其泽，风雷成其威，霞霓成其色。灿兮照于万方，焕乎垂于四极。盖文章之为美，而以着其明德；声色之为观，而以昭其道也。圣人见之，而以义己之文德。德而曰文，有所失也；德而曰义，行之不习也。文德者礼乐也。正交既成，则礼乐已定。祭祀则有歌舞之仪，田猎则有羽毛之美，合仆则天下同庆，宴享则有功俱乐。凡官夫盛典之集合，大事之朝夕，朝觐会同，官婚吉庆，苟为礼之所至，必有仪之可观；苟为乐之所兴，必有乐之足享。盖礼以至忠，乐以至和。中和之德，乃成其情性之正；礼乐之备，乃得其物我之平。小处者准人情而求物欲之道，因嗜好而其生育之权者也。故必始于格致，而忠于道德；因于礼乐，而达于中和。此亦闻德三字谓之教也。昔与王真有苗不符，退而修其文德。五干与于两阶，促能革苗民之心，收统一之效。文德之所关于君子也如此，以非图文章外物之为美也。必先有其成名，以合天之高明，德之博厚，而后施之成德，发之为文。此文德之所贵也。
盖象于小处，内存干健不息之诚，外推训顺亨行之志，斯称为文德，而足以协天地之道，诚谓欲之功也。此处自即谓欲之欲字，能知此意，方知小处之用也。且小处彖辞，密云不与二句，与小过六五爻辞同者，以皆谓阴阳谓治，失则谓行也。得业之成，以实惠及物为先，道用之招，以生成朴备为本。故有其内，必行诸外，治其利，必者其功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，是功成。圣人无位而治功名，教化行，以无德不周，无善不实也。小处小过，皆失未大，业未成，有其备而未者其功，得其实而未充其用，则所谓直美未能光辉，事成未能推扩。此令于深沉之德，疏于远大之谋，亏乎仁义之性，却乎化育之诚。在人位不克全其人，在天位不得达其道。此物之所憾，数之所穷也。故亦于此谆谆垂教，而恤人以日进其业，日兴其德也。风天小处，雷山小过，二卦相似。巽者，干出变也；震者，坤出复也；艮者，干之应也。以阴而忘阳，以柔而济刚，其所求甚切，而苦于时事之易事也。故二卦皆以德则为师为辞，而免人以自反也。反则小者通而大矣，过者正而中矣，处者积而盈矣，失者周而及时矣。故小处之辞虽多，而是象括之于一文德三字也。德而有文，性能自勉矣。小处出二爻，均取象复卦之意，其辞与复卦各爻相类，非无有也。易卦大利，一往一来，自阳未往，自阴未来，故阳卦多往，阴卦多复，以阳进而阴退，阳升而阴降也。而阳卦以干为统，阴卦以坤为统。自干变者曰往，自坤变者曰复。如构与复二卦，是其者也。小处卦以巽合乾，巽者干之变，而其对则为复。复与构对也，构与小处，为上下异位，虽上下不同，而阳阴相偶，故小处亦与地雷复对，乾与坤对，巽与震对，升与降对，上与下对，故复与小处对，一阴一阳，一柔一刚。对者主宾也，体用也。阳以阴用，刚以柔用。小处之用，出二爻取复，亦自然之理也。且巽主进退，有进必有退。小处贵行，有行必有归，往者必来，去者必返。故小处爻辞始于复者，以反复为用，而弗巽进退之意。又小处者，巽宫出变之卦也，即一事卦。出爻当一事，二爻当二事，变者必还原。道之所贵也，义之所本也。义取逆数，道取逆行，由变逆推，溯源循本。
则变者必反于未变，再变者必反于初变。故小处出二爻，皆以复未用，乃从天地推迁之道，人物生化之术，所由来也。就变卦循原言之，出爻之术，应复于巽之本位；二爻之术，应复于小处本位，皆往复定例也。若就体言之，小处谓处以养也，物欲之所动，情势之所主，射往而不返，行而无归，逐物而戕生，徇情而逆性，则前之刚健中正之德，将随徇之柔靡飘浪之欲以俱亡。是所谓处者，仅足自独而已，更悉以称其养育哉。故射于物者，必自反其所求；观于利者，必自反其所害。此小处爻辞，以复寓教，理也，亦是事所当知者也。故出二爻，皆明者复字，彼之克己复礼之为人，为人道所最要。亦以小处之复己履，履礼也。复礼而后成仁，得履而后成德。其旨与地雷复卦正同，阴不可长，阳不可抗，存心养性，乃圣人中和之德，谓欲之本。此小处之所至也。初九，复自道，何其九？即宣圣讲义。此小处出九爻辞也。巽为前变，复则人反于前，故小处之复，乃成纯前，而为刚健中正之德也。干者纯阳，在人为性，在天为道。初爻，内卦之始，即前之初九也。以巽而反从前，即由物而复于道，又因乎干健之行，招其大生之德，万物皆备其责，养其生成。斯即小处出爻所占之极也。在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阴以从阳，顺以阴见，始终载道，人物同欲。此出九之极，盖言夫天道也。曰复自道者，以复非无条理者，乃循道而后复也。道者无所不包，而由下上达者也。初九居下，为复之始，循事以生，乃达道之真境，辟之于人，由情而复于性，由物而复于道，必有所始终，非皆能一蹴而己者，为圣至生之。故有圆顿之功，中人之下，必自始至终，至下至上，以序推进，而后得与日积，道与事成。此性道之修养功夫，亦人道之本末阶级也。而孜孜焉不辍，精精焉不失，则有守有位，有体有用，则所动顺理，所如是道，天之不为，时之不备，则所至自无咎，所成自吉祥。盖天道元亨利贞，全德全用，本干之健，承训之顺，而能复于至道，成于至性，则德之大，业之处，无与比。何救之有哉？更何事之不及哉？此言出九之战，应复自道，而自然无咎，自然吉祥，不假其求，而数运自弃。
非有他也。克己复礼，顺天成性者也。道者超乎术，成者通乎神。小处之功，未欲为极，而其始也，自负而已。故中和之德，只在体察己之情性，存养之道，只在抑制己之嗜好。此圣人是教而喻于爻辞文字也。即自卦象言，亦为此足以成小处之用，全见顺之道耳。象曰：复自道，其义极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初九之象，本干之阳，在理原无吉凶可言，故爻辞合其就及四字，亦可作一句读。言复而能不离于道，日进高明，以达于上天之载。天德玄微，清净光明，超乎象数，纯乎前缘之真，则吉凶不足言，善恶不足辨。此太初之境，太一之象也。然等而下之，一气既分，两仪以判，阴阳相报，善恶相形，则为吉为凶，自有异象。故下达则数倍奇偶，气疏顺逆；上达则浑圆无间，纯宜不柔。此精粗之差，亦性情之别也。小处初九，有道言之，自无救急；由是言之，则无救未及。如人之性，原无善恶，若以善恶论之，则为善。故世闻声明其意曰：复自道，其意极也。以苟能复自道，是由情反性，以何达中？更何救恶之可言？故曰其意极也。亦宜也，宜其极者，正以其复于道也。道者中和精一，复者反本还原，是由下上达者，其极乃理之当然。故不独无咎，且谓极也。一词一语一字，则含深浅义，此亦一例也。九二，谦复极，宣圣讲义，此小处九二爻辞也。亦与初九同，而为异者，地位之差，次序之别，以二爻在内卦之中，居事物之地，非如初爻之物用也。且九二与上卦六四相应，九五相对，阴阳易道，升降殊途，亦异于初爻，而名曰谦复。较之初爻，复上加1000字，实以是九二之复，有殊于初九之复也。二爻皆取义于复，以见前讲事中九二之谦复，乃本于小处一卦，原属巽宫第一事。当巽之初变，初爻之复，复于前；二爻之复，复于巽。巽为前变，复则归前。干乃至阳，纯乎元阳之气，超乎数象之上，故曰复自道，无他辞之家也。二爻则以小处之复于巽，巽为进退，为往来，为从权，为驾车，又为阳出消，阴出袭，一消一袭，一进一退，故如权如车，可远可近。今二爻随干之象取复之意，其复也，有待于千万。如用权衡，必审物之重轻而推之。
如一车马，必是途之高下而挽之，此牵复之意所由来也。牵者，有力强之以行，有持系之以进，非自负也。故有待于物，物者，因也。必有谓之主持者，是久而牵复，因中有所执，而能御之以成其复也。故在出爻之复，乃气之自然，而久二之复，乃物之所变，其义故甚明也。夫出二爻皆曰复，三爻以外则否。何也？则有小处之卦体与卦序，爻位与爻用所合也。卦以巽乾合，而恰为巽宫出变之卦，又巽恰为乾之出变，既变必复，乃变之次序。而复者亦因爻位之所当，故意在出二爻，以干变巽，巽变小处，是在出二爻，则自限于出二爻，有变始有复，即无往不复之意。出复复于乾，二复复于巽，合之则皆复于乾。干本在下，因变未处，是复者，将因处以成道也。处以物未至，不复则将玩物丧志。此出二爻辞应象寓教，恰合乎道也。合道则吉矣。故出二爻皆战吉，正以其能复而不越于道，不失其性，性道内存，功利外朴。而后处之功用见，处之数理明，此爻辞之含义，亦圣人义教之精运也。象曰：牵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明是牵复本守中之意，其反本之功，以不失干之本德也。而亦自指出与出爻之复，殊途同归。盖有小处而巽而乾，又恰当干之正位，不失中道。亦如出爻之复自道，虽出于推挽之力，其成人纯亦精明，与自然者无二也。宗主复注，艺术往来，故复卦辞曰：七日来复。七者，数之尽也，尽则必复，以因天地之循环而成变化，此复之生于往之尽也。小处出二爻亦然，阳生而向上，自干始，至对中，而人复于乾；阴沉而向下，自巽始，至坤中，而人复于阳。故阳极生阴，阴极复阳，往来不息，以成大环。小处上巽，阴之始生，亦乾之出变，下干阴之，故亦谓复象。正与地雷复相对也。阳复则阴有主，往而能反，始而有终，如行道然，不失于其路。此天地生成之有序，而不错乱也。处者，生成之要事，其遵依者道，舍道则失其正，何以遂其生成哉？故出爻辞，以复自道为巽，明其不能虚于离道也。此处之本意，而贯彻始终。其始则生养之功，其终则为育之德，同斯道也。痛复自道而成其用也。故与来往之意，通为义也。大哉复乎！一习不离，与道同住。
此圣贤仙佛之所养，即圣贤仙佛之所处也。盖配诸天地而无缺，推诸生辰而无余，其所有者，一往一复而已。弘教复注：夫子此文所指小处之相，实为人生一大事。因生辰养育，必以其道。道以一阴一阳得其正位则，若失正则非道，非道则乖于处。故处自与独，故相同。道合则育，不合则独，只在正邪之别。此出二爻辞，是人以自负于道，即克己复礼之意也。93. 余说服，夫妻反目，宣圣讲义。此小处93爻辞也。本爻在内卦之中，即干卦之末。以上合巽，主变于阴，巽主进退，有车舆之象。以下刚上柔，两不相接，故有托扶之象。说同托月，古字通用，是所宜谓是。扶车鼓之所凑，以乘轮转而变进退者也。托则不行矣。而在小处卦，虽因巽未用，实本干未得，前与巽洽，以刚行刚，内外阻隔，93皆阳，故曰以刚行刚。巽在外，乾在内，本末不接。余者本也，夫者末也，故有脱离之象。虽巽能顺从权，而所欲位不相投，是小处之道。因93而穷，非果穷也，以不得在境也。小处内卦君阳，阳至此以极，爻望四爻之阴，而阻于内外，交错为离未对，转变为阴。阴与阳争，男与女讼，而成夫妻反目之象。盖小处巽之所变，巽宫二世，为烽火家人，即自小处变来，家人之象，亦夫妻之意。而烽火二者交山，阳为阴困，柔从刚化，故有构碎之声，伯息之势，乃烽火所激也。加以对为说言，谓口舌，少长极度，中构之讼，因故以生。此亦同托扶之意。托从说者，正以互对也。反目者巽位多白眼，离位目，小处取反复之意，内外卦连而互离。上巽是胜，其变位时位所迫，不得不反目也。巽干本和，内阳外阴，元成匹偶，故有夫妻之象，乃以变而反目。于元善进退，良于行旅，亦以变而说服。此可见正变之术书也。利反为害，恩反为仇，此道之所不易守，而情之所难治也。故小处之用，必以自反为贵，能自责而恕人，自节而节欲，不为物役，不徇情思，而后得全其身，成其养，非仅多积富财之谓也。观大处92，亦有余说服之辞，更可见用之不可纵，恶之不可过也。纵之则穷，过之则绝。穷则反处未罚，绝则反恩未怨。此道之必守中，而得之必克己复礼也。大处92。
小处93，以为疏远近，情别亲疏，体意刚柔，是乖宾主。故二卦爻辞，一在二位，一在三位，所占为不同也。象曰：夫妻反目，不能正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小处卦93爻，以刚过盛，虽接近四爻之阴，阴与阳争，乃成反目之象。在人为夫妻，亦阴阳之体，贵能亲睦相得。今夫行过严，妻志不敬，刚柔皆失，遂成怨偶。此反目为凶战也。故事文曰：不能正视也。盖言夫妻主和顺，和以正外，顺以正内，外不临内，内不破外，相爱以诚，相处以敬，乃夫妻常道，而家之所以齐也。故传曰：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三爻失其正位，而得不能相含容，故反目。反目者，夫妻之变，而家以不齐，此所谓不能自正其事人也。妻有随夫之意，夫有督妻之责。今夫失其道，此责之在夫，就在阳之过刚，乖其中和之德。故曰：不能正视，虽妻亦有咎。就此爻则在阳，故以夫之不能正视谓辞，明其咎有所归也。64. 有福，血去涕出，无咎。宣圣讲义，此小处64爻辞也。言641爻，应居阴位，当外卦之始，居内卦之交，阴巽之主进退，本干之德，为刚而行健，既进而止，欲前而却，故有此战。有福者，福于前也。刚柔相当，3、4两爻相接，4、2两爻相应，初4两爻相生，故曰福。以阴与阳福也，中福之意也。中福以巽合对，内阳外阴，阴偶阳齐，奇偶相当，中外相得，故曰中福。小处以巽合乾，下卦过刚，本难匹偶，而在4、5两爻，阴阳得位，有4中福，故曰有福。言能有福耳，非必福也。有福而福，是在善用此爻者。故爻辞以有福二字示其意焉。夫福者，必相信，必以诚，必两者不期而能契洽，而后能相生相成，以成其用。如鸟之孵雏然，贵在刚柔相济，阴阳的平。小处64，济以未达，平以未云，故曰有福。95亦然，不若中福之恰当也。在卦之用，横取对卦，故初2爻取复，而4爻以互离对坎。坎为血，且巽成坤之变，阴爻皆统于坤，血者阴物，故坤上六有龙血之辞，而此爻亦称血也。血为伤杀之所见，4爻阴盛，处众阳之间，亦演伤杀之事。盖家偶为福，怨偶则为伤杀，其间不远，只在志去之殊，或有福，或见血，
是情事而易战也。自写至出四字四句，皆断而不连。然何解亦可通？以分之为断，合之则连。故事者有作一句，其实含二义也。去者进也，出者退也。合之则谓进退，则谓行止。替者自替也。乾卦九三系替亦此意。盖因干包坤，既见血矣，宁不自替乎？况以巽顺合乾见，一刚一柔，交争恐急。六四以柔御刚，以孤阴呆重阳，心中替惧，情也，亦是也。而进退已之，见血而进，本乎见也。因替而退，循乎顺也。一往一来，爻象然也。见去顺出，无咎疑也。故爻辞八字，各有所指。分事则爻之德，合事则爻之用。而守之不失，自免于咎，以服于众也。见血不凶，心替无损，终以有福而知进退，不失其时，不乖于位，以乾而能却，刚而能柔，故无咎也。此乃小处全体大用，亦圣人是一名教之主旨。盖六四位卦中主爻，独贵者也。以阴主阳，不失阴之本德，故也。象曰：有福替出，上合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，由名是思爻之用，而见易道之所先也。夫六四位上卦之始，上之九五上九皆阳也。以阴成阳，而克成巽顺之志，故曰上合至也。即此足见爻之本德，与人之所行，必以谨慎将事，知难而退，以不失其柔，而后能免于咎。此是文旦数替出二字，而略写去也。以进而见血，必有咎存焉。唯能自替而退，不直出见，巽以从人，不适得位，肾以守己，以干之刚健，由必朝干系替。今六四既由干变巽，则其不能刚愎自用，故以明矣。则能自反以替，自巽以成，而求不失其福，克尽其用。所谓知机之哲，是时之事，虽济兵于咎，而卒能自免，岂非以替出之巽所致乎？故独皆二字，以明无咎之由来，而更以上合在上者之志，以正有福之成就。一则因替出而无过，一则因上合而有功，转移之间，祸福大益。此小处之待用，全基于善退以自警，善柔以御众，善顺以成上智，善反省以服于事物。其利在己，而其德及人；其过不居，而其功足以备天下。此故贤者之行也。盖中和之道，必先自慎其独，以情忠于性，以物质于道，性以自净，乃真养生；道以会物，乃真化育。故小处虽寡，而其功德实力济之本，其志行实修养之源。本源不乖，大用以显。此以生成万物而不为奢泰，
谓欲天地而不为性情，物我皆春，人天同化，其机不可量也。其小则寻常日用之事，故君子出则成人成物，入则立德立身，出无二致。所谓刚柔进退之间而已。故读易者，先审其辞；观卦者，先达其德。情者不可灭，义不可训；物者不可无，义不可过。义本于中和，则合道而事身，尽性而立物矣。宗主复注六四爻辞，写去剔出无咎。与涣卦上九爻辞，涣其写去剔出无咎，大同小异，皆以训取向进退之意。而不同者，则小处下位乾刚，涣下位坎险。刚则易谨，故自剔；险则易现，故欲剔。而刚险与巽之柔顺，皆不相容，故皆见血而致敬也。在小处以养处为用，重在物，故取象于六四阴爻；在涣以散脱为用，重在义，故取象于上九阳爻。此爻谓之义也。然皆本于进退从权之旨，主于柔顺克己之道，故无不同。以柔服刚，则化真为和；以顺履险，则化阴为宜。故虽见血，而皆以无咎终。此亦教世人临为之道，避祸之方。虽当兼阻之时，仍有善生之策。即重在一出自，因时超拔，不入漩涡，此出之意也。以陷而不深，以骄而不敛，则有脱出之望；以全其身，保其身，而不与于凶咎也。故名义者，不以身试险，不以身训育，明哲自保，君子之应时也。而不为乎时，处位也，而不困于位，然后成处，与涣之用矣。读者于此，当三思之，有弊于行止者大矣哉。95. 有福，栾如，复以其邻。宣圣讲义。此小处95爻辞，谓指本爻之用，而名小处之志也。夫小处之志，将以化育万物，生成人类，谓极德，非徒为一时之需，一己之欲也。在虚卦则为因人生之所求，而谋的90宴乐之所好。其志未大，其用未极，而其所至，反为争讼以终。盖私欲不可穷，私利必有害，故必因而推之，以充类致敬。本乎忠恕之道，行乎仁义之德，民胞物与，而无独私；加给国富，而无所乏。此化育之志，小处之所至也。小处95，居外卦之中，的十位之正，因权致用，以至成德，则以有福于众，有廉于外，有推己及人之功，有因民而利之惠，则小处之用亦大，而道亦广，不陷于私欲，不犯于情好，则得利而成成，人治而易尽。此爻辞为义所致，而义教制定人民经济之所在也。有福者，如六四所讲，
亦与中孚相应。此与中孚九五爻位正同，由教六四位近似也。孚而能处，则天下养其生养，此民生之道所重也。鸾儒者，相连不舍，相息不移之意。盖人人之于天下，无所遗弃。成己者，将以成人成物；利己达己者，将以利人达人。所谓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，本末相连，亲疏相系，只有先后之别，而无取舍之分。此鸾儒之谓也。故己有者，人亦有之；我得者，物亦得之。共利则合，大生不害。如天之父，如德之载，春风之来，无物不容；时雨之化，无物不滋。此鸾儒之德，未必有谓之联系，而自然无一气也。复以其灵者，本服鸾之意，而明其生成之效，惠利之功也。博济而不夸，同欲而不色，则我之富有，亦灵之富有也。盖富者，物也而中有道，业也而中有德。传曰：日新之谓圣德，富有之谓大业。圣德大业至矣哉！以民生不可不富，果有数众而使贫乏，是宁无生。故富有为生成之需，亦化育之本也。九五之爻，既富矣，而不自私，而以富其灵，见其生成化育之所推也。富其灵者，终富其乡，终富其国，且富及天下。举凡人物无不富矣。而但曰其灵者，言所推之始，所攻之基也。灵尽矣，由近及远，人各有灵，则推之国家天下矣。故其象如鸾，由炼神之相及也。在太与谦，均有不复以其灵具，恰与此相反，以卦上下异也。太位坤乾，谦位坤艮，皆地道主外，以静为用，故疏于小处，为中孚最相似。故中孚九五爻，亦曰有孚鸾儒，见夫孚之不虚行也。中孚不曰富以其灵者，以中道无位，不言功用而自成也。而小处九五，民处之必富，而不独享，以不复自私，乃能称其德。此象文士之以义闻德，言德之必有见于外，而后克成其父也。象曰：有孚鸾儒，不独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犹足明小处之道，必公处之于众，而无私处于己。公则为德，私则为道。财物能利人，亦能害人；能成名，亦能败名。故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财聚民散，财散民聚。大学所述者，皆此爻之意也。天之生物，不得其养，则不能存。人之必有处也，正为全其身，而必推己及人，以公处为众养，然后称其富。不则虽富亦贫。盖富于物而贫于道，富于用而贫于德。徒以害之，将奚利焉？
此小处九五爻辞，必反复明其旨去也。上九，既与既处，上德，载复真，利，悦己忘，君子真凶，宣圣讲义。此小处上九爻辞也。上九爻居全卦之上，为全体之用所及，急则必变，以气制也。变则反于原体。小处之反为履，履者理也。因处而归于理，乃情之不可纵，欲之不可驯，故必克己以复于理者，理也，亦是也。果不知反而强求处焉，则必穷，复极反穷，亦理是然也。物之用也，得宜为中，生之养也，得当为和，故必有节度。履者，节度也。中节曰和，是性曰中，中和之功，谓欲之德，故能和节度，能成其处。过乎节度，反处未独。此大小过二卦，必终于中孚。而礼曰：人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，人人孝子，以物养生，其中而已。故无过者，恰得其养，以全其身。此小处上九爻辞，以不过谓义，而吉凶亦视其过否而定也。再彖辞曰：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此则曰：既与既处，明其气已变，而时已移，则象亦随之改，是亦因之意。故不雨者谓既雨，上往者谓既处。处助也，止也。云以得雨，行以得止，恰有归宿，而变反前象也。在小处全体主于处，而其既处者，为以德为贵，故曰上德。彖以德为行，比云不雨，今既雨，是有德可上。上者，贵也，尊也，以德济民，人德而称之也。在九三爻辞曰：夫妻反目，而至上九，则变为和好。夫能正事，妇能随顺其夫，故曰载妇真。言夫能挟其妇以同载，妇能事其夫以自珍。九三有余托夫，余亦载也。载则不托矣，故比于夫妇和顺也。利者，更免也。以有德及人，能正其事，皆成德达道之象，而弗于处欲之意。故宜更免以至于道，合于天性，则生者成之，养者全之，而不失其中和，克收其化育之功也。此德治而宁道，诚治而通化，而人须一习不懈也。此例字，与前九三替例同义，亦本于干之德也。唯能依干之行见大身，使能成小处之上德以亨，以小处用在训，而体在前，德成于柔顺，而道本于刚健中正也。故真利二字，分体坤干之德，而上德二字，则合明小处之用。此君子以之以文德也。悦己忘者，明明光照之象，而训顺非日之明，故称悦。己者，指望之前后也，前后不远，故曰己。上九爻居卦之中，
未时之急，月满亦亏，故有积旺之语。借人以自喜也，与利自益相应，而又以寄语之后，密云必散，皓月中天，恰得其时。比于人之有德，光大以照幽暗，辉耀以见文华，乃成德之时。圣勿使之在缺也，而莫惧君子争凶者。正以此爻之用，与前各爻反也。彖主上往，今既处矣，而犹争焉，自逢其凶。权卦自出爻始，皆主前进。今至上爻，其道已穷，更安争乎？此凶之由妄行也，故适时而止，未得之机；非时而争，未道之穷。此是文明止其意也。象曰：既与既处，得机载也。君子争凶，有所疑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盖小处一卦，至此已极。如在进，为宜自反，反则未履。复而有行，必求于理。故曰平而乐，富而好礼，为人道之正。若富而有逞欲，则必犯争凶之戒，而有杀身之祸。是处者毒之，生者杀之。得之未成，名之未彰，而徒训于物，亡于欲，将何以称其欲，成其养哉？故权卦至此，唯以德为上，真利为训，不求其进，为至于止；不求其前，为至于守。圣人是交莫不本相以言义，因此以明述。此训顺之道也。进退以时，不失其权，而后免于凶咎，成其光明也。宗主复注：小处六爻，内外异情，虽偶而不合，此以致之不同也。先后天之生养殊也。凡世间物事，皆由一阴一阳配对而成，或生或化，或养或恶，莫不相当以为用。如生成者，相得以和；变化者，相成以治。善者相亲，恶者相仇，必皆势均力敌，地位相等，情欲相上。而一则同好而成倾慕，一则同争而致怨仇，则由于志趣之异，习染之差，利害之难调，良友之难化。故一则趋东，一则走西，一则向上，一则流下，其结果不同，其始发故无殊也。故在卦象言，皆谓对位；在情事言，皆谓偶类。而和亲者，为善对；为佳偶，怨争者，为恶对；为仇偶，乃同而不同，相差日远，时有由也。故相生相至，为变化之本；一往一来，为趋向之道。而在乎后天之情势所不定者，故小处，寡也而不宜增多，养也而不宜过分。为和乃中，为胜乃固。此爻辞吉凶互见，而利害终始悬殊也。又曰：小处一卦，君以处则畜养为治，而以物力之所限，实谓之所至，不得大充其用，故以小名。
此彼之出有所积，略得于欲之家，与夫妇有所造，颇得失不知事，而得业未丰备，至行呆身尽者也。故权卦以尽行为要，以文德为本。然处于物者，恒穷于道；至于德者，恒趋于行。此人情之偏，为天理所不许。故小处于欲养之必须，则未当；于生机之德中，则为宜。过之则不宜不当，为其介于人欲，而胜于物好，重于天性，而轻于情，主于生生之道，而次于行为也。与中庸穆章之旨相同，亦以性道为本，戒慎为用，中和为治，谓欲为臣。盖中庸所述，纯本乎义教，而更推其详耳。故在小处之象辞，明其为义文德，而上九爻辞，则以德之济积，是其用之以吉也。而六爻之战吉凶，无一不以物与德比，情与性教，以明其轻重，而求之中和。果中和不失，生育必全，德业既成，谓欲自治，此为义所见。而始终以一福自喻其旨焉。福，中福也，中和之转因耳。为福乃有处，乃能成其处。处者以德不以财，由天之则物，在囹圄，不在密云也。在九五上九二爻，故以明皆其意，且推及小处之成，利用复生之志，乃为德而非物，为真利而非余欲，为同处而非独私，为知止而非直径。无非欲由此转而入于礼教，反而修其性行。中上九之谓，皆履卦之用，应复数之成，行教养之功。此故人类一大事，亦即中国数千年来一脉之文化所存精髓，自非轻易所可改革者也。诚以人生不可无养，而不可专营于利。在利与害相随之时，必求其真利而无一害。此在以义为利而后利耳。故乾坤四德，利为其一，而是文则曰义之和也。自此以后，凡言利者，皆义以义字，不复尽称利。非圣人不言也，乃欲以义代之，而使得真利耳。故义之利，即以后经书之义字，而义之言利，亦即他经之言义也。义则君利故也。大学以明示之矣。如宗之世交，有此一字，足见其所重。人道所立，以仁义二字盖四德也。仁该元亨，义该力争，真义谓成利也。而小处履二卦则由着真利之德焉，此不可不知者也。上九爻辞所称，既与既处，以时谓以吉，功用自成，故曰既。言前以见语，而行以止也。比于人事，则谓德业之成，以继续积而富有，且推而及于人，是生成之德以者也。故曰上德载复真利，上德以载，而能内合其事，可见德业之成。内而妻子，外而国人，无不和悦而归心焉。
故世家之和，必由于身之修，身闻之富，必由于德之积也。载字亦可连下读，谓载赋，名其与前尧与托福之相反也。小处音训在前上，有车载之象，而和上句，则谓德之能载物，如德之薄厚也。以德积既厚，而失既薄，内外远近，无不受其欲成，故称载。以上九位极变之地，下尧之前，变则谓坤，坤后载物，以真利物之功，与下真利相应。真本乎坤，利本乎乾，故合称其德。以明上九之由变而反，以成履之用，且以见德之所成，莫非持功自立，守身自珍所致也。利益作利害讲，言不真利则害，正如欲之为独也。凡义中利字皆如此，非独指一字。且真利者，亦凶亦吉，即在静止刚柔之间，顺逆往复之际。自此一反谓履，履之用，纯本于真。更可见上九一爻之称真利，谓履之先导也。月己旺，亦如中孚归妹之所指，以辞名相，又切实也。己者谓己，以前或后皆基也，巽不能正对前也，故曰己旺。君子真凶，明其不宜进行也。以巽将变，阳与阴相济，而不复的权，故真凶。是文生之曰，有所疑也。疑字与坤阴疑于阳相同，亦含数义，亦为猜忌，亦为比拟，亦为阻碍，或作拟与碍事一通。盖阴阳不和而有真，不调而有阻，其意相似，而于此处作碍讲，由较切，盖进行有阻碍，故凶。以道以穷，将何真乎？真亦作真法讲，以其行有五事也。小处外顺内刚，而上九刚极，重阳必阴，故比于征战，而有碍也。然夫子以讲事大义，其所兼言之意，未及变数，盖此等活用，端是人事与时谓之因耳。称君子者，与象辞相应，名小处谓重在文德，非以言武事也。即训主进退，而不宜强争，故有凶。况上九之变谓履，履理也，其与征战相利可知，故关乎上九之辞，实为吉凶并包之象。果顺时因势则利，否则害。盖处两相猜忌之地，当两相争夺之秋，设行之不宜，欲之远离，必有凶险。此爻辞断之甚绝也。处以中矣，而物力不可穷，则真凶之战，亦足为贪渎之戒焉。就时谓言，穷则必变，今变而不克自反以复理，将不免于真凶之辞乎？又曰，小处卦用与大处颇可通，大处以艮乾合，小处则巽乾合，其下皆干，是痛也。为小处之巽乃阴卦，大处之艮则阳卦，而以爻言，巽指一阴，艮则二阴，故所处有大小之殊也。
处者欲也，积也。阳以处阴，则阴多称大；阴以遇阳，则阴多亦称大。处在多积，则小处以积为风也；处在广域，则小处以域为大也。故小处之亦大处，全在阴爻多寡。大处本取阴阳相遇为用，较小处取阳处阴者，更进一层，为小处一阴孤行，不克多遇阳也。然其用皆由阴在阳中，而阳不相害。大处有以阴的上正位，其势以大，能与阳同遇，虽卦上下皆阳，而合之则人为一阴一阳，此卦利也。大过二女，而合后则成一夫一妇之象，佳人卦亦然。此观其辞可见，卦自分阴阳，不以原卦为拟也。小处虽巽为阴卦，为父与长女配合之象，实则人成夫妻之利。故爻辞有反目载父之语，而天下以养育称者，莫先于夫妻配偶。推之物类，雌雄聘母，皆夫妻也，必先有夫妻，而后有生育。未有孤阳独阴自生育者，故大小处以育为用。均取夫妻配偶为育，而大处推及物类，更引铜牛粉使良马为正，亦名生育之功，必先有其良好之配偶。正如人类必先有和顺夫妇，使能有贤孝子孙。夫妇为人道之首，君子之道所造端，可见一切生育之源，实在阴阳之德协合也。万物莫不生于天地，莫不寓于阴阳，而必在既交既合之后，此凡人所知也。为民育养之道，必从二气之洽相合偶，并不在一阴一阳多寡之奇，而在阴与阳至行之协。此大小处之用，以阴少而得阳为本，阴能从阳，阳乃就阴，方谓至道，方见真欲。阳则性也，阴则情也，唯能相协，乃至中和，而后天得以位，万物以育。此中庸首章所讲，实基于大小处之用，读者须会通之。宗主书数，小处卦与履位正反，与谦豫位相对。豫为雷地，小处为风天，而地雷复，天风姤，皆为往来卦。凡卦中之意，均与此数卦相通，以气相合也。卦在先天相对者，如天与地，日与月，子与午，春与夏，虽若不连，而时相偶，盖一阴一阳之道然也。阴起于此，阳阴于彼，阳生于东，阴降于西，同时相应，痛的相追，则自成一合，非一动一静，中后在始也。原息息相通，循环不已耳。故非阳即阴，非此即彼，气往来其间，无一时停留。所谓周流六虚，恒久不息者也。故一卦之气，与他卦相合，或同或异，或先或后，莫不有连有续，有动有因。故在风天小处之反，为天则履，相道为天风姤，相对为雷的豫。
相错为地雷覆，相应为地山迁，相通为山天大处，此其明显者也。在合之先后天位，会之消息数序，则各卦相连为用，皆可按图所记，故不独小处未然也。又求之于八宫，与其本宫对宫之位，所行之次，为主谓宾，各有所当，则一卦之情，莫不必见，而爻辞之旨，莫不得其由来矣。故卜卦者，贵能会通，而察其变，变则卦意爻书，因变以知未来，此神机之所起。今但言长而略变者，以变之难尽于言文也。是在学者熟于常数，而后能自通之。处者，序也，欲也，以众之所欲，有资于序，故既比而有小处焉。处者一大，而小处则其始也。当比之时，事业初定，所处未盈，虽处而未大，故曰小处。且孟子曰：“处君者，好君也。处以成之，欲以击之，由见而至也。非有处于前，有备于先，则虽处之，不得遂大。是名天下初至，取之于民者必薄，而民之奉其上者亦必廉。治世之责，故如是也。有处者，备其余以为不时之需也。因虚而有处，则称力之所及为宜。彼后之处，力有未逮，则其所余者寡矣。此亦小处之所得名。序卦曰：小处寡也。寡者少也，少处之谓也。古人言少者，多谓之小。由曰稍稍也。处以御众，亦以奉公。此理所谓3年耕，必有1年之处；9年耕，必有3年之时。而夏之贡，商之赋，周之彻，因时亦以为治。是取民之有限者，皆小处之意也。天地生物，莫不呆处以生以成，则虽小处，不得贤其寡，而正因其寡，足以遂其生成也。如天雨以润物，多则泛滥而为害，不如其少也。人之于所处，多则贪悦以损其德，亦不如其少也。故可大则大之，可小则小之。圣人之治政，本乎天地自然之序也。故小处以寡而成其用，足以少比之功，因虚之志，而无欠矣。论卦之象，上巽下乾，风在天上，干阳也，巽阴也。一阴无阳，阳多阴少，阴反为贵。以阴之少，阴阳之多，故称为寡。言所攻不足也。然阴在外，阳在中，巽以顺刚，外以从中，如天之欲雨，而山川出云，恰相应也。为所应者为耳，风者疏物。
而与御风则止。故天御风，有云而不雨，云从而雨不逮，此其所以谓寡也。阳者用阴以养，亦阴以养无阳，其所得之寡可知，而不嫌其寡，则以阳刚之正，取训行之顺也。内外相协，上下相量，不苟求于物，不责备于人，则寡欲以养其心，较多物以养其身者鲜矣。故小处之为欲，乃天之道，性之冲，非情欲之私，物好之为也。故能协众而安其位，居正而守其中，得昭于外，用服于表，而能因四德之亨也。亨者通也，无不达也；寡欲者，无不顺之；少取者，无不服之。能推己以益人者，人无不亲近之。故小处之用，为众之所归，而其所招于众者，在德不在物，此明德于天下者也。故君子以知，而亦闻德。闻德者，明德也。闻于外，显于众，乃谓之闻。如云不语，而谓诸瑕。天以之为文，人观之为美。此气之华，灵之明，性之光，而为美之所显。故曰一焉。小处一卦，寓意颇深。在治道言之，乃小康之事，然非真能小康也。以群众失欲，反构谓小处。构者，欲也；小处者，不欲也。而阴的位，阳屈其下，以柔履刚，众志难平。虽暂服于一时，将群起于他日。此以动静失序，逆顺为常之所至也。且小处，以序为用，能序以自养，则可苟安一时。倘序而未时，或空乏而无序，其养已失，何以自存？因卦中爻错对与离，火则未癸，则火未革。在外成魁为之象，在内有革命之乱。此由人事不齐，应运不当，反常为变。乖道未夭，妖孽以兴，变乱思起。故小处之失道，而成魁革之多难；小康之未逮，而成离乱之为邦。一转移间，亨塞大义矣。臣以上训下前，必先有自强之德，干悌之怀，以固其内；更有训顺之道，和义之情，以教其外。而后保其亨用，至于安康。此应运在德，民数在施。得失以福，祸灾思免。今内无基础，民失所生；外无治力，国失所护。而犹不明明德以惑人心，不亲贤才以厚人力，不知自责以毁既往，不肯自立以恤将来，茫然自宽，免焉自信，以为人如我何，树如我何。是而系为邦，夜郎为政，得失全无，道用失正，岂临期往，事在侥幸，则一旦中枢解阻，四为奔迸，求存不得，求生不任，虽有天资，同归于尽。此人世之谢。
其能救乎数运哉？故小处者，上以皆比，下以其律。明德则泰，失道则否。一亨一塞，为人自矣。存亡安危，依者所起。克刚克柔，仁义及礼，利滋小康，大同尽矣。免灾私语，无备治理，此小处之所谓用，而深切乎时弊者也。聊述其大义云耳。小处挂在一归藏，名曰小渎，取庭渎之意也。而曰小处者，以所欲之谓大也。世间万物，无生不育，无育不生，乃一阴一阳，助长成全之德也。然天地之生物也，非有为而生之，以生而生，自顺其性也；非有为而育之，以育其育，自适其情也。生者属阳，育者属阴，非阳无生，非阴无育，此生化之定则也。卦自乾坤起生成之门，屯蒙定生长之序，须诵见生养之情，施比者生存之用，其所以为万物生化之德，生活之规，莫不具备。而小处何独以喻称哉？是盖有生亦存乎中也。夫天之所生者，天育之；物之所生者，物育之。故未必待于外也。蠢如鹿屎，渺如蝉影，其生其育，无求于外，此物之情也。而人则不然。出胎成形，饮母之血，继产成婴，吮母之乳，此故质子之常也。见长而资古时，因育而逐物好，是欲既起，贪求越多，有必须者，有不必须，有易得者，有不易得。而人之情未厌也，人之欲未止也。由是所以生者有限，所以育者无穷。谓之生者不多，谓之育者正未可量。是其有待于外，而非图顺其自然，是其生存之以足也。由是于生之外，而有所求于育之情；由是于其遂生之余，而有所需于育之事。夫而后育之为育，回别乎屯蒙须诵施比之规，而及其育之所谓，推其育之所至，乃至演化人生悲欢哀乐之情，与世道安危治乱之序，而不复平均坦白，与物同静，悠悠异域，与天同康，乃为如潮如波之相推，若根若沸之相当，以促成人类史上之变化，与人群学上之波澜。此故历数古今，静观文也，所谓能免者也。故君子于此，不得不求其道焉。小大处者，欲之道也。从之则安，逆之则为，守之则治，失之则乱。人将欲遂其求育之情，而无害于未育之道，则所谓育者育也，将以成其身也。不然，则苟为育之求，而忘道之所在，则所谓育者，独也，将以杀其身耳。可不慎哉？可不审哉？小处大处皆以应用，皆由阳生故也。生之者众，而食之者寡，在理财为何道？
今之所谓生者众者，言仅有其生耳。食者寡者，言养之不足也。生众而养不足，则生者苦矣。故必求其所以养生。天下之人众矣，而得其养者少，则必争，是乱之所由起也。民以食为天，以足食为全身之备。今民皆不得养，而上无所备，任民夺食以自救。此虑人相食之事，亦乱之所由极也。故人类不安，而世道不均，国政不理，而物力日困，天下之不复治也。宁为运数之使然耶？彼之所负，我则夺之；人之所有，我则取之。是相与谓道也。道者日穷，穷而养道，庆其所处，不足供一时之需，尽其所有，不足济一方之急。越穷越困，虽道将息用之，唯有同归于尽而已。此为失其所谓欲之道，而图世人以物质之力，争夺之巧，其所抵，不至于杀人以生不可。亦杀人犹不得言其生，则将何谓？此是道之变，皆根于权力之说，物质之文明而来。虽欲阻之，不可复止；虽欲消之，不可复除。唯有单单逐逐，终日习为道直而已。更谁为求其所以谓欲之道哉？小大处者，欲之大小，道之大小也。小则小康，大则大同。小则处其己，大则处其人。小则处于一时，大则处于天下后世。盖有处思有欲，有处以欲，思免争夺，所需既足，盗贼已绝。此君子因人情而治政，因人道而治身，不过亦无不及，至乎中而已。故小大处，因时损益，积是否泰，而立其序，定其志。民之为处者，言虽未喻，而无害于物；虽立身，而无损于人；虽有待于外，而无肆于中；虽有求于余，而无乖于德。盖恒之于治中，治之于治军，不为贪而争，不为奢而淫，不为不得，而不至于得；不为不养，而不偏于养。故虽贫而不困，节而不穷，用欲而不伤财，取充而不患满。此处之为道，必有得也，必有责也。为人为己，同利而无所害；为我为物，同用而无所亏。物我两宜，人己俱是，故曰处。处者，善也，好也。至善亦好，天下同康。上何患乎真？何忧乎平？此亦教之所以谓治也。天地之所以生成，日月之所以照临，风雨之时，寒雨之平，无人不养，无物不生，则处道之所见也。唯在乎德则之流行。且小处者，以卦象言，取阳为财，而奉阴为主。其所合卦，谓巽与乾，交错则谓构，即上下异也。天风构之对，
谓地雷复。复者反也。阳极则反阴，阴极则复阳。故在天位阴阳往复，在人位性情还原，反本还原。谓道之大则，干谓大本，谓大始，坤谓至德，谓至中。今以阳往者，必以阴归；以情去者，必以性复。此天人之大义，终始之总图也。小处以风火相山，变而至构者，乃复穷至阴也。阴不可及，欲不可纵，故人还于复。此小处辞义之所本也。人之所生，以情欲为生，恒玩物而逐于外，使性日离，乃失其本始，以至于毒害其身。欲求免焉，唯在于复。克己复礼，以成其性，使全其身。故在小处出二爻，皆取复之意。言不复，则不能成其欲也。果以欲而成欲，以处而训物，物欲反戕其身，更何贵于处欲乎？故本于复以还于始。克己复礼，乃反处谓履。履者礼也。无履则无以立，无以自复。虽处物自丰，徒为杀生之备；虽充裕自足，徒为独生之谋。象有耻以焚其身，人怀宝而甘于罪，是徒处而无复。徒之有欲而不知有生，徒之有生而不知有性。一往而不复，一去而不返，沦为禽兽。须成盗贼，害己而损人，背天而杀物。虽日视乎处，是自伐其躯，自戕其性而已。此圣人所畏惧，而特戒之于爻辞，以复为道，以履为归。能如是，方能成其所欲，方不被夫处欲之用。盖人贵阳而见阴，先性而后物，平情以治欲，格物以治之。然后人己同生，物我并育，而处之为义治矣。此出二爻之辞，必取复以立其则。故不独卦象之常变，所必如是。即天人性情之始终，亦莫外乎是也。此中经运，读者视之。履卦，对下干上，宣圣讲义。履卦为文明之象，教化之臣也。有天地而人类生焉，有人民而生息见焉，有生息而秩序者焉，有秩序而生成安和之德昭焉，化育繁衍之道彰焉。是故履者，定其秩序而安其身，发扬道德而和其类者也。其名履，其实礼也。其卦有志，其辞有嘉，而义有专，用有定，谓生生之序，人物之大防也。传曰：履德之基也。履和而治，履以和行，可见履之为道大矣哉！夫履卦乃小处之反，上天下则一阴无阳，而其对则绝，其否则谦，其逆则褒，其阴则复育也。盖履上干下对，对以成乾，阳以育阴，阴和而成德，阴刚而行己，以说言为貌，以不习为道。天尊而下就，
阳重而内寒，不似小处之志于求物，却能见于外物，以反于性道。此中和之德，而其成则谓欲之功，故谓人类准衡，是道摩楷。而人事一切由之以定其位，依之以安其行，此志之所依，德之所齐，道之所以大也。履卦卦象，以干合兑，上谓纯阳，下谓少阴。兑，少女也。少阴从阳，少女从父，生育之爱，出乎天性，虽和之情，成乎至德，虽五阳一阴，外刚内泽，而能从顺不为，克己自守，故谓之履。言有所处也，动则有形，静则有力，进则有序，退则有位，此人道之所定，而万类之所安也。故曰履。如足见地，而不于亲现焉。自来天地生物成物，垂象如日月，成形如山川，动如飞走之属，静如木石之类，运行如岁时寒暑，往复如日月风云。大者至于乾坤，小者等于毫末，莫不有其定序，指其定所，行其定方，还其定轨，则所谓履也。无履则乱，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并生并存，并化并变，而无失其时，无乖其位者，履之道也。而圣人则焉，设卦以象之，称辞以明之，推其动静云位，以治其安为利害，莫不有履以治之，纪之，义之，是谓之礼。故履者礼也。礼始于人，履成于天，礼见于物，履喻于道，礼归于一切，履定于自然。故有义即有履。天地定位，履也；山则通气，履也。凡各卦之推荡，各爻之往来，无一非履，而以干兑独皆其一焉。天尊居高，则小在下，反应于绝，旁通于谦，而与小处相反相成。此卦象之所由生也。传曰：履者处也，与小处之称卦相应。卦则难止，处则有定，而处者求其定。如人之富有，必求其安全也。果富而不安，有而不全，则生又息乐，成又息畏。履者成乎处也。由处而得履，由履而克处，往复之用，恰如其志。故君子富必有教，富而好礼，欲保其富也。多财而不骄夸，多物而不自私，则常享其业，大成其德，而天下归仁，万民咸服。此卦之以对居下言其下之乐服也。夫履上乾，干乃君相也，居高而临下，本刚健以生成万物，彼之天地为生化主宰，人物所崇仰者也。而其下对卦，说言以称颂其上，顺柔以和悦其主。如少女之承欢膝下，柔色宜身，以得清欢，则生者得其育，化者得其和，灾者培之。
具者教之，以怀柔远近，亲慕老幼，此慈孝之德，仁爱之师也。故于人道，为父慈子孝，而欲其义于礼。礼始于孝，本于尊敬，行于祭祀，而成于教化，至公于治平。此一卦所包，盖自修其以远于治平，无不由此推之也。礼有300、3000，而守于孝弟，未反本父始之道也。故祭祀上焉，敬天事亲，皆报本也。而履卦自小处变，生而得养，居而得安，行而得所，化育得时，物力得足，莫非天所与者，安得不有报乎？故礼贵往来，崇德报功，不迁于仪，溯源敦本，不舔所生，皆所以行履之道也。故履者，道之所行，德之所成，教之所立，治之所明。由前言之，所以报恩；由后言之，所以培本；由内言之，为亲亲；由外言之，为人民。而亦归于礼。此中庸所谓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尊贤即人民之义，人民由普遍言，尊贤由推重言，而尊贤故谓人民也。人义本同出也，人以为体，义以为用，礼重用，故言义。义所谓立真之德也，而是以成其元亨。盖义由用反本，由坤以归于前。是用之必有所成，而生之必有所育，育而后成其生。是履之卦谓前兑，而其用则取坤艮，故以立真为德，而彖辞则称其亨也。有国天下者，必求其亨，而不始于真不可也。故治平必自修其始，而成人成物，必自成己始也。履者礼也，以诚为本，以敬为基，而仁爱为之干，孝弟为之先，而促成交与政，民之化于德，行于道，各得其所，以全其身，而共安其序，乐其欲。此履之为天下履，无一不足见而公行之也。有履以处，有礼以安以一，则小处得其处，而圣人正交得其成矣。此下悦而上尊，内和而外健，失之四海而同顺，垂之千古而同富。礼之为用，大以至矣。学者可不重视之乎？弘教复注。履卦最奇，以干而能辅从对，以上而能卑以自牧，故谓奇。盖中国文明，全在礼制。礼以天子始，无不纳于规矩方圆之中，尊卑皆然。而尊者更自卑以律下，故象取干纲居上，而随对以降心也。阳主身，而此独用其降，盖以得明月福耳。若生而不降，则成亢龙，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将何以自存乎？故圣人治义，阳以阴用，刚以柔行，不许其过，而使之中和。此道之代用，亦如道之主旨也。观履卦更可证明矣。
又曰：履为人类立身处世之本，即政交治人安民之基。一部礼经全由此出，即中国古代文化，亦教治平修其功夫，莫不始于此卦。故讲时宜详细推议，以求古胜利卦设辞身心，与夫一交包盖正交为义。履卦所得名，以柔履刚，如人之见履也。盖以干对合，亦应居中，而能连诸阳，阳以从阴，阴以接阳，比之在上，而能辅救于下，居尊，而能议事自卑，此以名分所谓，而克见其德，修养所成，而克行其志，不以富贵骄人，不以贫贱丧志，则不平者能平，不均者能均，却者补之，罚者抑之，多者节之，过者约之，以其于中，而抵于和。故名履。言是人有所履也，虽尊荣而不为，卑陋而不辱，屈而得伸，上而可下，以定于其分，而安于所生，以益其分，整其乱，而使之不乖不悖，不逆不离，以成其道，而后其德。此圣人治平之所取义，而礼乐之所仿心也。履自上师下父，师者，民生所指也。古文与广货场相通用，皆是为人物所安处之地，而心智海体之所修习，群类动静之所依期，而不犯于外患，不逢于时灾。故如屋庐巨基之类，多取象焉，而履则又为践踏之用。富者反也，行而自归曰富。言人之行远而不忘其本始，往而来归，去而人返，则不失其宗，不离其源，循环往复，以合于天地之道。故曰富。如复卦，7日来复，乃天道也。而人之行，则谓复始。克以复礼，以至于人，则修养之事也。人之所以生存者，不离于道，则所虑者，以道为本。复始复礼皆复道也。小处所谓复自道也。复自从赤，亦行行之意。义之言人道也有4行，即道神德行是也。传曰显道神德行，民义之所以事其止，而教人有所尊也。行者，一切事物之动定也，而履该之，由其成言，曰德；由其始言，曰行。二者精粗之别也。故复自从行与德之半，该其始终也。人之足所见者，即身所指；步所行者，即心所至。履者，人之所以行止动定也。故统名曰人道。而圣人者之为礼制焉。夫履以干合兑，兑为缺，干则充，故履为补阙之象，而其错为绝。绝亦缺也，绝之上下，恰与履异位，故在绝之不足，在履则足矣。履之反为小处，小处之阴爻位在4爻，恰与履异地。小处之求富，在履则不求矣。盖履为全人之身，足人之虚，
而不得过其分。其已有者，使常保之；其未得者，使自足之。不贪于外物以安其心，不苟于所求以清其志。是以富贵得之而安和，贫贱的之而乐欲，以成其道，益其德。是以为人所虑而无欠也。天之生斯人也，恒不能齐，或富或贫，或贵或贱，或夭或寿，或逸或劳，此情也，非人力所能易之。而有虑以使之一，则圣人因天道而立人道，以不齐其之，不足足之，故取象于对，而调其志于前。盖以对之缺为首，以干之冲为用，而自安于不足，以积其志于光明中正，而无所憾。此虑之所以为理之源。而天下皆定于义也，以律中爻象离，离为后天干之代位，故有光明之意。且中爻、人爻也，小处履之变异，皆属之此人爻，皆为人事所宜易变化者，故因处之变而为履，即因人之欲而治理。理利而情欲有所至，富贵贫贱，皆有理以定之。富不侮贫，贫不妒富，贵不遐贱，贱不怨贵，皆得其和，而成大同之治。此理之大效，亦因乎中正光明者也。大有同人，皆取前离之象，故大同为治之极则，而其始末不有理，即履之所照也。理必有节，节以坎和对，亦同于履。唯履者其大，节明其细，履通于天，故从干；节现于物，故从坎。而皆本对之不足与自悦之意焉。故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卑而不屈，尊而自下，皆平治之则，大同之风。此故圣立人道，必假于理。理则理矣，有条而不紊谓之理；有条者不齐而不紊，则齐矣。故理者齐以不齐，义以不一，足其不足，平其不平，均其不均，而治之中和者也。皆本于履之象焉。履之为用，本乎小处之治，而因其变，以济其穷，故谓人道必须。是至极则，不可一时无之。盖小处为求物力之充，财用之欲，以遂其人生之欲，攻其挥霍之费，则进取无厌，贪求不足，因利而成害，为物而丧志，因生而驱杀，为情而背信。此天下之至惨，而人类之惧祸也。故必有以救之，挽回其波流，树立其堤防，使全其生成，而无弃于天，自戕其性，以时虑其道，克养其德，明人生之所贵，而不过于物；知是道之所宜，而不害于人，则顺其变以利其规，推其极，以其所至，使生者得其养，有者得其安，乏者得其足，无者得其平。此圣人致力用复生之道，而亦归于理也。理以济其穷，
而不失其用，故不图为身，而身自全；不图为欲而欲自恃。名利于义，定志于道，用物以仁，养生以德，则虽越道枯而无愁，居匪巢而无损，辟之与虎狼处，不遭其毒，邪经恶尤，不因其怒也。未能以礼自卫，则人不公；以礼敬人，则物无怨。虽居高不为，居下不辱，实得其所，永保其乐。此礼之以敬为外，以诚为内。自卑而尊人，自反而恕物。故礼者，恭敬之所将，而和平之所本也。对说而应干刚也，则顺而合天见也。内恭外敬，上谦下和，相济其美，共成其德。此礼之用，在有分而能合，有等而能依，有位而能自牧，有守而能自信。故道通于天，得利于物，神昭于一切，而行达乎无穷也。说者谓礼为专制，分为阶级而非效古人。资节甚骄者，非愚则狂。盖为民人生本源，天道定序，徒逞己欲以利自私，目物好以贪自杀而已。恶足以言义哉？夫义之治，正为救弊而存其善，去争而求其和耳。故礼者自治，非治人也；分者自守，非责人也。为自治，仁义无对，故能治人为自守；仁义无亲，故能责人共守。此其效也，非出止也。后人但知立法明行，乃以治人责人为治，而忘己之以治以守，使政备义教，非圣人作礼明分之意矣。故治乱易焉，后薄疏焉，以考其得失，救赎谓之哉？无一人是自一义之而变迁之耳。读者于此，勿三至一焉。吕胡伟，不系人，亨，宣圣讲义。此全卦彖辞也，文义深远，取辟精审，寓意宏阔。骤读之，多不达，必极深言己，回环穷究，方知立辞原旨，命与惊奇。盖易卦彖辞，概括全卦大义，而明其用。履卦大用，以如前述。其辞之取喻，则是用之不易，而攻之莫拟也。要知古圣深虑穷思，求所以全人生，安人居，顺乎天，诚乎道，而永远和平，化育无尽，乃取象于履，而定为礼教，以礼治情欲，而充其欲，保福利，而事于中和，则非为一人一时之谋也，而履之象，为小处之反，因反以成处。是圣人因情以治情，因欲以节欲，妙用之至，通于一切。故礼教为人道之本，该仁义而立其度，合道德而树其规，以知安定思民，乐育天下，实为不义之道。故礼教成而野性化，仇怨消，征杀止矣。此彖辞比之履胡伟焉。虎性难驯，履其尾，
而不扼其坑，持其爪，则其仇杀之心，将何以止之乎？而今日不系人者，势必有道矣。夫人之情欲，奔图四字，有甚于虎。虎之恶，以其残暴不仁；人之情欲所役，恒过于虎。为其图利己而不俭，图逐物而无厌，故杀人以惩，伤人以真。虎虽恶，止于杀伤他类，为仇其种。人则与人仇，是过于虎。以虎喻者，虎轻言之，而视之残暴不仁，人敬之为虎，故取之为辟耳。履虎尾而不遭其戏，是其人必有自全之道，能化其野性，而量人之行也。故亨言其化而通之也。亨为大为名，以人虽有履尾之行，原无害虎之意。此诚所感，敬所接，忠信所服，能化所难化，通所不通，故谓亨。以己之光明正大也。就卦象言，上干下兑，干刚而兑泽，错兑位更巽。有虎尾之象，干未见，而兑说之，有履虎尾之象。六爻五阳一阴，三爻未阴以巽阳，柔以履刚，故曰履虎尾。名其险而不为，恶而不凶，在用位服从，在得位将顺。非等类而能合，非右邪而能越。合越以阴，刚健以从。如父抚少女，主袭子民，故尊而卑，上而辅。此以不系人而亨也。彖曰：履，柔履刚也。说而应乎前，是以履虎尾不系人，亨刚中正，履地位而不就，光明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，明指卦用也。其最要者，以亨刚中正，不就光明数据，为履之所以成德也。说以阴前，而不失其序。如少女虽得爱怜，不恃宠而骄；如人主虽居尊位，不挟贵而暴。尊卑分定，而情能和容；强弱势殊，而志无乖合。盖有以其不齐，异其不一，由相异而调之，本不同而化之。格于无形，感于无声，故不就于心，而抵于光明。亨刚中正，不招怨尤。尊卑强弱，互用协，此道之极则，万物所以并生并育也。故圣人见之而治理焉。理以和为贵，分定则和，分失则乱。理者能安乱而治和也。恶其贪字，谨其吃玩，化其暴也。养其情性，以复其出，以全其身。此由对之用以达干之体也。故履自从父，言下父而上达也。即有履以反成其处之意，虽益治人欲，免克人情，而不犯人，不害物，为其先自治自克也。故人无怨尤。此辞所谓不就光明也。象曰：上天下则，履。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宣圣讲义。
此身是卦象之意，由天道以及人道，明礼制之所由起也。夫人道之本于礼制，自有意而始定，溯其起源，则卦象既化，体用已该。虽无3300之条，而履之上天下则之序，故以昭然，人民心志，因之而定，国家秩序，以之而安。是以礼成治，实为古圣先望不义之旨。盖自伏羲以降，世代日益文明，风化日益淳厚者，礼制之功也。故象辞称君子以时之，为先王所仿，而后人所循，莫非礼之用。此礼之褒举人道之权，而其成效早着于3代之上。唐虞盛世，上下和睦，农宣古风，人民熙攘。其所由来，决在乎礼。礼定而人道以立，礼行而人类以安，礼成而人生以全。此文明之心，教化之大，治公之隆，莫不有礼，而莫非仿于礼也。且礼之为礼，乃圣人应象致用，本天以为人宜，故见于时之所需，德之所适，生生之所在，而自然推迁之所至者。故上天下则天之分也，虽强者不可夺，智者不可移，绝不得为天居下而则居上也。为分固定，而情宜合，故辨上下者，即以通上下之情；定明治者，即以达平均之道也。说者知其一，而忘其二，遂夷为专制，谓于民，是诬先忘，且不明天道也。谓有无礼而能和安者，谓有和安而不有礼者。故辨上下者，求其齐；定明治者，求其一。而屈尊就卑，截长补短，正谓礼之本旨。盖即履之以对说而因前刚，中正不失其位，光明不就于心，乃能积天下于太平，纳人类于大同也。故在义，履之下为泰，明其效也。宗主父主，履卦以履得名，如人之所见履，言而有信也。今人言见曰履曰，即此意也。盖必有信曰而循行之也，故谓人道之本。论语曰：民无信不立，义之四德，真以立信，而称干事，言能信，使能任事也。故礼者，礼也，礼也。在德曰礼，在行曰礼，二者异也。礼出于道，礼成于忠信。故履卦所象，必以道德为本，而推之以治理一切事物也。不独人类所需，凡天地间事物，莫不有分定，即履之所用。越分则忘履，虽凶恶者，分以治之，不为害；若非分，则不可救劫。故情欲足以杀人，怨毒足以灭众，非分之所为，足以贻害无穷。此君子贵有礼也。礼以治情而平怨，恶欲而解毒，则在乎立分以定其志，本于礼与礼，不问其孰强弱也。故一切事物，皆得其平，
以遂其身，以保其类。此世界之所以繁荣无尽也。大哉履乎！克成其处者，为此事赖。此所谓相反相成者也。又曰吴国文明，发源自古，亦其宗侧也。凡诸子百家，教学论议，莫不宗之。盖人文仿于天文，一之卦爻，一人一天，合而观之，谓造化具体；分而析之，谓人生日用。故以言礼数，则穷天地幽冥；以言事物，则包巨细远近。而立之以极，折之以中，中亦不变，以应万象。设卦以统御之，分爻以离合之，而莫不归于一阴一阳，以见其体用变化。所谓一正一反是也。正必有反，反必有正，而中同于一。故善恶皆止于道，性情皆成于德。此中和之教所由立也。中则无物可执，而永守不失；和则无物可分，而有条不紊。盖和之用见于理，中之体见于天。天以人为体，理以诚为则。二者合为人治，诚为修其治平。内之为止至善，外之为明明德。虽万行千条，而一以贯之。此故立圣相成之教，不问其为道位如也。故义之代用，纯在此一正一反而相成。如小处与履，其名利也。二卦本有正反之意，合之则为人道之全体。利以合义，复以行人。教则成其复数，礼则保其声誉，非相悖也。时习习相依，少义则不全，不全则人生苦矣。故正反相济，谓义之代用，亦天地一切之代经大法也。读者于此，要细细体会之耳。圣人关于履卦以治理，明辨上下以定明志，其意以见前矣。而最以审查者，则自来儒者所述之治道，与夫人民所习之教学，莫非始于此，终于此。盖大学所述，中庸所论，皆本尧舜一脉之传，为三代制度之准，师弟千载所演，为人生修习之基，时有履象推演而来，亦教规模所定。故在大学守明明德，而忠于止至善；中庸守信道教，而忠于中和卫育，亦以贯之。及上天下则履一节象辞之意也。何以言之？上天者，肃其尊，追其本；下则者，明其用，治其功。而上尊以和，下悦以静。尊则不独，和则无怨，悦则臣服，静则可久。尊和以安，悦静以大。安则无乱，大则得众。而上安则下怀，下利则上保。君居尊位，而民悦生；民爱其上，而君轻重。此大学明德，亲兴民之治，中庸中和卫育之功也。且上天而不亢，下泽而不流，上下以济，和乐以生。如水火既济，天火同人，
而化为中孚之象，即大学之旨至善，中庸之率性修道也。盖上下者在国为君臣，家为父子，教为师弟，序为长公，一尊一卑，天地定位，一养一辅，阴阳协协，余生为手足，为父心，为神与行，为道与气。故曰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气。人之所以修养者，砥砺者，培成而光大者，调剂以中和者，皆此上与下也。得之则生，失之则亡，顺之则化，复之则康。此至道至德之调理也。故曰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又曰：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凡此诸德，莫非明上下之分，定人道之伦，立修养之方，纳民物之贵，而以服于上天下，则一节之意也。故上下有位，天则同德，而后民治可定，人伦可用，治德可成，治道可达。此亦有条有理之始，而达于无声无秀之中，可大可久之行，而近于乃圣乃神之域。岂徒谓至平言哉？又宁为尊君专制计者耶？夫天地之大，品物之数，以生以具，以利以安者，得其分而能协和，益其志而无猜忌也。故在一身，求其心圣之计，神形之和，而无偏欲，无轻比重此，而后安身世道，终其天年。此性命之修，必始于养心寡欲，而其余民心见性。故大学言之旨，以静定安律德，分述其功夫。此内行之有定，而后上下不乱也。其在家国，求其父子之亲，君民之睦，远近之相得，贤愚之相助，贫富之共济，忧乐以均，而后无怨无争，以安以和，相聚以类，素行不贪。此家国上下之分定，而达于其平之道。故大学言之旨，则有仁敬孝慈信诸德；言明德，则有修其治平诸道，皆所以民旅之用，而全人天也。近乎大学者，如中庸虑天命之性，修本性之道，立信道之教，而与大学成正章相正，其成也。推中和之德，治未欲之功，亦由大学其平，而近乎至善，即所谓成名以达于大化者也。故儒教之旨，纯出于上天下则，而其效终不外于辨上下，定民治，以民治之定，为一切皆定；上下之分，为一切皆平。平然后安，定然后久。此天地永不闭，日月常光明，而发于有位，止于无位，始于毫末，终于无尽。故礼运有大同大顺之势，即有礼以敬于太象也。礼为天道，礼为人道，
礼立而后天下定，礼成而后事至隆。此儒者言学必有理，不问谓内外，谓行藏也。明志之定，正如僧之入定，道之报一，不分于心，乃凝于神。其义言哉？而无知者窃异之，谓束缚，谓不自由。实未尝闻性命之道，通天人之源，乃训于情，诱于事，迷恋于物玩，争逐于繁华之途，又污足以谈礼教哉？故乱者人情之所使，物欲之所导，而生之贼者，及其所谓生；用之独者，及其所谓用。曾不悟上天下则之意，而欲屈人以与禽兽争，其祸滔天，尚忍言哉？故履卦取名，乃明世人所见履，即立足立身之所也。失其所立，身将息一，如越人之足，而欲其直立，天下无事事也。有志于人道与世治者，必反求诸理。理之兴废，人类之存亡；礼之隆污，是道之治乱。此万古不易者也。唯吾误解礼之功用，而被履之象与词义耳。与更有一言：深明礼教之精义，则礼者，与法治权益。法在治人，礼在克己。故礼文虽密，非以防人，乃自防也；礼立虽严，非以责人，乃自责也。不独不专防人责人，且对人之越礼者，恒求其所以恕之，必先自反以尽其己。故礼本于忠恕，忠则敬己，恕则推己。未尝为人谋，而人自服焉。盖即本上天下则之止也。上天而不自尊，乃卑以就下；下则而不自弃，乃悦以亲上。上下和睦，君民同乐，而各安其分，守其位，以长治久安也。故礼记曰：夫礼者，自卑而尊人，虽复犯者，必有尊也。而况富贵乎？斯言也，足以盖礼之用矣。盖礼在自尊，而所以利己之身者也。苟无自立之地，是将凌夺他人之位，则大乱必生。故礼以卑己尊人，而必自上作犯，以身作则。本见履之义，而应干之亲对，彼之父之爱女，唯恐其祸离怨也，唯虑其祸未破也。相惜相敬，至信至情，以成其德，达其道。而尊卑之分，出于天然，虽自卑不失其尊，自降不失其位，故能定而有序，和而不犯也。故礼有云：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，乃即言礼之重平等也。吾如后人误视此二语，遂疑千古必害。实则不下者，不以庶人为下而略之；不上者，不以大夫为尊而简之。必求其平，平则和矣。故上天下则，以止于太和，此礼之极则也。倘如后人所示，则所谓虽复犯者必有尊也之语，将何解哉？因观今义，
特谓正之。宗主副注：履上天下则。说者谓上下悬隔，未分差殊，即儒家尊君贱民阶级制度定案。此乃为常民解天与则之争议，而妄为测度之辞也。履上干下对，取象为天则，天非指地也。凡后天之干皆然，特泛指天空之气，故列为西北，与先天之天地定位大异。对为则，此自人多谓细思，则水也，坎亦水也，何以异？则后天之则，为水以成聚，必有灌溉之用，润配之功，而后可称为则。必有积厚之势，蒸发之源，而后可称为则。其实大如海洋，小如湖沼，皆是也。而必有光泽之照耀，润泽之流眼，以成其生物之德，化物之功。故在先天与艮山对，而为山则通气；在后天与干天连，而为天则合德之象。山则未对，则成道之妙窍；天则合流，则成德之周回。故天空之气，即世之所争，而为云为雨；则中之水，即天之所降，而成聚成流。二者相交符，而非玄绝也明矣。在人对为口舌，为言语，为心所悦，为物所托，其象尚缺，似口出言，而呼吸饮食自焉，内通心肾，为神志之所达于外者，其上连头脑，即如履之上接前天，故谓一身之本，而是所以立，所见履焉。在人情为父女，而老少各异，相爱怜，以天性也；相提惜，以至情也。虽有上下之分，而为交服之用；虽具尊卑之分，而得和感之功。此圣人取以治理，全本于此意。取其刚而能柔，悦而能端，不暇则静，不畏则轻，清净不失，理本以立。故礼先于伦常，即大学所谓指人只尽一节之意。盖有礼则有所治，人伦为人类所共治，此礼教之能定民治，而治天下也。故欲明礼教原意，必先明一履之上天下则，岂圣人故谓之束缚，定之阶级哉？礼者，正求解束缚而除阶级之争者。熟读礼经，必达此志。弘教附注：此章即言礼教之用，可见古人制作苦心，习自勤厚，人又于地位之尊，望夫大同之意，使礼偏于一尊，而不尽其用；爱于特权，而不魁于和，是行礼者之过，非治礼者之可议也。要知礼在3代以上，一切皆至于平均，尊者自卑，强者自弱，以成其和，而求其相爱相助，非为贵妇计也，而贵妇赖以保全。故礼教者，人道之本。后人所释礼经，多乖原意，且经篡改不少，故谓孝景小康耳。夫子生楷焉，故讲此卦不厌求详也。
初九，宿履，往，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履卦初九爻辞也。言履之本用自此始，在履之用，未有所立，必有本焉以为之基。人之行脏，莫不有本有始，而后立可以固，行可以亨。无本则轻，无始则绝。人生如行道然，不忘所始，不失所本，而后进退如意，行脏自在。此履初九之辞，先明其意也。履在是谓礼，礼之本始，即忠信也。忠则敬矣，信则诚己。简言之，诚也，而不假于外，不凭于物，洁身以固，真心以义，以及中庸所谓素位也。素位者，无加于富贵，无减于贫贱，不怨于其外，不求于其他，故无可加减，无用假借。此素履之意也。干受和，白受彩，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，亦此意也。故会事后素。素者，洁白之本质，光明之始基，无往而不疑，故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蛮貊之邦行矣。笃敬亦诚也，素之所见也。素位而行，则志不屈，心不分，物不诱，力不动，则处为易安，行待易平，故曰往无咎。盖有忠信之本质，笃敬之始行，则不曰习礼，以精于礼；不曰知止，以有志；不曰善行，以克行。其先已备，礼其末矣。道者不必礼，德者以该礼。此素履之为至履也。更何救乎？不语于外，不摇其中，则物格而知至矣。诚则明，明则诚。能定静而安虑，则无物不得。能明者而光大，则无事不达。此素履之无咎。言无咎可语矣。不恶乎善，不害乎利。素履者超乎善恶之途，出乎利害之门。心智长存，形神永一，守中不失，用极不为，而常湛然宁然。尊不畏高，卑不畏下，贵不为荣，贱不畏辱。既无尊卑贵贱之存心，安有高下荣辱之摄于身哉？故素履者，履之至也，礼之本也。灭已过矣。古圣人礼制之先，而道德之至，人所由也。此本对之下爻，纯体前缘之德者也。夫素履无咎者，非徒对外行言，盖本于至诚，发乎至情，乃中和之德也。在中庸首章及大学诚一章所述各节，均为此行所观。一言以蔽之，诚也。而必始于慎独，戒惧以自警，无期以自信。此至诚功夫。故于不睹不闻之时，犹当有克尽克功之时。上不作于天神，俯不愧于清隐，以时审察，以立其诚，而后保其天性光明，成其前缘刚健。此素履之行，非一言也。象曰：
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其由于戒慎，出于审察，而后忠信永服，笃静自若，故曰独行愿也。独行自信，则对物有方，于外无怨，则免己必笃，故独行自怨，实素履之道也。且怨者，求也，望也，欲也，不怨乎外，即无求无欲之意，所怨在己，故也。此即克己复礼之意。以己所欲者，保其本始；己所求者，反其本始。此道之所以有修也。又怨自古通元，亦通怨。元，本始也；怨，成却也。独行以至于本始，谓道之宁；独行以推其成却，谓德之至。亦即中性之谓也，中和之谓也。盖有形而无待于外，则所至者，成己而已。成己者，必成物，则所至者，明德达道而已。此素履之所贵也。不干于物，不犯于人，而能行无所阻，志有所顾。非修道有的者不至焉。有理而超理之上，行理而化理之欲。此履出九本用，乃在声色之外也。其始也，其成亦然，其本也，其用亦然。故上天之载，无声无秀，至理不闻，至乐不闻，而后通乎神明，达乎天人。此成道之至，原天命之所赋也。故礼者，人道之终始。于素履一节见之。92. 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履92爻辞也。履者，以见履为用，见履必以道。由人之行必由路也。在初九，本乾动之象，夫素履之战，言独行而无怨于外，犹自夺于暗室，而不愧于屋漏也。至92则已成形矣。出必由户，行必由道，故有履道之象，而依乎干见不习之道，顺乎前元中正之行，不偏不倚，无跛无阻，本道以行，因位以立，故有王道荡荡之象，中位自固，前进不迷，进退有常，行止得度，故有王道平平之意。此辞称为坦坦也。坦坦者，至正至大，其疏其徐，纯乎自然，达于至善，心与行一，志与物协，怡然无疑，怡然无险，气质以事，理当而合。此中和之德也。君子之所怀，圣人之所至也。故坦坦者，无物我之嫌，无余诈之感，悠然以静，一悦自得，不独行道然也。立身处世，莫不如是。盖以92居内卦之中，的正位之地，以阳行阴，以柔成刚，协其德，调理其事，能成干之道，达履之用也。在92之德，故夫坦坦之道，而内卦之位，是宜真静之行，故其占位幽人贞吉。幽人前行也处，
节己自好之事也。含义不招，声闻不炫，道足自充，德足自育，而言能为人法，行能为人则，足以移风易俗，垂教天下后世，足以和近复远，传育家国者，则古之隐逸贤者也。故克服坦坦之战，而无忧患之家也。以其成素谓之行，无外物之求，居人坦白，无利欲之动，富贵不淫，贫贱不辱，威武不屈，独往独来，不亏其节，自乐自得，不欠于中，乃称为幽人，而邪乎真极也。在归妹92曰立幽人之真，其义正与此同，皆以对在下也。皆取少女之贞洁自守，宁静已故，客称幽人之真。君子之守己，正如女子之守身，外物无干于中，私情不移其正，故亦以幽真明德，而服于极战也。或谓幽人指女言，亦通。盖幽者对名言，以92居内卦中位，按之女正位乎内立，则称幽人为女故可。不过异象男女，乃待阴阳刚柔言，非必指人也。且男女亦以内外分，果在外卦，亦属男象。家人卦亦为巽，亦为离，皆女也，而合称家人，即内外之谓，以分阴阳刚柔耳。故义辞不曰女人，而曰幽人，可见非专指女也。但幽真之德，为女子之守，丈夫亦有之。凡贞固之操，洁净之行，皆幽真也。丈夫修养不可少者，以一身言，自有内外。乾坤四德，亦具内外。由外言之，曰元亨；由内言之，曰利贞。而履卦之用，重在克己复礼，有属利贞分内事。且下卦对为少女，其得比之处子，以守贞为第一义。故92名是幽人贞吉，见其所事之象，未先自胜，未谨守礼节，以持其中，防闲勿欲，以定其内，情欲勿好，皆阴类。上有干刚以正之，刚健不习之道，以驯服之。故见可御不乱，不乱则宁，宁则静，静则复性。故要在不乱也。象曰：幽人贞吉，终不自乱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履道坦坦，非道路之平矣也。必中心之坦然无物，终不自乱，而后天君泰然，而后神志宁一，而后无畏无怖，不愧不作，而后止有所定，行不逾矩，而后视听言动，莫不有理，而后内陈其道，外明其德。此人生彻始彻终学问，亦即履卦之代用也。夫心者易动难安，情者易偏难正，唯能终不自乱，则喜怒哀乐不失其和，行止出处，不愧于道。此所谓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者也。幽真二字最要，不独此爻未然，全卦之用皆然。以能幽，使能明，
能力争，使能元亨。人道自己始，故修养为人生第一事。欲为大丈夫，必先保有处子之节；欲明德于天下，必先立忧人之争。此履道坦坦，非易志也，惟其无求于外，故能行于天下而无阻；惟其无好于物，故能成人成物而无尽。此坦坦之道，发于坦坦之心也。佛说心静，故众生静，其意亦然。人之欲有理待我，必先能以理自待；人之欲克御其身，必先能以道自养其心。故虑者，成其处也；不自乱者，成其志也。忠者，天下之大本。大本既立，何行不疑？何止不当哉？此履道之为坦坦也。宗主副注：履卦全卦，皆比于人所见履，即所谓踏足的也。人生于世，必有余力，无力即无所措其身。故见履为人生必知之道，亦即立身行道所凭借之物。又如人足之有履，用以见得而行路，非限于其力而已。凡行止坐卧，莫不赖焉。故曰人生之履，或曰履道。犹言人之行然。行者包动静出处，凡有思身，必有所行。称人之行为曰行，以其必仿于德也，故曰德行。惟履亦然，以其必平于道也，故曰道履。道履者，天地人物共行之道，而无时或离者也。有道以为履，则行必安，止必固，动必有度，静必有位。故谓定一切之本源，犯无尽之藩篱也。圣人失之而作礼，礼亦履也。言动视听，出入作息，莫不有礼以犯之定之，保之存之。故曰有礼则安，无礼则为。人之求安而恶为，情也；而情恒使人为。唯有礼以节之，则安居无虑；有礼以导之，则通行不违。此礼为人行之本源，而成德达道必由之门径也。义者其义于履，圣人治其文于礼。苟求其精，必熟读礼经，方能知履之待用，义教之至义也。弘教附注：今所讲发明履道之用，即人道之本，而优真二字，即人生立身处世根本功夫。亦中国礼治根本则立。大凡以礼自治者，人无不以礼报之。是道显兮，非人之罪，己未尽也。果己心不乱，何愁前途之不坦坦哉？故终不自乱一语，亦为养心之道，亦为养气之道，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。因此一事，足以回气数，化吉祥，气之所养，天地不为，何况鬼神？故贞吉之战，乃自照之也。内中含有感应之理，与道佛所说相正，可细读之。63. 邈能事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系人胸，五人位于大军，宣圣讲义。此履63爻辞也。履五阳一阴，阴爻未贵，则全卦之用，
以阴爻为主，即对卦上爻也。在对卦以上爻独缺，象人张口，或水决口，皆有所确现之意。有确者当补之，对补则成乾。金履以对成乾，比诸纯乾，所差指此一爻，前后皆阳，此谓独阴。合众阳以培此一阴，则有补确之象。且三位阳位，阴以成阳，柔以加刚，阴贵而少，阳见而多。多则有盈，盈则不弱。节多易卦，平强济弱。在势未顺，在得未变。顺变之下，应用成宜，则补确之功，情之所通，理之所许，妙也，博也。人之有确现者，天所予以不足，而时的有未培满之道，能事能履。确者不确，盈以继虚，众以易卦，以其情之相爱，义之相连，故补确非功也，在履之用，重于补确之意，为时之不古，人之失道，有履之意，辨明之分，定理之治，计时之间，则其效，正如使藐视而博虑也。藐且能视，况有目乎？博且能履，况有足乎？由此足见履之道大矣，理之用至矣。然履者，非欲去其确而已，乃求无确；非欲勤其补而已，乃其不补。盖因对以复干，在此一间，果宜促己极，何用履位？故履之极也，不以补确称，而其始也，则不得不尽于补确之事。有确则履用以显，克补则履道以成。此圣人设卦致辞之为止也。虽然，在履卦全体之用，故其余补确，乱者治之，为者安之，病者悦之，劳者畏之，不得所求者与之，不乐所生者辅之。无一夫之不惑，无一物之失所，则履之治也，补确之谓也。而在六三爻，确异于世，盖全卦皆阳，此爻独阴；全卦皆阴，此爻独处。是全卦未补此爻之确，而此爻恰属全卦之所谓确者，既居缺陷之地，当损弱之时，则其战辞，正与卦反。故虽有藐视博虑之文，却不能掩藐博之确；虽能履狐尾，却不能免系人之凶。此与彖辞之不同，即归昧出二爻战之不类也。盖三爻居时的之要，丁运会之间，侧身以示显眼，举足以设身现。有事而不足以明，有虑而不足以行，而自负为是兮，以加于众，故其凶也已矣。柔成刚者，在刚为福，在柔为祸；阴上阳者，在阳为屈，在阴为逆。六三之凶，其地位与爻之失当也。在下者，以骄横称乱；在内者，以四当败德。故有五人位于大军之战，言五人不当主众，而上见于大军也；不当逆命，而善拟于大军也。今进行之，
是其祸之将大，而败乱之且至也。余字亦作干字，干犯也。犯上作乱之谓也。出则干犯其上，继则篡见其位。故辞云然。夫五人者，听命者也。关于师卦辞可知。且六三游居内卦，不得轻九五之谓也。今以因时切事，邪贵傲重，据国家之师旅，为一人之使令，其祸乱之来，岂独虎之系人比哉？在彖辞有曰：履地位而不就光明也。六三爻则曰五人位于大军，其意亦反。可见以刚而用柔者，君得也；以柔而屈刚者，乱臣贼子之见也。大军之位，非人人能履者，况粗暴之五人乎？六三爻虽贵，以因少而贵，非珍贵也。位既不当，贵为位也。有五人为君，非篡则窃，皆位也。古之立君，合天与人，天与人归，群众乐服，方称为君。非以利夺，以智取者。五人窃据，假利以破众，因事以思己，犹盗匪之渠魁，安望其治平天下哉？是不得以礼成治，不服于履之光明，明矣。虽幸居高位，偶见君号，亦不过如渺之事。跛之履，逆命为道，灾祸必真，护勇士能，害殃必甚。故六三之凶，为逆所兆。与权卦之以顺承吉者悬殊，而圣人固知后世必有成实窃国之五人，贪利贻害之国主，既被履之贞吉，望息事之幸成，故于爻辞明者其志，是其害，以为天下后世戒。奈何天下后世之人有乎之？夫六三之象，乃权卦之系，以此而后见权卦之用也。象曰：渺能事，不足以有名也；跛能履，不足以与行也。系人之凶，谓不当也。五人位于大军，至刚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，人本缺陷不全之意，而借阴柔自傲之行，且以对正彖辞，是一爻之意于全体。所谓至刚者，言以柔求刚，而忘其分，故谓非分之干也。六三阴以成阳，则谓道；若反以成阳，则谓逆；柔以必刚，则谓治；若反以邪刚，则谓乱。盖纵情者，必轻其中；逐物者，必殃其外。有德则礼制以成，被盗则害殃以起。吉凶之变，在乎克己与否。三爻为人爻之始，人事所重。本前九三干替之训，自无系人乱位之凶，是在读者明义教之深意，知明治之一定，察履卦之辞，悉理治之不可缓耳。虎本暴物，履其为本显形，而或亨或凶；地位本尊，履为本光明，而或不就或干乱。各中分辨，要在系义权卦之辞，而后得之。宗主附注，履卦与归妹相似，以履为前对，
归妹为正对，而巽对中孚意境，皆取对为内卦用也。在履内卦三爻之辞，与归妹几同，由可见二卦之用虽殊，而有相通处，唯履未干合对，对之上爻，一变即前，故反履未绝，则差干一间耳。绝者缺也，快也，绝也。由上而下未绝，由下而上未快。就本位言未缺，以所缺者此上爻，而自己以复则快达，自己以往则绝，是其所行如何耳。履则与绝相异，则由前以弗对，对以成前。虽缺而在中，虽行而不似绝之上下达之远。其气亦交，其道亦治，其德亦成，此名为履。彼人之所见，不导于虚，不离于疏远，不乖于气和，循序以进，坚守以立，而成其用，大其道，弘其德，致其功。故全卦取第三爻为主位，名刚以柔用，阳以阴沉，上下交符，远近密接，而有分可别，有阶可登，升降自如，中正不乱也。故虽似绝而非绝之力，尽归妹而非归妹之权，果用之而达神明，则中孚之道，即由此代以化之。此履之为至中和，在精修之士所宜留意。推之则同人大有之政，太运之事，皆从此以见义。所谓内圣外王之道，莫不几乎履，故传称为德之和也。94. 履胡尾，素中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履94爻辞也，在履卦彖辞，以明示履胡尾之意。94居上卦之始，为干刚之初，下皆63，阴柔阳刚，两不调协，比于92。其德亦见，其欲多惧，而干行不习，在于精精自胜，朝干细剔，以服阳刚之道。故爻辞亦以履胡尾为喻，而以素之态，中趋于极，盖本履显不为之意，而成刚自全之战也。夫素者，自训而无愧，内省而不咎之状也。素者口问于心，行复其诚之谓。凡人有屈意不生，冤苦莫白者，则素之于人或天，必其心中不作，行事无期，使堪用素。苟情虚而得不实，志欠而意未成，则素者不见听矣，是不服于素。今爻辞取素之意，正以其内至诚，而外明德，虽显不畏哉，唯不动志，则素之状，以其本洁白之行，寻笃实之途，有如人之有所素然，而中心自平，欲物不涉，言行自信，皆人无虞，以刚健不习之前，而和悦则有言之对，借其间而修有容，行其位而朝不昧，则其德可大，其业可久，以胡尾之履而终极也。且素者有不能自已之状，终极者有己摄于显之意。以94处卦中爻，介于上下，
阳生阴降，不克自益。退则摄于险凶，而为6-3之战；进则急于争利，而夫95之道。故在爻辞，以形为勉，以胜为序，速速不失，则成可革天；终极永福，则得可化险。虽同一虎尾，而履之者或凶或否也。象曰：速速终极，至行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94居位在能笃实，以自尽于光明，即彖此履地位而不就光明之意。盖全卦之用，在以对之月，成干之刚。94始交前，乃履地位之初，而速速终极，以能不就，而渐进光明，故至于行。此行自含二义，一则深静而容险，以履高位，服天之道；一则得朴而化行，以成光明，服天之行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，天行健而不习，皆干之象也。履以对之柔，成干之刚，刚柔相济，以成大用，乃圣人体天之道，成天之命，谓之军师，以治下民，而治理度，以神照性。此全卦取义，以柔用刚，以阴成阳。虽寓于履虎尾，而不犯其系人之凶。彼之圣人以礼治民，而不干民之怒，以德服众，而能保其尊严。战者得之为臣亲于内，统一天下之象，而其始机，则在94，以其尽于95尽矣。故至行，言不可自止，以失其机也。后人是速速谓恐惧，仅得其一义。盖速速处恐惧之时，有坦然之志，居恐惧之地，有进取之心，乃能修修自得，昭昭自远，不畏物弊，不患情居。故以94之刚而起光明之道，本63之险，而免上达之功也。95绝履真利，宣圣讲义，此履95爻辞也。95为全卦最全之用，亦成得达道之地也。绝履者，上达而己及于履也。履之上下，互亦为绝，绝具干察一间，今曰绝履。言95爻之于履，正如绝之于前。有绝者，快也，决也。言至此以快然自得，决然自任，更无犹疑持固之余，亦无欠焉不足之感。履之用至95，以达于至善，故曰绝履。为士之急者易变，满者易清，快则易失于交，决则易失于弊。95遇刚，又阳位独居，阳则易亢，刚则易缺，故以绝缺之意，而仅其持盈保泰之以有道也。其道为何？曰真利。真以自益，而就卑谦；利以自勉，而易卓进。盖本干替之训，而成行健不习之德也。真则戒惧，不失其手；利则走逸悦，不乖其次。故能永保显位，克服明德之称，常享元亨，克达太平之治。
此95爻之战，乃胜至之